了解意思吗？那么在底下呢，手楞严经啊，那个就是国，那个礼教行果，的果就已经呢，佛性本体的定已经生效了，已经有效果出来了，这样了解意思吗？然后我们呢，在从呢。那个一个一个那个上面的这一些经的名称它的含义这边呢再来加以了解。那个大就称赞词大依大教解大理起大行正大国，有没有全部都是大？都是大非常殊胜的。所以所有的那个修持方法都不会超越这个手楞严，所以这个大大就是摩诃尽虚空遍法界，就是称为大称为摩诃。然后佛就是呢表显之意32相之首大佛顶这个佛顶无见顶相。就是佛的顶头顶没有办法去见到，那么不实于有，也不实于无有无双离，而能放光化火，表以佛顶者意味非前教之见，前赞之教那个前呢就是方便。见就是呢有55位阶不是呢前见是教令受持者最悉看重就是佛顶大佛顶无见顶相。所以之前佛学不是要各都抄下来嘛？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还不记得他的意思呢？知不知道？因为无所见都没有能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能所双泯灭了，没有能所，没有能所就变成一体，那一体的就是佛性呢，整个全体呈现。这样了解吗？没有能所是整个佛性这个全体都呈现了。所以我们在那个这个一念无明三系的时候不是有讲一相、转相跟现象，对不对？那我们起心动念已经到了业，有业相，那我们转本有的智光要见那个业所呈现的那个业相，业相没有形象，我们呢一定要看，就结暗为色，就现起那个四大之相，这样了解意思吗？或许就知道没瘾这个要说知道都唔知，你讲不知道，我跟他朦胧之中都有一答案。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些都不是很深，只要用一点一知它就永远都知不会讲会个无去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能所双泯了，没有能所了就是已经成就了。不是还有讲那个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跟达赖喇嘛在纽约对谈吗？那个就比较能够让我们了解那个能所的那个内容因为全世界有50几个国家实况转播啦，那个很大的盛事2位这个世界都很有名一个是佛学的博士那么一个呢他是正义的化身
在纽约对谈，所以各国都很有兴趣啦。然后我们那个佛学博士一直在发表理论，达赖喇嘛就举手啦，举手要问问题呀，那个台湾那个佛学博士啊，就请他说，他问达赖喇嘛问，我可以问问题吗？然后我们那个台湾的佛学博士啊，他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然后达赖喇嘛第二次又举手，那台湾佛学博士又请他说，他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然后因为那个时间还很早期啦，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一个家庭里面都好几部电视机啊，对不对？一人看一台，一间房间一台，以前我们要看都要大概有一些都要去电器行看，电器行他会放给大家这个过路的看，然后呢那个旁边一些人都在讲，达赖喇嘛那也无记忆，怎么记性那么坏，才一点点时间就忘了，是不是他记性很坏？不是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他那个叫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等到我讲完了，有能讲的我想，有所讲的法相，就有能所。有能所就是生灭，有生灭就是变化无常，那个我们不追求，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第一个那个能所就呈现出来。那第二个你讲完了，我不知道要问什么，那个就是说没有三心刚才要问已经过去了，过去心不可有，不可得啦。未来心不可有，现在心呢不可有，那个三心没有，也到这个地方就已经没有下文了。达赖喇嘛没有再话了，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是把他的要讲的那一些理论是把它讲完，可是听人经提不起劲所以我们要从他们的对谈中就把那个最高的佛法呈现出来。那个不要有能守，有能守是生灭，然后不要有三心，是不是已经都呈现了最高的佛法，对不对？不过假如说我们不讲解的话，各位假如说看到那个形象，会怎么想？一定不会知道是这个意思啦，是不是这样？不容易啦。所以我们能所双明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时常都有啦。像说我们吃饭，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是没有能手能吃的我所吃的饭没有能手有没有？有啦，可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心里面没有能手是现象之中有，现象之中我能吃，我所吃有能手，可是咱那些咱也无去管讲能吃的我所吃的饭，对不对？所以那个能已经双明，都已经泯灭了啦，是不是？咱日常生活都有对不对？那我们看很多都是这样咱会晓落脚袂？有没有能手？那我们扫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我会晓扫落脚，我今嘛当在扫，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是很困难的，这一些要能手双明原来是很简单，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可以呈现。
差别呢就在心里呀、所以研究心理心法重要就是这样，我们要了解到它的那个变化性，有能手跟没有能手差别很大，没有能手啊是一体，有能手呢是对待，那对待生命，这样了解吗？哎呀，我看这本我哪学讲。再讲第三个如来，佛有10个名号，如来呢为第一号，那个如来，我们要了解如来。那么佛呢道同啊，所有佛道都是相同，佛啊如仙佛之再来，比较后面成佛的，好像呢仙佛已经比较早成佛的再来，故曰呢如来。那么本经啊如实的教义啊，如为道之体啊，是本来心。来是为感应，和众生呢结缘。那么如来啊是为正果之人，正果了以后啊就称为如来。所以那个大佛顶如来，然后密因正果之秘密原因啊，表示啊会鲜明之事项，不是讲安尼看啊就足清楚的。就是秘密的。即是呢，修成佛果首依啊因。那么依此密因啊，才能正果。按照这个因啊，才可以正果。而此密因啊，就在众生的身上所具的根性，众生呢日用啊而不知。那么既然不知啊。就无法运用，非是啊自失，本来没有失掉了，它好像已经失掉了，迷而不觉，迷灭呢觉得，十方如来依此密因为修，而证佛果，所以这个密因秘密的原因，也就是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所呈现的那个知觉性啊，各位有没有抓到啊？或许在问都很不敢肯定的回答呢。拢安尼，我安尼唔知对啊唔对，应该细想。要肯定嘛，彻底无疑才可以啊。都没有怀疑。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密因，然后呢，接着底下修正啊了义，依密因啊所起之修正了义啊，就是已经就近到达目标了，是决定义啊，直达佛地，已经到达佛地。那么知菩萨万行知呢就是许多之意，有非常多。菩萨呢是菩提萨埵，简略啊，菩提啊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有情识的众生啊，我们都是有情识，有认识，然后有情。有情识众生啊，已经领悟啊，称为菩萨。那么正果位之前的名号，那么大致的内涵啊，是已经领悟啊我空、法空，智啊跟悲呢双运，运智啊以自利，运悲啊以度化众生。那么凡尘之众生啊，皆即如来智慧佛性，不知而落入凡尘啊，造业受苦。菩萨万行啊，即是度化众生，归入佛道啊，
注重实践，所以那个万行啊，就是要实际啊去做。那么大定啊是总名，首楞严呢就是大定是总名，它含的奢摩他、三摩地啊、禅那，妙奢摩他，妙三摩地、妙禅那，就是首楞严。那么三种别名而成啊大定的前提，不同于我们功夫缘起之定。我们凡人在做那个功夫引起来的定很快破坏。那这个佛性本体的定它也不容易破坏。而本性呢，自性本具是定。首楞严换成中文呢，叫做一切事究竟坚固。那么最底下一个字经。为能全之文，全就是解说了，能够解说的文章。那么所解说之法，解说出来的法，上气知佛所说之理，下气众生可度之机。它具备了观、摄、常、法4个义理。这个观呢，就是贯穿所应该知道的真理，令不散失。摄就是摄受，摄受所应度之机，摄受这个众生，令得解脱。那么常就是万古不能易其说，就是再怎么久都不能改变他的说法。那么法就是十方呢所应遵其轨，要按他的轨道。这个就是经名称那个解说，这样了解吗？光经的含义就很澎湃、很丰富对不对？那我们翻过来，那么此经常以龙宫，龙天上的龙在住的地方，因龙圣菩萨到龙宫去说法。看到呢，龙场之中有此一经，披月之想，叹为稀有，特默诵而出所以以往那个修道很厉害，看过都该暗念出来，就记下来，以圆菩提做我们南赡部洲众生，然后呢入成国家，亦视为稀有之法宝。那么常之国故尽传诸国，袂使摕出去外国，拢放印度。那么此经呢未到来，圣明先来，因有幻身那个幻就是天竺，是印度见智者大师就是天台宗创建者，在隋开皇年代，西元592年左右，跟世祖同年代，法融禅师也在那个年代。那法融禅师有一个记非常好记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还记得吗？忘了啦，早就忘了。那个是法融讲的，那个恰恰用心时，刚好我们要用心的时候恰恰无心用，无心就没有生灭心没有生灭心就是真心所以讲无心恰恰用，无的时候那个时候来用最恰当。当用恰恰无用的时候都无心。了解意思吗？我这么讲后礼拜过来去甲恁问恁拢去害我啦。佫未记了
所以要了解说，我们呢有时候把它记下来，其实一记下来哦，都低了呀，小了呀，就永远都不会忘了。那么提倡止观法门，我们有说过啊，止就是停止妄念杂念，观呢就是关照我们佛性关照佛性本体。所以这个止观法门，我们现在也很多社会人士啊，很多都在修这个止观法门。那么与彼国楞严经啊，义旨啊相符，由是呢智者大师啊向西拜求18年，经啊未得见。那么天竺沙门波茨密底啊，自意此方，他立志啊要利益我们娑婆世界那个中国，师事呢这个逆经东来，就是把那个经藏起来，要带到我们中国来，被所编的官时啊查获，不许出国。波茨密地弘法院欲监，这个精进欲力，难用那个极细的那个白毡，书写此经呢颇薄浅长，加菜马来底，待仓口贫户啊，再请出国。那么官职啊搜查不着，乃得航海而来。那么以唐圣隆元年武则天的年代，六祖慧能祖师的晚年，离德大师已经100年。神龙元年西元700年，六祖呢714年归空。那么这个时候那个经首楞严到达广州，是在黄龙，黄显岭的后代，敌在呢广州支南全师请于智士呢剖腹吃经，结果呢这个白毡呢结成一团，苦思不知呢解决方法。那么此时黄龙的女儿告诉父亲，用女人为婴儿之奶水浸泡就可以解开。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子那头脑很灵光，已经被血液凝结成一块。他说用那个婴儿的奶水把它浸泡，就解开。那波茨密地翻译这个的中文以后释回本国，以解鞭死之难。因为鞭死国王这个说你怎么守鞭死守到让人家把经带出国去。因国王罪责所编的官司，所以他释回，以自身承担其罪，所以那个都是非常有担当啦，不逃避。波茨密地其冒进传法，不惜生命，正所谓的重法然后轻身，非常重视佛法，看清自己的身体。为法屈那么我国的众生金瞻法师的利益，波茨密地虽功成身退，我们不可放弃精神而泯其名。研读此经的同时，致上最诚的敬意，让我们能深入法性那个藏海，而佛教将它归入密教部。这个佛教有2大教法，一个是显教，一个就是密教。那么显教是明显而教，讲清楚说明白；密教是密而教，不能问原因所以没有为什么那个问题你在问为什么，就把你踢开了。不能再修密教。那么此种教法不适合
在无名的地区呀，适合在尘土单纯的那个地方，好像我们中国那个西藏那么此楞严经在100册的大藏经中排在第19，密教部第2，105页使显教的弟子接近的机会减少，增加它的神秘色彩。那么当机的阿难在此经呢，特地示现下等众生的知见，引导认为自己很笨的人，所以在看经的时候将自己看成是阿难，一定可以进入真理的领域。这个呢是经前的一些呢我们了解的那么底下呢就开始这个经文的本文从那个细分，如我闻一时活在四罗华城取言经色。如是我闻的由来是释迦牟尼佛在进入涅槃之前，阿难呢四侧嚎哭这时候阿耨利劝阿难呢止至悲伤，趁师父呢未言及有4件事你可以请佛请老师指点出来给我们这个咨询。第一件事师父死后应以谁为师？第2件事呢应以何为助？第3件事应以何为法？第4件事呢以后集结经典，起头呢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字？那释迦牟尼佛这个回答第一问，应以婆罗提木义为师，翻译成中文呢叫做觉力，以觉力为师。第2问应以四念为助，也就是呢修持的方法，下手修的四念和成就的那个四念不同内容。下手修呢重在破除我相，而我相呢深根蒂固，破除很不容易，所以还属就此四念为传播的重点。那么四念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尤其第一个观身不净功夫做得深入的时候我相就容易破除。以36物做观，我们身上我们的身体有36物外12，身气有12，内涵有12外相的12华毛爪齿头华体毛爪都是真感齿喙气那个齿类圆透齿就是目屎哥一个木在一个多那个叫齿目屎哥类就是目屎圆就是喙烂流出来吐就是还佫伫咧喙内，屎尿过汗屎流甲咱迄个身躯的汗这个叫外相。然后生气12，皮肤血肉筋脉骨髓反高脑膜这拢咱生活物件逐项拢咱袂去爱。那么内涵有12，肝胆肠胃脾肾心肺肾脏手脏赤痰白痰这个呢全部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东西所以印度是以这36物来观观身不净咱伫观敢若看这多一项是清气咱爱多一项？各位同学，我们喜欢哪一个？肝胆肠胃、脾肾心肺还是毛爪齿？没有一个喜欢的，对不对？所以观身不净迄拢不干不净。那么由36物集合成一个身体，非常的不净。那么常观呢就不会迷恋这个身体
破除我相之后啊，就要以上圣的四念来修持。第一念观身性相呢，犹如虚空；第二念呢，观受不在内外啊，不住中间；第三念呢，观心但有名词，名词性理；第四念呢，观法不得善法，不得善法。所以全部啊，都进入最上圣的领域。那么此大圣四念呐，这个四念住啊，是成就的法门。那么接着那个上面呢，有4件事啊，那个第3件事是问有变心的弟子要如何处理。那么佛答以莫病啊，表示去佛门之外，没有成佛的机会。那么对于第4问经典的起头要用什么文字，释迦牟尼佛回答用如是我闻。所以经典的开头是这4个字啊，表示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因为印度的外道很兴盛，经典也很多，那么起头用阿优这2个字，留到我们呢台湾呢很少这个经典。假如说有看到呢起头的2个字阿优，那表示印度的外道。那印度的外道啊，他们比那个释迦牟尼佛啊，那个还要兴盛那个信徒还要多。那么流传一直到中国数量就不多，很少。那么如是我闻啊，是启发我们信心。字面上的意思啊，是如是这个法是我阿难啊，亲从佛闻，由佛传授而我受，启发信心，而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善根。知佛因地皆由信生结，依结起行，依行得正，无上道果。故信非常的重要。信根已经具备了，一切功德由是而生，故称呢功德母。一切的善法亦由信呢而得增长。那么我闻，我是阿难随身世间称名我。那么闻呢是从耳根发耳识闻佛声教，由耳达心故能记忆。那么佛与一切众生都认呢若耳能闻，故不曰耳闻而教称我闻。有深意在，有深深难意，由根中不生不灭的闻性从根华肉而无闻华的功能，故不曰耳闻而称我闻。而所有佛经是起头全观上如是我闻。而且这4个字是佛所指定。涅盘以后集结的时候遵从那个指示以这个起心启发我们的信心。文字表面的意思是如此，而此4个字竟然含着性理和修持的方法要深入了解分析才会知道。如这个字的学问最大，含义最多用上心就能够体会，可以从众生的领域到达佛世界的所有一切呢，都在这个如这一个字的里面。老子所讲的道孔老夫子所说的宗，都有相通的内容，是形容道之本体及它呢所发挥之功能作用。本体如如不动，遍满虚空，充塞法界湛然弥然，
妙真如性，此本体呀、最不容易知道，而所知道的是它呈现的功能作用。那么认识的意识啊，这些感而遂通的现象，有深入研究啊，会以为它是本体，而走错呢修持的方向。所以功能作用啊，绝对不要把它认为是本体。功能作用就是功能作用。那么所谓的差之毫厘呀，妙之千里，修了非常久的时间，且没有功效呈现，心境上呢一点提升也没有，全注重呢在现象上面，相呢喜啊一喜，相忧啊一忧，相让我们喜欢我们就很喜欢，让我们讨厌就讨厌，讨不到的自在啊。那么现象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非本体，这个一定呢要牢牢记住啊。它生灭啊不停，变化无常。那么以此向上呢努力修道，失了自己的业障，度化众生呢，适合众生结善缘，成不了佛，不了道的。所以认识道是本体呀，非常的重要，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明心啊、见性，一定在心性上呢做功夫。十方之佛皆在心性上修成，没有一位呢是从智跟从相上修成的。上天大开普度，时间呢已经超过80年。修道得道修道，达道者也不计其数，唯时间呢不等人，此良机良辰啊，需要把握，得此殊胜之道啊，发扬光大。这个如，那么底下事，一切事啊，究竟坚固啊，无非之意。我就是真我。非色身之我，真我常住啊不迁，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假不散，不垢不净。色身之我，众缘际会啊，短暂的现，很快呢就消失见。稳还没有领悟的时候啊，利用稳性还稳自性，回光返照，将外放的精神啊收回来，所谓的回头是岸，一回头了就到清净的彼岸，精神一回头就爬上了性分，清净彼岸。那么一时通前后继呀，前之我是将空间打破，此之时啊是将时间呢打破，没有空间和没有时间的束缚，自由自在，就是佛性本体，真理状态。那么时至古今呢，不离当下，时事就是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三世。那么三世呢，一共有3世啊，加起来共呢9世，再加现前一念，共有10世。因真如本有如不动，而现在啊变迁不住。谈现在已经过1秒，已不住啊习入的过去啊及后入的未来，习入的未来啊及进入的现在，习现在啊及进入的过去，后入的过去啊及进入的现在，后入的现在啊及进入的未来。后入的未来及习入的过去，如是过去呀，复有过去，未来又有未来，三世啊无穷，皆因现在之有所有，牵流不住啊，而成三世。我们落入有，就是能，所有，能守，就是所谓的三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有3心呢，就具备4相。
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三心四相呢，就被三世摄受而进入六道轮回，轮转不停。欲出离要研究真理，要明心见性。一时在字面上的意思呢，是讲此经的时间。那么事实佛63岁，这个比讲《金刚经》呢约早5年，这个是大略如此。各位浅显，可以听得懂吗？可以对啦，不深不很深，只要用一点心呢，都会了解。那我们呢，剩下还不到半个小时，那么按照约定呢，就给各位提问。越能够提问呢，进步越快。所以不要呢，这个不好意思啦，你的问题也可能就是别人的问题。所以尽量呢，我把它提出来。有没有人要问啊？李讲师这边有一些在问。好，请说。跟梦刘讲师解答后学感知性，这句禅记也麻烦讲师解答。上天地下唯我独尊。那个这是在这个在讲我们那个道那个道的本体呀，唯我那个我就是道了，唯道独尊上天下地唯道独尊，不是人不是说哪一个人这个独尊，而是道，那个我就是道。另外，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又到见山山，这句禅体也麻烦李讲师解答。我们开始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个是住相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大家身边有钱的，都到国外去旅游，对不对？这个时候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个都是住相的那个时候。那么第二个阶段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个已经在说知道所有的万象万事都是演寂则生，演散就灭。说山不固定山，水也不固定水，那个沧海桑田变化无常，所以那个已经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到修的一个功夫很好的阶段，功夫很好的阶段那个时候这个万象皆都是现，万事都是理，所以那个时候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可是那个跟第一个阶段完全都差别很大，它完全都已经进入这个一真法界。一真法界知道吗？真如知道吗？佛性本体知道吗？知道。总有一个知道的啦。它是相通的，只是那个名称不同，那个所阐释的那个内容角度不一样，它都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一到第三个阶段全部整个山河大地都是佛性本体，是不是已经看到什么是什么，可是都不住相了，好像吃饭没有能手了，了解吗？还有吗？没有了。还有哪位要问？好，请说。刘讲师好。好。魏讲师好。后学就是说我们上礼拜
有那个大陆的一些学生啊，然后就是说他们有些说是修佛教，然后我跟他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在佛经里面，他应该讲说，在我们那个弥勒佛是在光明，是光明仙人嘛然后释迦牟尼佛他有说，就是说当初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是非常的慈心，然后他都一生就是不杀生，然后有一天就说在森林里面他快饿死，然后就是说兔还有5只兔子500只，然后就看到他就是快死的头发可能就是说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就没有，然后就是说他跟他的兔宝宝讲说，他愿意把他的身体奉献，就是说这个光明仙。但是讲完那些兔宝宝全部都跳到那个锅子里面烹煮。那后来这段故事，释迦牟尼佛讲说，那个兔宝就是他的前世。那释迦牟尼佛就是说那些兔宝宝可能就是他的儿子，但是弥勒祖师现在弥勒祖师就是那时候的光明仙人。后学跟他讲说，师父嘛，后学跟他讲说，他讲师尊，但是有可能就说以后这个肚子或者什么，有可能是师尊所变的。讲的觉得很有道理，所以这是一故事就以后就在佛教里面，他讲就是说他对我们一贯道师父这个理念非常的认同然后后学的表达意思就是说，那如果说以这个弥勒祖师这个释迦牟尼佛从佛的来的话，就是说刚刚那个楞严经前佛跟后应该是没有分嘛，没有分。以这样子来讲的话，那当初弥勒祖师他已经成光明仙人了那时候以释迦牟尼佛是讲他是兔那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算不想这样子。后学表达正不正确了？应该就是说弥勒菩萨是50亿，在佛经里面50年后才会来，那大概就一个地球的生命的时间了。那后学表达意思就是说，在佛里面应该没有所谓的前跟后，就像说我们这个小孩子，他在某意思他形生的形系嘛，好生的好细，那可能他就是说比我们更好。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从佛理来讲的话，不能轻视这个小孩子或者是后学，应该是这样的。那后学总归一个重点就是说，针对有关弥勒祖师跟释迦牟尼佛经讲的这一段，那针对有些佛教所讲的，包括说佛出日，那个释迦牟尼佛曾经到过天宫第4天，然后去讲经说法他的母亲，然后又回到人间。我们这个谢谢你那一首歌里头有提到深信我们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记忆，这个就已经有吐露这个时间它一直是绵延不绝，没有那个停止的时候了，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了，全部也都没有。那所有的现象都是我们在完成才有呈现这个现象。然后我们要了解说，每一个人他所看到的现象都不会一样的。那每一个修持者他所经历的也都不会一样的。那写下来的只是有一些让我们去这个有一些是珍惜，有一些是警惕，那有一些呢是要我们思守有它内在的含义的，所以都不用非常的去这个计较它是怎么样是真，怎么样是假，怎么样是对，
怎么样是错，那个都不必要，都是多余的，给啦，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说，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啊，显现在凡尘，是要我们啊，要学会啊，圆满生命里面的缘起缘灭，有没有？所以一首歌啊，真的是非常好，原来造化之中啊，我们都是一体，然后也把那个点出来，就是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里面没有能守，全部啊都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真如，一真法界，所以我们了解说，所有凡尘的争执啊，善则变啊，变则就善。我们大德经最后不是这样讲吗？他这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有没有？所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都把那一些比较重要，都点出来，让我们呢就能够从这一些学到一些我们处事的原则，应该怎么样来完成啊，处理完成事。还有吗？好，请说。有讲师好。好。那个我们讲说一腿1万里发财，那个年会是12.9千块。那可是我们以前读历史的时候，就想说山顶洞年纪现在大概有60万年，那现在这样地球的寿命已经有几亿年，那就是在整个我们论理的角度来讲，跟讲参都合乎这个论理。如果是以这样时间来讲，那如果一个年会的话，从生天生地，地球就没有了，那么地球之间会有这么长的时间，那山顶洞会有这么长的时间，那这样在理来讲，这个理要怎么来讲才能够这样子？好，请坐。因为我们了解说这个宇宙宽广啊，不是我们的头脑可以想象啊。星球的形成、星球的毁灭啊，也不是我们所把它规范那么的固定化，它也都变化无常。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是以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角度啊来阐释，说一个年会啊，有12.9千600年，这个是一个概念啊，它不固定，华无定法，不是一定的。那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太阳系，我们在地球，我们说这个是呈现的现象。那往后啊，我们要了解到，它有整个混沌的时候，所以才会山海汤田，那个会变化了，整个你看啊，那个九寨沟啊，以前是说是在海底嘛，什么现在在高山，对不对？那个都是变化，我们了解所有的凡尘一切都是变化无定，不一定。那我们是概念说，西的角度来讲，12.9千600年，那大致上有一半没有，有一半有生物，就6万年，6万年没有生物，6万年有生物，那个是概念。那我们佛性它不会生也不会灭，那所有的变化等于都在我们的那个知觉性，可是我们没有能守，没有我能知，没有我所知啊，就无所不知了。那无所以后，我们会用什么样的那个形式啊，再呈现完成，再呈现出现象，那又不可以，所以我们才一直在讲。我们不着有，我们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请问怎么回答？就是不可思议啦，不能用我们人的头脑来思，用嘴巴来录音。所以这一些都超越我们要去研究的范围。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各位姐姐是什么？就是生死，对不对？
咱即马上重要的都生死啦，咱对生死有没有把握？有法度讲，我死去以后，升到天地无极，我害伊啊！我的迄个真如的佛性，我的本呀，都已经可以主宰，可以听自己的指挥，有没有到这个程度啊？还没有还要不要努力啊？就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完成都是假的，不要投入计较，不要投入时间呢，去追求名利。我们要投入时间啊，把佛性本体这个培养得很活泼玲珑，很自由自在，这个才是正确啊。等到我们有气不来，身体就还给天地啊，所有风土，然后我们就不是自由自在的吗？要现象也可以啊，你再发个愿再来呈现，再来救度众生，那个可以自己主宰，不是被业力推。那我们现在都是被业推啊，所以生活之中，我们的心啊，都是给他等较多了，像不像？很狭隘，现在呢就是要很宽广，心地也宽广。然后跟整个大摩诃宇宙虚空融成一体，就是要这样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回归到本位，就是本际。等到10亿年以后啊，我们再来出生，这样的意思吗？有修了，有修你就可以主宰，对不对？我10亿年再来，我们现在可以吗？造了业被业推，一推来了不来不行啊！一现象以后啊，咱个安尼真计较对不？记不讲？不如意埋不埋怨？所以我们都被现象主宰。没有办法去主宰现象啊，所以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能够呢主宰自己，不生灭佛的本体，可以自己主宰，自由自在，这个才是重要，努力的重点。那所有现象，所有事情，那个都是啊，过眼云烟呐，转眼就过了，不要计较，不要在意，我们披麻花意呀。所以观恶也是功德，会不会啊？那你红吗？会欢喜也未？欢喜未起来爱学，辱骂讲我一寡罪业拢互你骂了了啊，安尼我拢轻啊。可是我们都马上对立对不？马上干美都瞪你，谁怕谁啊？拢唔输人啦，这样像输，都我们失掉了啦，我们失掉整个人生，真紧一世人目前你的过去啊，所以或者在想那个时候啊，不是休息50天嘛，有没有？假如说一口气不来。四倍礼拜安那，气啊对不？所以或者才讲，我们那个人就讲1年以后还在的话，我们就讲维摩诘经，这样就还有你看4年的六祖坛经1年，道德经1年，楞严经1年，然后维摩诘经在1年，我都会当活4年对不？对不对？相信这么久的时间了，明心见性了没？无信心嘛，我都有信心要甲大家教会啊，大家无信心通学啊。容易的，会晓食饭没？会晓食饭就会晓明心见性。这都可以的，没有问题。只要给自己呀，
有信心，就绝对可以完成。还有吗？还有9分钟。好，请说。李老师好，各位学生好，李讲师好。而且想请问一下，怎么样才能知道说这个人任务很细？怎么样？你讲他详细。怎么样才能知道说，因为我们都要让人放下，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的任务呢？任务说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好，请说。这个要怎么样知道说自己做是对的？那个就呢，要从真理的角度来回光返照自己的那个思想。我们假如说万念放下，里面还有很多念头，这样有没有放下？这样没有放下，这个时候他就还没有到达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你这个时候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什么也都没有了。什么没有，剩下就是觉，就是有一个觉啦。那个觉在，那个就不生不灭了，就是咱的佛性本。我们要把那一个觉要加强，要呢让它茁壮，让它长大，让它呢跟整个虚空融成一体，是不是要时间？开始就是要用一点智慧，我们有一点点念头，有一点点想法，有一点点住相，那都不是佛性本体。所以重点要在万念放下，一定要放下再放下。都拢无我什么拢无拢无才对啦。讲有我有感觉安那，拢也未啦，也未够。也未到万念放下的那个程度，各位先这样了解吗？不能有我有感觉我听到什么拢未知那个要放下，那个都叫缘呐。咱若有感觉，嘛叫做缘；咱若有看到啥，嘛叫做缘。迄个缘万缘拢爱放下。全部都放下，一直放到放不下的那个觉性，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已经无心嘛啦，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好记，下礼拜念看卖。还有5分钟，好，请说。或许还要多一点，我们刚刚刘讲师有说程度跟，对不对？然后呢，或许是想说，或许万年放下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些你那个万年放下，各无形的众生来给你干扰，你那个叫万年放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些我们应该要去回向他。那你就不要做万年放下了吧，你不要沾了一个万年放下的名，然后去跟那一些无形的在打交道。如果说是我们要真正进入万年放下就是万年放下，没有借口。你有借口这个都给自己走那个后退的道路，愈行愈倒退啦。再有就靠，做万年放下就是万年放下，不能这个无形的来干扰了，然后就跟无形的在打交道。你和我做啦，你和我做万年放下，较慢我功夫也好，或者道理会当行啦。还有吗？还有3分钟。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好，请说。
坐着就好了，坐着就好。我们要讲是哈，我们讲有法身、道身和应身嘛。那如果说以我们现在一般人在讲的话，是用什么来形容比较好？好，请坐。这个我们这个有法身，然后有应身，有报身。然后我们要了解佛性本体，那个叫法身，以法为身，非常宽广，整个虚空都是我们的法身，所以那个法身充塞整个宇宙虚空。然后呢，化身，我们就是了解说变化而来的身。然后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变化而来，我们体会啦，有时候心地很好，很想帮助人家；有时候心情不好，那个会危害到人家，有没有变化？那个变化出来的那个身我们可以去体会，所以有时候很喜欢帮助人，可是有时候呢都没有动力想帮助人都没有力道了，是不是？变化的身，化身变化的身，所以有时候你看牵那个老弱妇孺过马路，会很高兴，那个也都是变化的身，化身，那个报身果报身，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啦，咱这卖辛苦的果报身，尽情所请的业，起码拢整个呈现。它呈现出来以后，我们要去接受很多的事情，对不对？要去接受要去接受的果报，接受那个果报。所以或者就讲，我们这个现在时候接受果报，要培养欢喜心、感恩受，这样才不会延续过来果报人搁伫后边咧等，这样法身、化身呢，跟报身，安尼知影意思无？讲敬言，无一个要甲我赢。真正回去成就果位的那一些是叫什么神？已经回去的，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已经是修止。已经证悟自己佛性本体，那个回归本位真正的是我们追求的。那现在各位贤贤，我们在道场很力度化众生，可是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研究性理心法，没有明心见性。那现在已经归天了，那现在这个要怎么样来这个称呼他？这个也就是在化身变化身的中间因为上天还要顾及到我们在凡人的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这些人需要他有动力在努力去修道，所以要给这个还没有到究竟，可是已经归空那个化身一个名分，一个果位让你在凡尘他的相处的人有一个动力，可以努力的再去做。这样有难假如说你很努力的前已经归空了，可是出来的时候两个字亡灵，你会怎么样？会欢喜修的回来，卖个板修对不对？整个那个动力都消失了。所以上天会循循善诱，给他已经很努力了，可是都在事跟相，在事跟相修不成，回归本位了。那不回归本位，那个中间过程要怎么办？就是一个化身，化身变化来度他周遭认识的这一些人，给他们有那个修持的动力，有那个佛力继续。这样了解吗？
就是这样了。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生，大家好。谢谢占道天师德的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生也或者几位学长。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法融禅师的句，说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无。或许呢，把这个内容稍微跟各位这个解释一下。那个恰恰就是刚好，刚好知道吗？刚好恰恰用心时，我们用心的时候啊，我们每天有没有用心啊？用什么心啊？生心、世心。所以有时候啊，没有去探讨那个内容。那么这个法融禅师呢，他讲，说刚好用心的时候啊，刚好无心用，无心呢，好用啊，当用的时候啊，刚好没有。所以这个他讲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把跟相对的那个认识的心，那个事心呐，就全部都去掉，全部都放下。所以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等于我们没有研究心理心法的时候啊，不是都有真心跟有妄心的，都以为说心只有一个，就是日用之间日常在用的那一个心，而我们日常用的那个心因为是变化，就是我们的六根跟六尘相对，才六识。六根知道吗？敢会真清？我们讲一个就好了，讲眼睛，然后也讲一层，叫色尘。我的眼睛啊，对色尘，色就是形象啦，完成的所有形象都叫色。那我们眼睛啊对着色，然后会产生心念，对不对？我们都有心意识啊，会产生。然后呢，这个心意识产生以后啊，会不会变化？因为外面的形象会变化，所以我们那个心啊就跟着变化。所以这个心啊叫做生灭的心。有了生变化叫灭，生灭。我们用生灭的心来修道，修不成道了。要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才会成。所以法融禅师呢就跟我们讲说，恰恰刚好要用心的时候啊，刚好无心用，就是表示啊，把那个根尘相对的那个心意识，那个事心啊，全部都去掉了，就是没有心了啦。所以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那个心意识啊，全部没有。就是生灭的心完全都没有。没有的时候，我们所用的就是佛性出来的真心呐。那佛性出来的真心呐，是不是不会造业？造业就不受苦，就可以解脱了。所以那个法融禅师讲这个句呀，就是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那无心恰恰用，当用啊，恰恰无。这个无心的时候啊，就是真心。真心呢，我们拿来用，就是刚好，刚好。所以当我们用的时候啊，刚好没有那一些生灭的变化的。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假如说用跟尘相对的心，因为跟尘相对啊，我们有喜欢讨厌。那既然有喜欢讨厌啊，就有取舍。那有取舍啊，就造业，造了业啊，就要受苦，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认识的心是心啊，我们来则应啊，事去则进。事情到了后啊，该怎么做我们就去做，不要考到自己的那个自私自利。那这样的话都不会造业啊。
这个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要做，这样会不会啊？我们一起念念看，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这个是法融禅师的句。那宿主去找这个法融，然后呢，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两个晚上睡觉是那个长板凳，那睡长板凳的时候啊，那个宿主一直在打鼾，就是呼声很大，然后那个法融隔天清晨就讲说，大师，你那个鼾声吵得我都没办法睡觉。那个事主就跟法融讲，说你还说呢，你身上那两个跳蚤在打架，打得很凶啊，一只那个跳蚤的脚啊，被另外一只打断，打断的时候哀哀叫，那个法融说，跳蚤在打架是真的吗？然后他就在长板凳的底下去找啊，还真的被他找到了。有一只断了脚跳蚤，结果事实才厉害，跳蚤咧打架竟然伊也有听，竟然伊咧困高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现象事主虽然打鼾可是要了解说他那个内心世界是很清净。连那个最微细跳蚤来打架哀哀叫，他都很清楚了，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了解说，那个内心的修养靠我们去努力啊。那我们可不可能见到跟世主一样，听到跳蚤在打架？可能那个半年放下一念不生啊，做个40-50年看看，就会听到了。那你这个世主跟你法融讲道，他跟他讲说，这个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或许先把它念一次再来每一句讲解。河沙妙德总在心莲，一切戒门定门门神通变化，悉住记足。不离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梦幻，所以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理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那个结思结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无碍那个任意纵横，不作之善，不作之恶，行作恶，触目一言皆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这个是世主跟法融讲的道。那我们从头开始一句一句解说的意思。他说百千法门，完整的所有万法，所有的一切然后呢头归方寸。各位点方寸是什么？不是在讲流芳村是我们的方寸宝地就是我们知道说玄关，就是百千法门归于玄关，就是归到我们的佛性都全部归到佛性。百千法门同归寸，河沙妙德，因为我们的行为一个行就称为一个德，非常多，所以以河的沙来说，河沙妙德。总在心言，从我们的心发挥去做，全部都是德，全部都符合真理都是德。河沙妙德总在心言。那一切的
界门、定门、慧门、界定慧以及神通变化、悉住具足，就是全部自己都具备了，充足，都没有缺欠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本身就具备了神通变化，就具备了界定慧，全部都有，不用刻意再来做，已经都有。然后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烦恼业障本来都没有啦，没有，在佛性之中都没有，那些一切的因果皆如梦幻，好像我们睡梦之中呢，那个呈现的，在睡觉之中，非常的切实啦，拢实实在在。各位有没有做梦？要说梦见人家在骂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回骂？人家打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回手？会不会？我们都会在梦境都把它当真了，所以一切因果皆如梦幻，就是所有完整的因果都跟我们做梦一样，等清醒过来都知道它是假的。那我们这个众生我们这个生活在凡尘，什么时候会清醒过来？一口气不来我们晚上做的梦比较短，这个白的梦很长，要等到一口气不来，才知道说人生如梦。人生像不像梦？很像一口气不来，故的拢去拢去骗去整个假的，所以人生如梦所以一切因果皆如梦幻，都是梦幻，无三界可出了欲界、色界，我们修道要不要出三界？要努力出三界就不会呢在五行之中可是呢我们佛性本体它没有没有三界可以出，也没有菩提可以求。我们要不要求菩提菩提就是觉我们要不要觉就是要觉不觉就是无明啦所以我们一定要觉我们保持日常生活中都是觉，这样呢就可以成就那假如说我们让它不觉，无明就来了，无明来了造业，造业就受苦，这样一直恶性循环，没完没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觉很重要可是呢到达佛性本体了以后无菩提可求，已经是了是了还在求吗？就不用了所以无菩提可求。然后人与非人性相平等那个非人就那个天龙八部龙它就是非人那我们人非人性跟相佛性呢跟形象都平等，没有高低都是平等人与非人性相平等。然后大道呢虚旷大道它呢充满了虚空非常广阔，大道虚旷非常的宽广所以我们要了解大道非常广。然后呢绝思想绝掉思想绝没有那个考虑，绝思绝虑。然后呢这个是跟法龙讲，如是之法汝今已得，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更无缺少，与佛何殊？跟佛没有两样，跟佛都一样更无别法，已经没有了这个就是最究竟，已经没有了所以更无别法。不但呢任心自在给我们的那个真心都自在然后莫多观景，不要就是观照我们修持呢要努力来观照那个还没有救，成就了以后已经到达佛性本体了就莫作观行，然后亦莫诚心。那个三点水在一个登山的登念作诚还是念作登？
正啊，诚啊，就是说哦，也不要诚心啦，就是哦，心不要去洗，它哦本来就很清净。或许上个礼拜呢有讲那个哦密斯底的那个诺经东来那个手边力，或许念哦手边时啦，念错。可能各位都没有注意啊，可是我们这边浅有跟慧学纠正的，很谢谢因为那个怎么念，我拢讲，历史为数，都会念官史，官吏才对，或许回去找字典那个是官吏，做官的官百姓，官吏，因为我们念错了也会考倒人呢。或许30几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在讲信理心法，他有一次把那个3更半夜念成3更半夜竟然有一个道亲听我这样讲他就不修道，厉害呢，他都3更半暝就好啊，他经啊3更。那个念假如说是下面2个字要讲3更啦，有下面2个字要讲3更啦，3更半夜又为那一个字竟然考退一个道亲真罪过所以还是我们公众语言文字还是要念对比较好所以或者会改进。所以我们也不用那个诚心，然后莫起贪嗔，不要有贪嗔，莫怀愁虑我们胸怀不要愁虑然后荡荡无碍都呢放的就是很自由自在，荡荡无碍都没有挂碍这样呢就恢复到那个佛性的那个本体。然后呢，我们能够这样子行住坐卧、触目意言皆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啦故名为佛。这个是呢世子跟法龙讲的道，因为它不很长，或许没有印没有印出来给各位看。想说呢，这个我们讲了记下来就好所以那个荡荡无碍没有那个障碍，然后任意纵横不做之善不做之恶然后行住坐卧触目接触到我们眼睛语言遇到因缘皆是佛的妙用，全部都是佛的妙用，这样呢快乐无忧，故名为佛，所以不谈，有没有印象？听个印象就好了因为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信心法，毕竟比较深色它一定要自己能够呢花心追求。它绝对可以达到。那或许有看了后面有很多那个DVD CD 那个是道德经我们之前已经都讲完了，把那个全部都整理出来一个那个整理包刚好从头到尾有43篇的那个道德经。然后呢，这个CD 有86片，因为我们分成86片分成上下刚好都用小的整理包，不像那个六祖坛经，我们用大的整理包丢当那个范围太大了，用小的比较理想这样一手提着一个可以带回去听。这个只要你听久了、熟悉了，就毕业听久都会样做，听久了就会做，做了就符合真理，所以这个熏习很重要，
不用觉得说我们楞严经很深，不会啦，很浅的，都是白话。看一看今天减少很多人有没有？以前去减较济听无啊，不爱去啊。这个一定得要这个听得熟悉啊，爱听久。听久自然就识，就会去做，就已经走入那个修道的轨道。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里？第3页，这个佛在斯罗华城，对不对？对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在斯罗华城取缘精舍那个呢，这个说法主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他能够呢自觉觉他觉醒圆满所以称为佛。那么斯罗华城呢就是呢那个王舍城。那么取缘精舍就是那个其事己孤独也跟那个《金刚经》呢所讲的地方是一样。那么与大比丘众1250人居，跟这个大比丘总共有1250人这么多。那呢了解说如是之法非我不是只有阿难自己独闻而是总共有1250个人聚在佛的身边，同时听到。那么比丘那个大就是整个宇宙虚空我们了解到非常的广泛。那这边有写说含着3个义理，就是大、多跟胜。那么大则就是把那一些小胜小得的这个把它拼除在外不列入其中。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大法里面所这个全部已会的这一些人他们的程度也都是蛮高。所以能够呢给那个社会的一些天王一些大臣所敬仰的，才呢称为大。那么多的是这一些比丘呢，他们就是研究的范围蛮宽广就是对所有一些应该知道的呢，他们都有研究，都知道那么圣者就是根基根气比较好超出印度96种外道。印度呢，他们有96种外道，蛮多。那么比丘也含着3义就是起示破恶跟不谋那个起示就是起外起时以养这个色身，然后内起法呢以知慧命，养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人心佛性。然后破恶就是这个出破身之杀盗淫口嘴巴的恶口妄言曲语跟两舌然后细破我们那个见破跟思破。那不谋就是比丘登坛受具足戒的时候他的受戒师就是有把他们受戒的内容稍微传播，然后一直到达那个最高的欲界最高的摩悉所罗天那个魔
那个波旬他害怕，所以不猛怖啊，这个已经进入那个生宝树，就是宝里面的佛法僧的僧，已经进入进入僧呢，就已经到达佛那一种地位，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他记住戒了以后能够遵守戒律就一定呢可以成佛，所以那个成佛了以后凡尘那个魔就管辖不到，所以魔他很恐怖，他怕所有娑婆世界的众生大家都修成佛，他就没有魔祖魔孙了所以这个是实以不魔不分。那么众以大有比丘众的众梵语就是僧伽，那我们中文叫和合众。那么和合有两个，一个是离合就是同证菩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四合四合呢有6种，为呢戒合同修，然后净合同结利合同均，然后身合呢同住然后口合无争然后呢意合同悦，都是很愉悦很快乐所以我们在这个凡尘之中假如说人是很多呢，我们就可以用这6个能够戒合、见合、利合、身合、口合、意合。各位先生，我们最难做到是哪一个？大概是意意要合都很困难，所以意合同悦就是一同都很喜悦。那么众呢，乃4人以上就称4人以上才可以称众那么1个、2个、3个不能称众亦不名僧，也不叫僧名比丘就是比丘，因为4个比丘同住才可以做那做法那个僧事就是办法事。那么1250人聚这个是一个数目，就是这么多人释迦牟尼佛呢最先呢在入院度乔陈那，乔陈那呢就是那个歌利王转世的先度他们5个人，然后再度3个兄迦叶他们的徒弟跟他们老师总共有1000个人。那么再度舍利弗、目犍连他们师徒各有100人，然后再度的耶舍等50人总共有1255个人。那么现在把那个5领略去掉就讲1250人。那么此等呢皆先修印度96种外道然后这个勤苦非常勤苦，可是没有收获，就是修得没有效果。那么遇到释迦牟尼佛以后才得到利益所以他们感恩1250个人感恩就呢常随啦常随着释迦牟尼佛到处这个经说法。那么皆是呢无漏大阿罗汉以及都是无漏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漏我们翻成中文叫烦恼，那无漏就是没有烦恼那我们在这个实际的来讲，无漏呢就是精神没有外放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呢精神都有外放叫漏没有精神外放叫无漏是很想都能够呢回光返照那么此显大比丘过去之本，他们过去那个都修得很高的程度
然后呢，众皆啊内密哦，大心之心，就是把那个修得很高的程度啊，哦，都把它掩盖下来，哦，都不显现啦，不变，无哦，伫外口互知影，哦，然后外现啊，声闻声，声闻就是小乘佛法，所以外口显出来，就是程度无悬，无讲悬，无漏以不造生死因，不造生死因呐，生死果已经断了，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故名呢无漏，然后呢不受三界因果的流转，那么漏有三个义理，一个就叫欲漏，第二个叫有漏，第三个叫无明漏。那么漏为烦恼，欲漏呢是欲界的见之烦恼，见就是呢见惑88识，思呢就是思惑81品。这个呢或许有对写那个讲义出来这个讲解。那么有漏呢是色界不色界的烦恼，有就是呢因果不往，还有果。那无明漏就是三界的痴惑，那么三界无明有此三漏，生死之因必漏于三界，受生死之果，一定呢都在生死之中。那么阿罗汉呢是梵语，我们中文叫应，因我们要了解说，因之中呢为人天的福田。果的上面应受人天的供养，即这个起示果，起示的那个果报。那么又名杀解，修这个四谛行苦集灭道，杀烦恼觉，及破恶果，已经可以破恶，所有的恶都破除了，果报呈现。又名无真，已经呢证悟偏真涅盘，了分段的生死，已经没有分段生死了。我们众生生到死是一段，都是分段，都分段生死，六道轮回，及不魔果，那个已经不害怕这个魔扰乱。不受三界生死的烦恼，之所流转，故名呢阿罗汉，无漏的大阿罗汉。那么佛子自此善超之有，能以国土成就威仪。阿罗汉之法身慧命皆从佛法而生，故曰呢佛子，佛的孩子。那经所谓呢，从佛口生，从法化身，得佛法分，所以佛子住持呢，为此生宝，至于世间传持佛法，至于真理持用真理，以度众生。知有善超知有，那个知有者呢，即三界九地，有因呢有果，或名呢25有，异界有，异界的有六欲天，有四大部洲，有四趣，四趣呢就是阿修罗，畜生、地狱跟恶鬼。然后六欲天6个，四大部洲4个，安尼10个，个四趣有14个，14个有，欲界14个有。然后色界有，色界呢有初禅，有大梵天，有二禅、三禅、四禅、五净界跟无想天，所以它有这个7个，所以很多呢那个印度他们要修到呢大梵天，他们不是呢要去理天因为那个目标拢大梵天。那么无色界呢有4宫天，4个、7个，还有14个，
总共呢就是25有。那么三界中众生呢，不能忘我，故皆名有，拢好都有，有我执、法执，然后受苦连连，一直到无我、无法、无学叫做善超，善超之有。所以我们要努力，要善超之有，所有有都超越了，已经到达无生法忍，无法可学，无学，那都呢，很高的程度。以超有而不离有，不超而超若成空自己之阿罗汉，自持世间，传持佛法，则不得名为善超。所以那个善超之有，还真的是很超越。成空自己那就是已经家己好就好，唔管别人希望那个叫成空自己。那么成就威仪，能以国土成就威仪。那么比丘呢有3000威仪8万细行，名为律语戒。若以行之作恶身口欺之，时时谨守不犯，名为成就威仪。具备了威仪，则为神呢亲仰，钦佩仰慕。不具备威仪则世人讥嫌。我们凡人世间人该讥笑，该嫌。亲仰之福之因讥嫌是罪之本，所以他的外表能够造福众生。那去有众生咧嫌那就做罪啦，他造罪了，所以要那个三恶道。那么威仪虽是外表，具则令人得福，缺则呢令人造罪。所以呢，这个期间的关系也很大。比丘呢失威仪，假如说他失掉威仪，皆由于善慢的心。若色心呢常在定则自然不患一切的威仪。那么从佛转轮，妙堪遗主，严净毗尼弘幻三界。这轮为法轮，佛法圆融，无始无终，犹如车轮，常转不穷，又能载运众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故喻佛法如轮，好像轮。又这个轮有这个摧意佛法能摧斩众生烦恼壳，现真实相，故名轮。这个轮法轮，妙堪遗，未有大智力能核淡佛法。可以挑着佛法到处去卖。佛手遗嘱一一能如法手持，不致散乱遗失。如在般若会上，须菩提能转教菩萨及其事也。这个事实这个须菩提能转教菩萨。把佛的佛法教导的菩萨。那么严净毗尼呢，翻成中文叫做觉力。觉的总名觉力的总名叫毗尼。那佛所制定那么轻重开遮呢持法名为律。轻重等华不令有犯，戒行无亏，名曰严净毗尼，就是遵守戒律。弘幻三界能如此的即为出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大魁梵。
所以逢患这个三界，然后应身呢无量，度脱众生呢，拔未来业之成类，佛法利益众生以各种方法教化，最直接有效乃应身皆矣，故曰呢应身无量，且不但呢度现前的众生，而愿拔济未来一切的众生，愿大呢就利大，又不但呢度一切的众生，而度十方一切众生，四大所有风土五蕴，色受想行识众缘和合而现象众生，名叫众生。那么现象呢，是众缘际会而生。那佛性本不生，不生呢就不灭。那么凡尘呢，只要落入现象就一定会变化，消灭，所以称为妄。妄就是不真。我们在生活中，时常听到呢鼓励的话，要认真，点醒我们呢不要认假，要认真。而凡尘事相呢，哪一样呢是真？全部呢都是假。那么出烦恼坑耶拔，能够呢出烦恼坑拔，然后济度生死海耶济，拔济，拔济众生呢业之成类，凡尘劳劳碌碌叫成类，不管什么身份地位都要接受天地的煎熬，被凡尘所累，要超越尘略，需要修道，成道，从明理入手，非困难之事，不是困难，绝对呢可以达到。那么其名曰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摩诃寂西楼。那么底下这一些是在介绍这一些弟子大弟子们的那个背景，那我们拿回去看的就可以。富罗那、密多罗尼子、毗菩提、优波尼头等而为上首。这一些背景那个小的字我们就不再念。那么复有无量的必知无学，并其痴心呢，同来佛手，直之比丘。无量就是数量非常多，必知呢就是独觉，必知佛那个没有老师教，自己呢观察凡尘的万象，观察万象，然后能够这个了解到这里，那个叫必知无学，修成叫必知佛。那么并其心呢，跟他们的徒弟同来佛手。那么十之比丘，一些他们是跟比丘一起来的，所以比丘们带领，那么修下士子是佛制定比丘觉下安基从4月10号一直到7月15号90天。以夏天呢，那个地很多的虫蚁，那佛慈悲呢，解除尽死，就是卖去个打死，要免伤呢虫蚁。那么夏至已毕，就是已经经过7月15 90天已经过去了，故名解夏，已经把那个禁酒的已经解开那么修下以后任意参求，就是经过90天以后，那么可以不了解的可以自己这个问看要问谁有自己的喜欢所以叫自知即自由呢参法。那么十方菩萨呢，知觉心仪，亲奉直言，将求密意。
那么这个十方菩萨呢，知觉心仪啊，这个又不一样了，那个不同角度啊，这个菩萨心有疑的话呢，一定呢，要问佛，佛才能够给解答，所以十方菩萨呢，知觉心仪，知呢就是问，来问呢他们心里面的一些疑问，亲奉持言，就是直接听释迦牟尼佛慈悲的教导，那么将求利益啊，那个要这个追求啊，那个秘密的真理义这个是不记载在这个经典上面秘密的那个都没有画。那么即使如来呼咒宴安，为知会中呢先至深奥，所以这个地方只有这样那个如来呼咒宴安，就已经呢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为知会中呢在先世那个深奥，那我们经典里面全部都没有记载，因为迄拢点点的拢用一款那个身教在教导他们用那一种没有语言的那个方式来讲所以经典内底都无记载跟那个妙法莲华经那个前面一段是一样。那么华严轻重得未曾有，这法席是呢现在这个还在会场留下来的这一些人就呢得未曾有，就已经呢佛有告诉他们那个深奥的义理。那么迦陵仙音遍此方界，恒沙菩萨呢来场，这个迦陵是一种鸟的那个名称，那个鸟它的叫声非常好听，所以好像仙音一样，能够呢遍此方界那恒沙菩萨就是非常多的菩萨来祭道场，都呢在这个道场那个聚会。那么文殊师利呢而为上首，那么这里面文殊菩萨呢就是最这个最积那个智慧的上方，所以他为上首。那时波斯诺王为其父王呢委入营斋请佛供礼这个时候呢，这个波斯诺王为他的父王为日就是做祭啦他的父王的那个忌日，然后营斋呢就是办那个素食给僧人吃这个营斋。那么请佛呢供乐，请佛也一样来请。那么宫乐就是正殿的两旁正殿是办国家大事那殿的两旁就是在皇宫里面上管呢挺多正殿要办国事，所以没有在正殿办那个营斋。自迎如来那个波斯诺王自己那个迎接如来，广设珍修无上妙位肩负亲缘之大菩萨各家己本身来迎请名将呢在所谓大菩萨。那么城中呢复有长者居士同时唤声赐佛印。那么在王舍城之中呢，各有一番长者居士有在中驾同时就是唤声就请僧人吃饭是就是等候是佛来应等候的佛来回应。那么佛是文殊分领菩萨及阿罗汉
应之斋主。那佛呢就命令文士分别这个菩萨以及呢阿罗汉来应这一些那个长者设在前这一些修道人。那么唯有阿难呢先受别请，言由未还，不妨生次就只有阿难他呢之前呢已经有受别人请了然后言由未还，也未转来不妨就是未付啦未付呢互迄个文殊菩萨带你去迄个长者的家里吃饭所以不妨吃。那么既无上座及阿遮里途中呢独归他们这个佛这个戒律里面出门以后要有3个，一个上座一个阿遮里跟自己一个，安尼3个，安尼才无犯规啦。你若家一个出门就算犯佛规。那么上座呢有4种一个就是年上座，就是讲年纪真大年龄很长。第二个戒那上座就是受戒很久第3个呢福德上座就是福德就是很尊盛。第4个法性上座就是已经证无为证到佛性本体，那个呢法性上座。这里呢我们中文叫做窥范师，堪为人的师范。那么共有5种一个是剃度这个受沙弥这个持戒法。第2个呢是教授以受具足戒这个时候那个起戒。第3个就结盟受比丘那个戒的时候当那个坦白是结盟就是报那个号。第4个受经教授这个经典。第5个依止及参学之的主人。那么立志一生也出驴须2人，上座阿遮里这个同行，所以言行子恍过失。那么阿难呢受别请不同言辞故半理。途中呢独归。那么其日无供已经呢供养佛了，供养菩萨了已经没有在供养一般的僧人修道人就没有别在设供，所以就无供。那么即使阿难直持应器，就是拿着那个钵以手游尘次第行起。那么心中痴求呢，最后的谈悦以为斋主都没人供养身所以他就比较困难去托钵。所以诺王请佛长者居士同时换身，故阿难呢世路无供，不得已自己行起直持应器我们这边总叫应量器这个应自时量大小而成其器乃受时之这个具体色量体色量3个皆应华如华不能吃多拿的气太小，不能吃少拿的气太大要刚好。那么佛字那个体就是铁跟瓦2种可以。那么色有一丁给它分分呢没人爱所以这样就是不会惹起人家想偷了那因此事实
不收，这个炎夏炎热的夏天啊，对物件不必乱喷呐，量则应急，食量多少而为，极大呢不过3升，至少1笼生半，一升各半，各一半，以手游成啊，即手入啊，他所游的那个地方，诸罗华城就是王舍城。那么次第啊，寻取次第者呢，这个哀父，这个呢哀家哀父啊，有那个顺序，不越啊，这个贫穷，寻取啊，依顺啊，大圣法律。平等啊，次第而起，都是平等。小圣的起时啊，相觉之，衣冠唱三啊，这个土次法无淫舍。那么今次第啊，行取就是学这个大圣。阿难呢，心中出求，最后谈曰。那个谈就是布施，越呢就是越过贫穷，以为啊这个斋主，所以啊这边有讲说，谈及布施，为布施可以祸福，能越过贫穷苦海。那么最后以王及长者居士纠共代谢，为先前的谈曰，那阿难心中出求有花心呢，施我者乃最后的谈曰，以为我之斋主。那么还显王及长者居士为佛菩萨，阿罗汉的斋主，那个都比较高的程度。那无问呢，净慧萨利尊信及旃陀罗，方行等持那个旃陀就是屠杀业，那么阿难呢，他是要平等，写那个大乘法，我所求的事实不论呢，梵字是净性，那个旃陀是慧性，不过他们身份地位，萨利那个他们印度是叫王种，或是呢赞助，那个真济禅真好业，尊姓的旃陀罗，我们中文呢叫做杀者屠杀为业，那个是卑贱的那个职业。那么方行等持方者就是法，因要效法佛菩萨，以平等之慈心行平等之起时，不倦者卑微下劣之家而不取。那平等起时有5个义理：一由内政平等理，外不见有贫富相；二呢心理贪慢，那个慈无偏利；第3个表威德，不惧这个众相，孤有淫女家，第4个习凡夫的猜疑，第5个破恶圣分别。所以阿难呢要学平等之词不择微见，不选择那个起时的对象。花欲呢连成一切众生无量的功德。花欲就是花心，发大圣心行平等期，既不则不选择微见这类令微见者亦可施时求福，故能呢圆满成就一切定慧众生无量的功德。阿难已知如来世尊呵须菩提提大迦叶，阿难呢在净明
就是维摩诘经啊，维摩会上，那么早已经知道如来是真呢，和须菩提和大迦叶，呵呢就是骂的意思啊，因为啊须菩提舍贫啊起富，他的意思啊，就是恐其啊无尽啊，以续啊善根。大迦叶呢是舍富啊起贫，他的意思呢就是引起啊久苦，贫穷啊，都受生活的苦，令众啊不因，恶人的意啊，虽善而心不平，故为那个维摩诘净名居士啊所呵。那文中说如来是真而净名为金树如来或身，则知啊净名之呵啊即是真释迦牟尼佛之呵是一样的。又呢这个释迦世真以净名之呵为徽，实质啊亦呵也，就是骂他们心啊不平。为阿罗汉啊心不精平，屈两如来啊开阐无遮，度之啊夷。这个偏护啊令人生谤，然后呢为有爱护之心，贪口腹啊之欲，然后偏贫，就是像那个贫穷的去乞食，令人自疑啊，未有企图，然后阿难屈两如来啊，开阐无遮，屈者就净也，仰啊就是目仰目，净目呢，这如来，开花阐明，无遮限，平等行起，可以度之啊，怀疑毁谤。然后经比啊，城隍、徐部啊、郭门，严整威仪啊，消功斋法，经者是过经过，比啊就是四楼华城，皇者城外的豪胆，无水啊，为皇，郭门啊即护城之门，徐部者啊。就是学礼端庄，很端庄啊，行到呢，刚才卫兵的交接，那个啊，我们假如说到那个忠烈祠啊，去看他们那个仪队仪兵的交接呀，那个走路都很好看，缓急啊得以，犹如清风呢，徐来，严整啊威仪，端严整饰啊。其威仪，四目恭敬啊，其才华，以其感化呢，以忍。那么如此啊，有生善啊，灭恶之功，非阿难故众呢，事态咬人啊，恭敬，他们呢本来戒律之中啊，就是要这个样子。那么尔时阿难呢？因10次呢，经历饮食啊，遭大患之。尔时呢，就是啊，入城乞食之时，因阿难呢，欲学菩萨平等之心啊，乞食，然后呢，次啊，即次第，寻起，经历饮食，即引你之房间呐，幻视啊，就是虚幻的咒事。变化呢，物象啊，迷惑于人，令人呢失性啊，被其咒力啊所摄，不觉啊随从。那么摩登伽女啊，以娑毗迦楼仙梵天咒摄入呢习。这个摩登伽这个呢依那个戒因缘经啊，那个戒因缘经里面。翻译为呢，小家种，那么也叫做呢下界种，是其母名啊，他母亲的名字，
那女名呢，波吉底，哦，那个女儿的名字叫波吉底，哦，我们中文叫本性。未虽呢，堕入淫女，那本性呢不失。那么今女摩登伽女啊，哦，依母啊张名，按照她母亲的名字哦说出来。娑毗迦罗，我们中文叫做黄华，哦，意云呐金头，哦，金头黄发，以华哦黄如哦金呐，看那金。哦，苦行外道的名字，哦，梵称呢先天的啊，过去啊，哦，先梵天所受，那么金头外道，哦，那项羽，哦，传语啊，摩登伽，传给他的母亲，那么其女因见阿难啊，哦，具佛啊这个20种相，哦，然后呢色身啊。如影非常好看，哦，心生的爱染。因过去500世啊，以阿难为夫妻，已经呢爱惜未忘，爱的心一见呢就喜，看到就很喜欢，故来其母亲讲，愿为夫希望他做丈夫。那么母亲告诉他，阿难已经出家，要呢舍离爱欲莫做思念，唔能够有这个念头。那么其女一直要求他母亲当满守愿他母亲被他缠得不得已来这个做尽护食，用迄几位迄个囡仔。看了迄个吃的米来顶头，那么死于遂于阿难，伊体力有阿难，而阿难呢，心意恍惚，背起邪咒所摄，便至其家，深入饮食，离夜旁间，及摩登伽之寝室。那么因公五魔将为戒体，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大概我们凡人最喜欢这样的喜不喜欢？这个公就是身，摩登伽女隐性呢炽盛，这个欲焰飞扬，他那个。爱的那个心已经很高很嗨，将来起身这个波尽阿难，那么辅之摩之阿难则如醉如痴，心虽明了力不自由。那么将毁戒体，戒体即受戒的时候。登坛白结魔见，就是登坛已经讲那一些里面的内容，所得妙善无漏色法，即是呢无咒戒体。那结魔师第一番白于云，此是第一番结魔已成。那十方妙善戒法，由心业力悉皆正通。那么次于此是第二番结魔已成，十方妙善戒法于虚空中如云如海，互如顶上。那么第三云此是第三番结魔已成十方妙善戒法，从如顶门流入身心，充满正报，是为戒体。那么戒为戒体乃摩登伽女将欲毁阿难之戒体以遂其欲，就喜欢跟他做爱。那么信阿难呢，以正出国有道这个戒力有道呢共戒力，身呢虽静而心不动。
来将毁而未毁，犹得保全戒体。然当此事事破情假，虽莫导世真大慈，宁不救我？那么世真呢？这个他心悉知啊，故下文。所以他有接受那个戒体以后，心里面呢祷告今年释迦牟尼佛赶快来救我，释迦牟尼佛才能够收到不然我们众生大家也都在苦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都没有收到我们那个受苦的心声？因为我们没有受那个白结魔的受戒。那么如来知彼隐士守家，灾必贤归，王体大臣长者居士，彼就指恶难。佛心真知无所不知，知恶难呢为隐士守家。那么隐士就是协作为导引之事，既被作力守家，无力敌苦，故望佛垂救。那么佛的常理灾必既会收法，佛一般受人家这个灾情的去吃饭吃刷拢会讲经说法。那今日呢速归，今仔日呢真赶紧就要回去，必有因缘故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就是要听到一些很重要的佛法，所以我们把那个法要就写在一张这个讲义上面，所以都有这个身上都有一张，对不对？这个就是法要，楞严经的法要。那么既来随佛愿闻大法心要之意，这一段呢有微细的理在，我们呢加以了解。如来应供王宫呢，允和之也。一叠王宫那一张，因恶难呢有护戒之善念，自然呢那个感动，能够感应，感应这个佛心。如来愚人呢，皆不知处而独知也。如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他知道呢？如来妙智虽周遍法界，但无感而不能应。何以故若无感而应者则如来之智慧如同凡夫之妄想。无故呢而生知觉，不会无故而生知觉。若如来无感而能应者十方一切众生受苦无量，皆应往救。若往救者世间苦事，何不这个习昧也？若知而不救，则非佛心。好像世间四大所有风土之性，周遍法界无处不有。若无因缘接触毕竟不能发现。佛性呢亦不如是。佛虽呢有普度之心，非有感而不能应。所以修道自己发心非常的重要。日常的生活时时刻刻回光返照，26时钟，26呢就12个时辰，一个时辰2个小时，26就24个小时，时时刻刻都守住中道。中道就是佛性本体，就是呢跟如来佛这个心相应，如来会来度化引导。但一切众生呢日常生活却是希望被美色这个引供抚摸，时刻以身体的感官呢刺激享受
为追求的目标。这个住在的形象上与佛心不能相应。想成佛不是梦幻吗？这大概我家己写的。于是呢，这个真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生次千亿宝年。那么于是即佛归众随，阿难的戒体将回未回之时，顶呢即呢这个肉髻顶相表如来常性，本觉离体。光明呢表始觉自用，光是百宝表慈悲得用，有求必应，可以摄受前品。光是无畏表威势利用，无恶不摧，可以折伏众邪。从底放光表从体即用，依本觉离体其始觉自用。光中呢出生10宝年，表因行色觉起行，为依始觉智而修大圣行。有佛化身呢，皆夫家咒，宣说神咒，上乃放光生莲，此则呢化佛说咒。无我心佛是无上心法，佛居佛顶乃尊中之尊，所说神咒即密中之密。佛表知佛即果，莲华表如来密因，金华从顶出，显一心不离果觉。佛在华中显果觉不离因心，为修德有功，性德方显，能成就近觉佛。这家福咒乃叠子而作。本经有5次的放光，此第一次从顶表依离起智，第2次呢从面门表知智将开，第3次呢从那个万字表因心显见，第4次从知佛顶表一多无碍，第5次呢从无体表耳根连通，总色呢知根，次文思思将作护恶作消灭。这个次德就是次令。这个我们了解人王法王俱可这个称次。那么咒虽佛说必假生成，必次文思者，以阿难为邪事所厌，非大智莫能写，摩登邪为痴爱所伏，非大智莫能解脱。以文殊的智慧化性与痴爱，故能呢提拔阿难，出于隐士，讲劝性离归来佛手。那么提讲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手，提对阿难是罪初醒，精神未复，故悉提悉讲对登伽，如此不悟，未肯忘归，故悉讲劝。登伽见佛成佛开导，顿证三国，一机手这个戒言诚意利益，将此段经文换成领悟的契机。阿难就是自己邪咒隐士及这个现象之美声美色，见色即堕隐士，闻声呢即堕邪咒，玩回光返照即佛呆闭闲归，放光化佛，求出离声色之方法，即化佛说咒，能出
起出离之心，即佛之闻思了声色呢，空无所有，即归来佛手。这个是把它又讲白话的另一段。那么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愤无始来，一向多闻未见道力。从此一直到流通分之前，皆是正中分。那经这个真正中要之意，即正受言性定宗旨。阿难自愤一向多闻，未见道力这个五遭患事不能自救。阿难与佛同时发心，佛众实行，阿难众多闻，喜欢多闻。佛已经证悟果位了，阿难未了道，故自愤。顶礼者谢垂救之温，悲泣者伤行起之思，悔愤无始来，一味的偏重多闻，不勤定力未曾从闻思修，故未遣道力，不敌这个邪咒，这个道力就是定力，那么此一份正是阿难缓迷归悟改过自新之心，他的心已经改过，因亲祈请慈王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所以这个妙奢摩他要灌，那妙要灌下来，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禅那。可是经典翻译，他就省略了那个后面两个妙。那么诚恳请求十方如来成就之方法，欢离菩提，我们中文叫做觉道，为自觉觉他，能够自觉又能够觉他，觉醒圆满，走成三菩提之道。一真性菩提，以理为道；二实质菩提，以智慧为道；三方便菩提，应机施教为道，应机度化众生。真性菩提者，即真如自性，真如是理，此理为自心本觉之佛性，又即一真平等之性，众生仙佛一样，这个生活不二，生就众生，佛是佛的果位已经成就，不二都一样。众生迷此，知佛正此，差别在这里。正即此理，法身显现，即法身而。那么实之菩提者实质之真实之智这个穷得一心本源，称真如理所证这根本智，成自受用报身，此智照理，理无不测，又名理智，亦名实智，以真实智照本觉理，即般若德，上面法身德，这边般若德。那方便菩提者，全有方便，自觉于缘然后觉他，从根本智起佛的智，现他受用报身，为大基的大根基的说法，又应各种机现应化身成就众生各种事业，又名是智。亦名全智，全就是方便，种种自现自在无碍，其称解脱德。所以三个，一个法身德，一个般若德，一个解脱德。佛证三德，具三真，成就三菩提。阿难分小圣无力敌魔，思修最上一圣之法。此即
这个发微小向大之心，故有此请，这个就是这个本经的开头由来。妙奢摩他三摩禅那，阿难不知十方如来因地所修之定名，乃举常补常收得三种定的别名，加一个妙字予简之。妙字须冠下三名称，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禅那。那么简此定，非作意修习之定，不是我们那一种凡尘，那个用四心在修的定，乃天然本具之定，非独自四心之定，乃圆含万有之定。故呢，妙称之。奢摩他等三呢，乃定之别名，所能言定之总名。然当知奢摩他三乃定之共名。他经呢亦有经也有奢摩他，所能言为定之不共名。独举此经故，只有这一部经才有所能言大定。剩下的没有。那么阿难加一个妙字予简之，是刻定请佛指示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之定。那么佛知阿难问意以回小向大，发菩提心，故摩顶安慰是之有三摩提，名大佛顶所能言王。即转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那么此所能言王及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不之定，此定言含奢摩他等三种别名，成一佛定的总名。那此一门超出即一甚了义修正之法门，方能超出权小而去妙庄严路。那么佛既是总名之后，乃复按定信解修正那个秩序直达三名。以正说前经文中三段有标出界限分明。那么出佛破妄事无处之后，急求世真，开示我等奢摩他路。当知此相，正破妄事非心，妄事无体，乃彻去奢摩他路之障碍。以四心乃能也大定之障碍，四心不去大定不成。故此三名不可用此观来解释。以此观不能舍离四心。四心有生有灭，如以生灭心为因，决定不能发明不生不灭之性。故佛此事根中不动摇，不生灭之见性，要阿难开解照了。此常住妙明不动多言之定体，即奢摩他。佛要阿难生信发解，言入如来掌心，为所能言定体，微密光照性具即定之慧，即精明之中如来密因是。那么其段说性不说修，故独属奢摩他开解照了如来常性本际之定体。那么接着说妙三摩，是实际进入修持阶段。那么经文佛云：阿难汝等决定发菩提心，以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应当鲜明发解初心二决定义。二决定义一决定以因同果，若因地以生灭性为本，修因而求佛圣不生不灭，无有是处。
那么此舍事啊，也名利。所以或许一直在阐释说，不生不灭的心，修生不灭道啊，都是从这出来的。那么而决定呢，从根啊解决，佛理啊，悟后起修，须以六根啊，选择一根下手，但从一门深入，自可入一无妄。一根呢还原啊，六根解脱。然后无师特选耳根呢，从闻思修，即为妙三摩。那么从根修正啊，乃性具啊，即会之定。佛要阿难呢，多闻之人，乃向耳门就入啊还家，即精明之中修正了义啊，之也。再接收妙禅那，因阿难白佛言：我辈啊疑问，好为多闻，以知漏心啊，为求出离，蒙佛慈悔，得正呢熏修，身心快然，获大老益，再请禅修位。那么佛会说妙性严明，离之明相。本来无有迷雾啊还胜之分，因众生一念妄动啊，从真起妄，故有12类身。凡妄归真啊，则成55位。由前三摩，正圆通体，安住啊圆定，登体起用，万行还心，自此啊本定，立位啊增进。圆满菩提啊，为无所得，即为妙禅那。那么精明之菩萨万行是也。那么此事呢，自他两利啊，上求下化之行，何止三定的别名，成一首楞严总号，即阿难所请，方如来得菩提之定。那么最初方便啊。于是复有和恒沙菩萨即知十方大阿罗汉。那么最初的方便啊，即奢摩他，物理啊为最初方便，那么修行呢为初方便，所以一个最初，一个初。那么修行啊，即三摩，禅那呢为方便，所以最初方便、初方便、方便三个。那么以禅那中呢，以得圆正，定慧呢均等，中中流露之行，为即萨波罗海，我们智慧财，方便萨波罗一切种子啊，知佛究竟圆满果的智慧。那么佛教以方便为门，今奢摩他呢最初方便是悟门。三摩初方便啊，是修门，悟修，超出生真门，然后禅那方便是正门。经历呢55位啊，真菩提，正入啊，涅盘之门，就已经呢正入啊这个涅盘，那么于时，即阿难呢请求佛定之时。成佛法三圣啊，这个供养，共同敬仰，故引复有和菩萨及之十方一之佛等。什么？超过？没有，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问，所以我想只想留下10分钟就好。好了，现在还有20分钟，因为大家口这样念会想说我提灯来看，我提灯来念就好啊。其实你拿回去看不见会了解里面意思，所以或者才会把它念出来。这一段是一个起头而已啦，后面很多都是要我们去用心的。这个是一个开始怎么样来一个起头。
不要觉得它很深啊，它很白话，有没有？很白话，足浅的啦，袂深不深，会讲真深就是咱拢唔捌接近啦，所以记得那个后面那一些整理里面都要带回去听，带回去看。剩下20分钟留大家问，已经减少10分了。下个礼拜现在再不问，下个礼拜剩下10分钟再不问的话，我们全部都讲课。有没有要问的啊？剩20分了。好，请说。好，老师好。好。为了让你多一点时间让同学，就要帮我那不想的问的对不对那个请讲师复习一下。我想要问今天就是有那个阿难第一个就是说，他在刚刚讲的就是跟他老师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第一个他应该是有得到的他要有求到的这是一个候选要问的这个。那第二个部分来的话，就是说，就是他遇到危险的时候，然后他可以求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用。有时候我们就是第一个就是佛性第二个就是跟理智有时候在冲突的时候，就是在交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遇到这种状况。那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觉得做法就是以那个刚刚所讲的是真性菩提那真性菩提来讲的话，就是说先我会给你加你加持。当然这中间有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包括说历劫来说所想的所做的当然就是会有影响那后学觉得是说阿难他应该是也是要聊他这段但是可能在自信上或者是这个现实的生活之中，如果有相冲突的时候那怎么办？第一个可能他会觉得很就是非常的难过那如果说我们修道的人如果说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有些来讲的话就是说谈到婚姻后学有一个职员他说他想要跟他的老公离婚但是他已经就是嫁了第二个，比你嫁的，然后再第二个，但是他说他实行基督教，但是基督教里面说他是不可以离婚的，但是后来他也离婚了，这是第一个。然后我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修到了就是说第一个色界从淫界这个淫来讲的话，产生意念就算了就是说看到的或者是想的就是很严重。那请问这个刘讲师就是说，如果说从这个淫念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以你现在的年纪就是大概比较稳定的部分。年轻辈的有时候生理跟心理的部分就是说可能包括说想，包括后学的孩子就是说联想，包括说连现在电脑都不能看，都不能进去看，因为老师说过这个就是八大意思这个以后可能就拔不掉。那请问刘讲师有关这一部分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就是说给这个年轻一辈的人但是如果说讲经说法他又听不进去，那有怎么办？刚才的后学还没有上来讲课的时候，我们这边负责点儿师呢有跟后学讲，说我们礼拜有讲那个就是求道以后再去皈依的事情
交代说那个不用就是回来忏悔，就是回来向老母磕头，多磕头就好了。因为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形之下，然后就是皈依啊，那个本身啊那个罪过不大了，那我们知道错了，自己啊都向老母磕头就可以了。先把这个件事讲给大家知道。那刚才呢这个问的问题啊，因为他也问得很复杂啦，我不知道要从哪一个去回答起。是要从就是那个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从那个观身不净啊，我们上个礼拜有讲，他们印的那个修持者，他们都有那个尸体灵呐，可以去去观察那个我们人死了以后，一天是什么情形，一个礼拜是什么情形，然后一个月又是什么情形，能够观察他的变，就知道说我们人那个真的是观身不净啊，36物合成的身体呀，都我们是爱哪一个？36物里面哪一个？分以后啊，没有是可以爱的，拢正垃圾，所以从那个根源手，然后呢了解说，或者都很广那个，谢谢你那一首歌啊，那个我们老师讲，真信可以这个留下我们那个累世累生的记忆啊，都是说我们已经不只有千生万世，拢无法度算，已经太多的多，那个生生死死太多的了，我们都在其中在翻滚，在那个因果里面，所以我们开始讲，柱子对法龙说，那个一切的因果皆如梦幻，就好像我们做梦了，都是梦幻，不真。所以我们在造因的时候自己要掌握那个因自己要了解，起心动念都要知道，所以那个路那个生命因果牵系都是我们心念的累积，对不对？我们心念起心动念太多了，因为都起心动念都不合真理，所以累积太多就变成我们六道轮回就已经太那个密就是很顽密，所以一直在六道轮回都太久了，所以我们要就稍微清醒一下，能够清醒了以后我们回到那个外面放下一念不生，不回到佛性本体嘛？回到本体以后，我们了解说，我们经过非常多的缘会，经过非常多的六道轮回，都已经太密集了啦。可是我们一个也不记得，没有一个是记得啦，都全部都忘光光了，那我们了解，不是忘光光就没有，还是有啦。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光返照，来看看我们那个念头是从哪里来的。起念的时候一定有它的内容，然后我们呢看看这个内容它是在想什么，是从哪里来，去找它的因那我们找到因的时候我们会很高兴。为什么？既然知道因就会知道解决的方法，怎么样来解决就会知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外在的约束力都不是很够了。什么基督教不能离婚，后来离婚了，不是这样说吗？他对那个基督教不能离婚相不相信？他就不遵循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是内心重要了。那个外在的环境变得无常，都一直在变。那我们假如说都看重外面的形象，
那我们内心呢就没有一个定，笃定，我们内心那个定力都没有，都会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一直变，一直变，变到我们自己都讨厌自己。各位啊，会不会讨厌自己啊？不会啊，真的，那真的就很好，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念，贯彻呢我们那个中国文化传承，这样的话呢，很笃定，那个外相外相呢都变化无常，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男女之间的那一种那个事，年岁大跟年岁小没有关系。你这个不学了，你到老了还是那个隐心很强。你年轻的时候能够有正确的真理观念，那个隐喻的心不强。那个不关年岁啦，它关系到我们的认知，我们对佛性的认知，对真理的认识。说都认识了，那就不会。你只要说能够体会原来造化之中我们是一体。那一体有没有自己跟自己爱？有没有？没有啊。所以会不会做爱？不会很向往所以或者就讲。到达那程度事来则应，事去则见。男女之间结婚的，你做爱就像吃饭，不是每天要吃饭吗？有没有？有没有很奇怪？是不是很正常？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都是很正常的状态之下，不要这个奇奇怪怪的那个就好了。那夫妻都是要互相扶持、互相关怀，那个倒是很重要。他要从心里面建立，心里面建立对对方的那一种那个去关照去爱护那个不是口头说一说就好了，要从内心去做。那我们有实际做了自己最起码很踏实，在那个人道上面不会亏欠，所以修天道有人道奏起，人道圆满了，天道就可以到达。现在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内心重要，自己发心就是呢要勉励自己一定要成佛。现在呢勉励自己要明心见性。这个不是空口说白话明心我们明的心要明明了妄心，明了真心，明心，然后见性见到自己真不昧的佛性本体，这样明心见性，心明因果就不迷昧，见性成佛就无疑。不是会背了吗？不会又忘了听伤济变乖老子，乖老子那道理知影伤济啥拢袂用。然后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听得太多了，我才袂晓做所以还是要了解说根尘相对咱说一根一尘，眼睛然后呢形象，这个叫一根一尘，然后相对会产生念头，对不对？这个念头心意识，我们在凡尘用就是用这个啦。这个它是会随着外境的变化，然后我看了以后，看它变化，我们心就跟着变化，所以叫做生灭心。生灭心它一直在变化，我们日常用要用不是说生灭心不用，一样要用，只是那个事来则应，事去则见。因为生灭心也是佛性生发出来，
佛性的功能作用。那我们现在啊，研究心理心法是追求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我们追求本体，不把那个功能作用啊当成本体。因为妄心呢，它变化一直变化，所以妄心无体。或者不是讲嘛，假如说那个茶杯是古董，那古董就很值钱啊，安尼要几十万的，对不？我们就很喜欢啊，是不是心？是。把它打破了呢，爱不爱？那个爱的心跑去哪里？不见了，再怎么找不回来，对不对？所以那个叫做妄心，妄心无体，没有体，它随着外境变化就变化了。所以你看男女之间恋爱，爱个你死我活，结婚啊，结婚即马说的环境甲因分做两位，个人赚个人的钱，结果各有第三者啦，各有外遇啦。伊句咧爱时阵是咧爱假迄嘛爱真的啊，对不？所以他们都是把真心建筑在事性上面，不是这个真心啊。这真心不会变化，因为它没有形象，不会变化，也不会生灭，都如如不动。那我们要知道，如如不动的才值得我们追求。一直啊在变动的放伊去就好啊，两放袂两放就烦恼那会样就只逍遥自在所以要活泼玲珑我们要很活泼功作用就让它功能作用，一次用了就好，过就过啊莫搁去想伊啊那本体要守住啊。要守住本体，本体不会变化，常住不迁。你不爱用伊嘛拢地理啊，你若用伊欢喜，所以就爱甲请出来做主人，可以来发号施令，指挥咱的这个言行动作。那佛性伫咧指挥咱的言行动作，迄拢合理啊，合理就无业，无业就唔免受果报。不接受果报就没有苦了，都解脱了。那假如说我们都是很注重现象、住相，住相就烦恼啊，烦恼你看有喜欢、讨厌，都有取舍，所造的行为啊，就业力形成，然后就要受苦，这样了解吗？所以都鼓励我们问啊，迄北部的前线咧问迄个问还未了呢，一个经过问，讲你小等咧，解决了再去讲你，无啦，我这参在内底，问得很努力啊，又是很深入，不是问迄个粗浅的，拢唔安尼诚深内底里面，表示他有用心，很用心的在研究这个真理。要把真理融入咱的佛性，这个是最重要啦。还有回答了啊？因为你问到我现在唔知影讲你咧问啥。还有2分钟，好，请说。各位联合师、各位前贤、刘讲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三师神是什么？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上课的时候可不可以一直念那个课本？可不可以说一些比较能够动脑筋的道理？要不然的话，真的或许也想睡觉。那你就尽量享受，那个意思，一打瞌睡也不会做梦了，一打瞌睡也不会胡思乱想，那个最接近佛性，当然有一些啦，因为这一些前面是交代他的一些过程，所以我们把那个内容讲出来，没有念小的字不知道它的内容，我念过以后讲到那个真理部分我们都会慢慢说，要
像上个礼拜啊，我们也是要慢慢说啊，慢慢说，要各位了解，以了解为最重要。啊，头迄个问题是啥物？啊？三尸神。对啊，就是我们身上有三尸神，他就是报告我们做的善事跟坏事。那这三人是什么是三尸？那个是实以我们不是有佛性嘛，有秉性，有习性，对不对？啊，他那个它是集中的，有身体以后才有。咱有身躯以后才有三尸神，迄是伫咧管咱这个身躯的作为，在管辖我们身体的作为，它是比较报忧不报喜呀，好的伊拢不爱报，报拢报坏，那个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倒不用太在意那个三尸神，也不用在意呢我们那个我们过世了以后叫什么？过世了以后啊，八世啊，第八世还没有离开身体啊，那个叫什么？阿赖耶识。第八世阿赖耶识啊。可是我们要了解说，阿赖耶识呢，它是最慢离开，最早投胎啊，投胎它先来，过世以后它最慢走的。所以我们在那一个阶段之中啊，我们有修，在凡尘有修。那个阿赖耶识的作用就很大，它可以支撑到49天。那假如说人都不行善，没有修道，那过没多久都无啊啦。所以看他的那个过没多久啊，身躯拢会变变，有无？那个阿赖耶识已经离开了，超过2分了，结果。各位点爱师、各位讲师、各位坛主、各位亲人，大家好。我写三道天师的老天前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或学学讲。这个我们呢上个礼拜大家都讲说一直看着这个文字在念，会睡着了因为那个都是背景介绍。内容呢，这个比较不关紧要。那我们从今开始就转入这个心法的部分，讲这个心法。所以一样呢小的字我们回家去看，从大的字开始讲。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边？第10页。第10页。第10页我以为说又回到了这个最吃方便这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呢开始就是讲这阿难被这个文殊菩萨带回来，那么他混呢这个无始以来一直好多闻，未尽定力就是没有在定力方面呢加以修持，所以他很悔恨，都因为有这个恨呢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在凡尘踢到铁板。那踢铁板的话就会改变我们想法跟改变作风。那么从那个阿难回来以后那个跟佛这个请求能够将那个十方如来得成菩提的那个方法，能够呢开示让他能够修持，能够成就。
那么这边呢就开始讲那一个最初方便，以及初方便，以及方便。最初方便呢，就是先了解圆融的道理，是十一奢摩他。然后呢，那个初方便啊，就是要实际去修持实践，就是三摩地。那这方便呢，就是禅那都是已经修了以后有功效了，所以三个听起来好像差不了多少。最初方便，初方便，方便，是不是差得很小？差得很小，所以他阿难的要求说能够将那个最初的方便能够行这个开示，也就是奢摩他路。奢摩他以前我们有讲说呢那个天台宗的开宗祖师有创建的那个止观法门。那止观的法门就好像那个奢摩他就是领悟圆融的道理。奢摩他跟三摩地跟禅那，它三个呢翻译成中文都叫正定。那三个正定内容都不太一样。奢摩他着重呢在领悟圆融的道理，那个物理为先，领悟最这个出手的地方最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理念正确行为才会正确，所以那个奢摩他路这个阿难一直要求能够呢开奢摩他路。那领悟呢圆融的道理可以说我们在这个求到了以后应该就要这个告诉各位这个圆融的道理。可是我们可能都善因也不足了，没有那个善知识来引导，所以我们很久等于说整个修持的方向都不是很正确那仙佛来介绍来开沙，那讲的呢也都是性理心法，因为我们都没有研究不了解内容，那不了解内容就无从修起但是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都很可惜。然后谁说我们修道了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佛性，就是一定要明心见性这个成就成道成佛都是从心性修起。假如说不是从心性是从事跟相。那事相方面我们了解是呢了我们的业障，以及跟众生结缘他呢在这时的功德方面可以说完全的有了。那我们都认为一直很努力的跑，很努力的在做，可是都住在形象那个是盲修瞎念再怎么样久的时间都不会成道，不会成佛所以一定要从心性着手，而且要深入深入我们心性了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修道轨道。那我们也已经各位人员都很难得已经熬过2年了，对不对？熬过，因为听不懂都还要坐着听很难过的，那个叫熬煎熬。不过都给我熬过来了，对不对？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心得，虽然不敢说很透彻啦，可是毕竟已经要我们再回去这个上以前所讲的课各位浅显坐得住吗？这一条我们听的人比讲的人还高超嘞
所以你就坐不住了。为什么？因为讲的不符合你听了，没有从真理，没有从心性去阐释的话，讲的都是皮毛，对我们帮助不大。所以一定呢，要从心性着手，那我们努力去行善，又不住相，这样呢，我们所有的善融入我们心本，融入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这样的话呢，就叫深植本，我们有道德根本，都深深种植在我们佛性之中，所以我们就有内涵。那有内涵我们以后假如说呢，做上工作就做得住。那像我们事项一直在做，你说呢，做上工作宝宝的坐不住，因为没有那个德性。所以从六祖坛经开始六祖就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那我们最难得就是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就是培养德性。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分别心都非常浓厚了，所以那个德性就培养不出来。那我们呢，一定要从真理方面着手，努力的修持，那听久了一定能够听懂了，对不对？我们听了一次不懂，两次不懂1个礼拜不懂，1个月不懂，1年就懂了，1年不懂，2年懂了，2年不懂的话，3年就懂了，懂不懂啊？一定会懂所以听久了一定会懂。这个信心法越修呢，我们就会越高兴自己越充实可以说晚上呢，这个睡觉的时候盖着棉被都会偷笑，不像以往盖着棉被唉声叹气。可以有没有唉声叹气没有真的那么好。因为这个越修烦恼越多了那个都方向不正确。那我们呢这个研究心理系法了解说怎么样修才是正确的进入修道的轨道怎么样呢改毛病去脾气都很重要了。所以修道呢都是这个挑自己的毛病，改掉自己的习性我们有佛性，有秉性，有习性。佛性呢它是如如不动，不会变化我们领悟它在，我们不领悟它也在，我们知道它在，我们不知道它也在像那个谢谢你或者都一直讲，老师把它点出来说这个深信深深的相信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累劫就是缘会啦，经过非常多的缘会，以往已经经过非常多的缘会12.900年非常多那个累世就是6道轮回，6轮回或者说一个缘会大概就有6万年。那6万年我们假如说都是行善就有1000次的人道的机会生在人道之中。各位在人道之中生了多久只有今生这一生吗？都不是那个以往都已经经过千生万世，非常多了所以我们在凡尘的遭遇都有其前因后果所以只要是我们遇到它一定有前因那么现在因缘汇合，让我们呢去了这一段因缘。所以老师才讲说缘起缘灭我们要圆满，有没有所以在生活中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它可以呈现我们整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
只要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三心四相没有，我们当下一念，就记住了，直是古今，那个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那过去式也有三个过去、现在、未来，现在有过去、现在、未来，未来也有现在、过去、未来，加起来就9世，然后在现前一念就10世，10世的古跟今不离当念，不离我们当下的念头，所以我们当下只要没有三心，没有四相，那没有三心四相没有分别，就已经整个佛性都呈现，呈现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都这个从真那期望，然后就造业，造了业就受苦，那受了苦就怨天尤人，这样子恶性循环。然后我现在知道了，就要了解到，过去就拿过去，未来还没到，现在住，既然三心都没有了，就没有四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那四相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不管是物，不管是人，都是平等。那既然都是平等，就没有喜欢讨厌。那没有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我们就没有行为动作。那么所行为动作都符合真理。那符合真理造业，不造业不受苦，解脱了。所以要自己解脱了。不是求仙说我很烦恼，请帮我解除这一些苦难。不是这样仙佛他不会帮你这个把所有的业障消除。要消除业障是要自己，自己努力自己努力才会。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讲那个数值对那个法龙禅师讲，那个业障那个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这个节思节律，没有思虑那世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以佛何殊？跟佛没有两样更无别法，已经没有再别的方法汝但任心自在，给心自在，莫起关照，亦莫这个诚心那个莫起贪嗔怀愁绪，然后这个荡荡无碍，没有挂碍，任意纵横，就是自由自在这样任意纵横，然后行智作恶触目意眼皆是佛妙用，然后快乐无忧，故名为佛。这个是指对那个法龙禅师讲那个道，因为那个时机在西元600年左右，在六祖的那个诞生那时期，蛮早了因为在达摩祖师传道给神光以后那个皇帝就是在杀修道人所以二祖就赶快要那个僧璨三祖躲到深山去，要传道，你传道就会被杀死那个道脉就断了，所以那个历史之中那个三祖僧璨的事迹就完全没有。然后世祖道信到山里面遇到三祖然后三祖这个教导把道传给他然后后来又来才有这个流传一直传到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那个道有一个脉络有道有上天
派个祖师啊掌道盘来传已经呢得道的这个众生。那在呢这个三佛授言之前呐只要你是程度够了，已经到达那个真理的领域呀，那就不用这个祖师来点道受记啊，就不用，直接就可以回本来的那个地位。那从三佛说以后没有祖师受记啊，没有点到，那个就是邪魔外道，连都不承认啦。那有的前人在问说，那我在我是要生在那个没有那个上天派祖师来掌道盘的时期。我说那可以啊，你行善把那个种子不灭留着，等到下元会啊有开天辟地隐会降人，那个时候啊那个上天派七佛来治理凡人，要给众生住，那个时候你再来就可以不用接受祖师的那个受记，不用点到了，就可以回归本位。各位有把握吗？我们大概都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能耐，所以还是在这时期啊借着上天大海普渡已经呢那个一代祖师啊，把我们玄关都已经开，所以读破经心忘点啊，不如明师一点，我们都有讲嘛，有没有？所以修的再好，没有明师这一点啊都没有办法归位了，上天都不承认，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定得要求道求道打开玄关所以各位要了解那个一代祖师啊掌前并掌握道盘，才有那个可以那个打开众生玄关的那个那前并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求道的时候一起谈的老师就已经到来了是老师点的各位要了解是老师点的，老师才前并你没有掌道盘没有前并可以点开众生的玄关非常重要这一关呢非常重要而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完成的名相是什么名是什么相，那个都虚幻不实在，是假的那释迦牟尼佛也讲说语言文字啊是起灭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于第一义不能显示这个意思呢就是讲语言文字里没有道，只是借着语言文字来传传那个最殊胜的方法那我们不要住在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工具所以或许老天住在一起的时候老天都时常在念说我们完成博士很多，有没有很多现在很容易就念可以拿到博士的学位博士很多，可是没有一个博士成佛他念得很通这个所有文字语言都念得很通达，可是就是没办法进入性理心法，所以成不了佛了，而且得博士以后都很骄傲都高人一等那个观念就已经不正确都是平等，性相平等，人与非人连非人就是那个天龙八部那个都不是人，他的性跟相跟我们都平等所以一定要培养自己那一种没有分别的心就是平等，人与人事与事人与物人与事全部都是平等那有平等的心我们就可以降服所有的那个不好习性不好的习性本来就没有，那我们落入轮回太久了自然形成，那到现在深根蒂固要改都很不容易改
所以一定呢要下定决心，先明了自己的那个缺点在哪里，然后呢用心把它改掉，改掉就好了，一定呢可以的，所以在凡尘啊，法无定法，一切法都无定，要我们自己努力，所以修道一定要回光返照，关照自己所作所为符不符合真，符的话，可以延续，不符合的话呢，可以改过，这样呢才不枉费我们呢，这个能够呢得道，能够呢修道，又能够参与办道，这个都很不容易的，我们要珍惜。那我们呢就又回来讲楞严经，各位一定呢要呢用一点心多用一点心自然呢，那所有那个释迦牟尼佛要表达的我们都会了解。我们讲到第10页的哪边就是以大致的来讲，就是最方便，对不对？以此呢，复有恒沙菩萨，及之十方呢，大阿罗汉，就是这一些很多一粒沙呢，一位菩萨，非常多的菩萨，以及十方的大阿罗汉。阿罗汉称大，那已经呢，就是表示他呢也已经进入菩萨的那个程度，只是呢他们都会这个以大象显现那个小，就是隐藏呢他的那个根基很深的根基都把它隐藏，那显现的那个形象就是那个声闻以及那个辟支佛比较呢浅的那个程度。那么辟支佛等愿呢要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都已经呢这一些辟支佛呢就是没有人教，自己这个观察万象的变化。观察万象的变化呢，就知道万象是假，那万事也都因缘际会，所以万象万事都虚幻不实在。那能够知道虚幻不实在就不住相，那不住相以后就会回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方面，能回来那个修道就已经正确了走入修道轨道。那么尔时世尊呢，在大众中施呢金色臂因那个释迦牟尼佛金身呢都是圆福坛金就是金色的，所以他的手臂也是金色的摸阿难顶就是安慰这个阿难然后跟他讲告示阿难以及施大众这一门不只有阿难受益受到利益大众呢一样呢受到利益。所有三摩体名大佛顶，手楞严网，具足万贤就是有这个三摩体这个是佛他定的一个总名叫做大佛顶手楞严网这个呢就是大定的总名所以这个佛才具备这个菩萨都还有手楞严定那个菩萨都还不具备他是百千三昧的那个生出者，能够生出百千的三昧能够具足万行，所有的万行六度万行呢都在里面。那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十方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那么十方如来就是讲空间所有一切都一门超出妙庄严路都是一门
超出能够呢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德那个本位。那么如今呢谛听要呢阿难这个谛听，谛听就是抛开自己心里面的成见不能有成见这个有成见就听不来，那听呢听不来，做一定就做不来，所以一定呢要谛听才能够受到利益。那么阿难呢顶礼福寿子阿难呢他就就接受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开示。那么佛告阿难如我同气这个佛跟阿难讲说如我同祖脉的祖先的气脉同气就是他们都是这个兄弟姐妹兄弟。那么情君天人，那个情跟天人以天为这个主要的，不是在凡尘教的道义之教啦。那个道义之教跟那个天人是不一样那么当初发心以我法中见合圣相顿舍世间珍崇的恩爱这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说：你当初发心后在我佛法里面看到什么样的那个圣相殊胜的形象能够顿舍世间深重的恩爱那父恩母爱能够舍掉，然后出家来修道，一定有很大的原因那么阿难他就回答我见如来32相我看到如来这个32相，所以我们了解说也是见那个相那个殊胜非常的懂所以才舍掉凡尘的那一些那个挂碍牵缠挂碍都舍掉，然后进入这个佛法就是这个剃发，然后穿袈裟。看到32相圣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他的那个身体，那个释迦牟尼佛32相那个身体竟然可以映彻，也就是可以从外看到里面看得这个很详细，好像琉璃这个透明的看得很这个清楚。那么常自思维阿难就常自思维这一个思维心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那么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他说这个32相不是这个欲爱所生何以为什么呢欲气粗浊，那个3个路就是粗了，很细很粗的粗真粗意气粗浊心造交媾就是男女之间做爱那个叫交媾脓血杂乱不能发生圣境妙明就是从做爱生出来不能有这一种形象不能有这么好的形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行百善就成一相，行了100善以后就有一个相呈现所以佛他有32相80种好，都从累积那个善产生的。紫金光记那个那个殊胜的形象是紫金光记是可养所以阿难就很喜欢从佛剃落就能够把这个头发都理光了，穿袈裟进入修。那么佛就这个讲说善哉阿难，他已经知道他能够出家的原因
就是看到佛像这个殊胜。汝等当知，一切众生啊，从无始来，生死啊相续啊，皆由不知呢常住啊真心，性净呢明体，用之妄想，此想不真呢，故有人转。所以这一段呢，这个以前或许都呢要呢所有这个听课的呢，把这一段都背下来因为它对我们直接有很大的关系说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因为我们佛性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始也没有终，无始无终啦所以它都永远都在所以我们都不认识现在呢研究就是要认识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一直生生死死都没有了期生死相续。那什么原因呢？皆由不知全部呢都不知道。常住真心，不知道我们有常住真心就是都不会变化，它都永远在我们呢都不认识而已我们有常住真心，然后性净明体那个性很清净，然后呢我们佛性的本体又很光明，性净明体这个呢是真，然后用之妄想，此想不真，这个是从真起妄从我们的那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然后起心动念然后用之妄想，我们都用妄想，我们在凡尘所用的都叫妄想。为什么？因为它变化无常。我们的念头各位先生，有没有一个念头都不变的？都会变所以都叫妄都不真。所以我们在凡尘所用的都是妄想用之妄想。那么此想不真，这个妄想它不真它就是假的故有轮转，所以才有六道的轮回所以从这一个佛讲的这个里面，我们就了解到，说我们能够知道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已经呢回归到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我们不用妄想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六道轮回这样有没有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六道轮回的症结所在就是用之妄想我们日常生活就是用妄想不用我们真心不用呢那个性净明体所以这边呢就点把它点出来了说我们要呢怎么样能够超出这个六道的就是要用真心，不要用呢世心，用生灭心那个都属于妄想。这样了解吗？可能我们假如没有研究心理因法，会不承认为什么我日常的生活迄拢做妄想会这样会这样想，说很真我目睭看到，耳孔听到本身去做无到，拢嘛真正实的假。可是一定时间经过时过境迁，对不对？心改不改变？心就跟着改变所以这个就不真了，真的就不会变那会变的就不真那为什么我们那个真心它会真？因为它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所以常住不迁，都永远一样，不会变化没有形象不会变化
也没有生，也没有灭，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咱知影知影讲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有真心有，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的把它启发，我们所用的就用真心。那用真心的话，我们开始会比较吃亏啦，因为现在的凡尘这个善恶都大概都是一半一半，然后善的也很善，恶的也很恶啦，善恶各居一半。那佛菩萨呢，他们都要到娑婆世界来这个转世，因为在娑婆世界可以行功立德，因为很多的不善的人，他是不了解到真理，所以才不善。他假如说能够了解那个不善就不见了，就会变成善。所以这个是佛菩萨的那个用心，他们希望众生都能够成就，能够成道，能成佛，能够脱离我们这个苦害。因为在凡尘或许呢这个看来那一本小徒儿念书尊那个道经拿给或许看，里面有那个皇母13态，然后里面呢老母讲只会开天五会观，五会然后我们现在五位交替五会已经过了，天已经关了，只会开天五会观，然后丑会辟地未会地就慢慢沉沦，就慢慢变化，然后到隐会降人，身会人昧，这个是大的一个轮回大的轮回现象就是这样。所以你现在说再怎么样救地球，再怎么样救地球，那个都有限不过这个胃它还有10800年，不会一下子10800天存下去的，不会还是蛮有一段时间的。然后呢，在过去人就没有，在过去呢天地混沌了，在过去下一个元会又只会开天会辟地，隐会降人，又下一个元会的运转，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等于说不知道非常多了。那为什么不知道？我们都不研究为什么不研究？为了赚钱我们有这一种逻辑赚钱要怎么吃饭？吃饭要做什么？延续生命，延续生命要做什么？享乐啦，就是享乐然后享乐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凡尘可以转个方向来研究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能够转个方向来研究很多道理就会一一的浮现像那个老师讲生性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我们哪一个留下？没有一个有没有？不要说累劫累世只有一生就好。有没有留下一生？连一生也没有我们前一生是做什么？不知道怎么老师会跟我们讲生信、生相信，就是从真理去推敲，从真理去延伸。我们一直这个听到老仙翁说，自我成道以来，大地混沌次，就是经过7个元会，已经经过7会了难道我们没有吗？南极老仙翁成道以后，我们就不见了吗？
我们一样家在哪里？怎么不说在人道呢？一下子在地狱受苦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一样在，只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咱都在轮啊，等伫咧受苦。那受苦的时候啊，知不知道？都不知不觉哦。你看现在啦，做迄个鸡啊，做猪啦，做牛啦，他知道苦吗？也不知道啊。所以他为什么会转世啊，变成畜生？就是因为所作所为啊不合理，所以你畜生他的背一定是朝天，背天嘛，背天理啊，违背天理。所以你看现象一出来以后啊，他的背啊都向着天，不像我们人呢头顶天脚立地，有没有？所以我们人最灵那一定要好好能够珍惜，能够把握。不能呢相信因果。那一些啊，有的是硬熬啦，有没有看过硬熬的啊？那个硬熬的上天不会让你如意的。好啊，不要紧，你做你去熬。你来世的中间你都不讲理啊，要出生什么？是不是要出生禽兽？做今生嘛今生有咧讲理无？伊无讲理啊，所以互伊做今生，做甲互甘愿，今生会甘愿袂？伊若唔甘愿，搁做今生，做到甘愿为止啦。看什么时阵甘愿，什么时阵脱离啊畜生道。所以我们要了解无一种那个精神，它是头顶天呐。你若讲猴子猴子若坐咧伊若坐咧头就顶天啊对无？可是伊若咧还是背朝天嘛背天理呀。所以我们要了解违背天理过来出世就是今生啦。做今生拢唔知苦，干那知影通食，知影通食大食饱，通红台啊，会了那个业债，看欠偌济害咧，害偌久，看伊欠偌济都要害偌久，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害死叶飞的那个秦桧。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转世牛，做牛咧犁啦，咧拖咧犁，因为他害死众人，然后在现在上天大开普渡啊，可以出去做人，现在居住在台中，是一个婚道，然后已经嫁人了，生了3个孩子。可是先生已经过世了，那有道亲要去度他求道，因为啊3年不足，所以带到那个佛堂，佛堂在2楼，他爬那个楼梯啊，就一踏步，他问旁边的人说：“你们的楼梯怎么这么高啊？都爬不到，爬袂到伊啊。”那外人看他说：“你拢原地咧踏步啊，要那爬高？”所以里面佛堂里面那个比较有经验的就讲这个还没有求到的那个因缘，所以求不成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虽然用骗来求道的啦，但是咱都是有根基才骗咱来行。咱若无根基要甲骗咱骗袂行啦。这样子吗？所以爱真欢喜会骗。所以啊，那个前因后果，然后我们在这一生这一世啊，也一样会遇到一些这个不合理的那个事情啊，降临到我们身上。那我们要了解，既然是找上我们。
那一定呢，我们在前因呐、也一样不合理对待别人。现在反过来，那个叫这个因果，有因果的关系啦。要培养欢喜心呐、甘愿受。不欢喜，我们还要处理呀。处理了以后因为是不欢喜，所以那个业还在。过了一段时间，换了一个形式又来了，又碰上不合理的那个事情，你一样又要处理，这样一生就过得很坎坷了。那我们已经转个心念，欢喜心甘愿受，再不合理都很欢喜去接受，已经了了，那个业债已经了了，了了就没有了，对不对？就是他走他的路，我们过呢我们的桥，互不相关的，清不清净？所以就是要培养，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能够呢，这个逆来就顺受。我们不是也有看永嘉大师讲，观恶也是功嘛，有没有？那个人家骂我们的话，我们就能够观。为什么用观呢？不用听呢？因为观有加入我们的心意的。听的话只有用耳朵，用耳朵听的话，我们就会起对待。加一点气概念。那你用观的话，恶言是功德啊。它为什么会恶言相向？就是因为有原因。假如说你都没有错，然后他用那个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你，那就是要消你的业障，要谢谢他，对不对？要不要谢我们业障是很难去掉这个时阵有人难去掉，欢喜无？被骂会欢喜人家会怎么说？你这神经病。我们修道就是有那一种神经病因为都跟常人不同，常人喜欢造业我们喜欢了业了到已经都没有了。你一直看他呢都不回话都不顶嘴，他会不会不好意思啊？会不会？会真歹势对吧？那以后他遇到什么事情他会想到你的那种含量竟然骂他的时候，他能够容纳都不回嘴不恶言相向所以那个就在培养一方面呢培养我们的德性，一方面了我们的业障，那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不是都会难过难不难过？去红梅。不过也有人是喜欢人家骂的有没有？凡人事呢都是虚幻自在。那为什么又说凡尘？这尘就是有染污污染我们佛性的意识在，所以要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凡尘，不被凡尘污染这样的就很理想。那一定呢就是要自己要下功夫真的修养能够涵养一方面呢自己的品格可以提升这个品味就不一样有一些都是尽在不言中自己能够体会出来，可是呢讲就讲不出来会很高兴到这个晚上一睡之前一静下来就会这个一直会偷笑会说今天了了很多业障，然后增加很大的容量这样生活就过得很如意就不会呢
走入那个负面的，我们是很容易走入负面的，负面的太容易，所以造罪很快，那个正面的就很慢，要行善很不容易，所以或许讲说你学正学很正派，大概要10年，你学坏的话，大概不用5分钟了，对不对？或许就讲你观念非常正确，学个10年是正人君子，然后你去看5分钟的叶片，你那个10年功破功了，破不破功？所以就要分辨了，那个不能去接触那个是夫妻在房间里面做的事不能拿出来公开，拿出来公开呢，那个就破坏我们那个善良风俗所以要了解到那个一看了一言一瞥，马上就要快离开，非礼就勿视，不合理不合真理就不要看，懂会了没？看一眼还佫目睭佫瞪较大蕊佫看详细然后人家这个放给你看的还不够，自己去出来看那就深陷其中了，家己过甲规身躯拢落雨啊咩，要洗有钱拢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了解说要行慈善那个叫累积慢慢一点一滴累积下来，那做坏事一下子全部都破坏了我们大家呢这个互相勉励。那么如今预言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如今呢预言无上菩提你现在要研究无上的菩提真花明现那个无上菩提那个怎么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应当直心酬我所问就是应当要直心酬就是回答啦回答呢我的问我问你呢，你就用直心回答。那么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这个十方的来刚才我们有讲就是这个空间的如来都是同一道出离生死没有不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同一道呢出离生死，然后皆以直心都是用直心心言直故，心也直，言也直那么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之为趋向那个用直心整个都没有为趋向那我们起心动念那个叫为趋向，有没有委屈？委婉曲折有没有？我们起心动念都不止了，已经无地了所以直心就是道场，直心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那个大圣起信论它有详细说明直心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用直心我们在生活之中就用直心，我们生活之中用不用真的用吗？没有委屈相所以再问就点点为什么？因为拢不是安呢都不是用直心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就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怎么样来应对，就用直心心直言直如是乃至终始地位
中间永之委曲相，全部啊都没有微远曲折，都没有弯弯曲曲。那我们有没有弯曲呀？我们太会弯曲了，都很老手了，安尼迄安尼唔好的代志嘛，一个顿讲到安尼偌水的安尼有没有？能言善道就要讲，所以老子才讲美言不信，信不美，还记得吗？迄个会当相信的话啊，伊拢会好听啦。啊，那迄个足好听的话迄你莫相信，迄拢假。所以美言啊不信，信言不美。然后啊，这个善则不变，变则不善，有没有记得？我们听到人家跟讲，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落在咱的心上啊，我们变不变？一定站起来变，不是坐着变，还站起来变，所以就是要了解那个啊，善则不变，变则不善。善则为什么不变？因为啊，总有这个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不用变，事情自然会呈现真实状态。安尼的去掉啊所有的烦恼，所有那个人事摩擦都拢无去啊啦，整个都消失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啊有很多事情，我们呢深入一层看，深入一层的作为啊，就整个都不一样。所以伴奏音乐啊，都要伴奏发大声啊，大家拢有听。所以我们这个歌啊讲得很好，都要音乐来伴奏。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跟阿难讲，说阿难，我今问汝，当汝发心啊，远离如来32相，江河所见啊，谁为爱要？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所在。说我现在问你，当汝发心啊，远离如来32相，那个时候啊，你发心要修德，我们呢都有一段非常虔诚的时期啊，都非常发心呢，要努力啊，这个修道，然后贡献道场，有没有？都有那个时期在了。后来为什么变化了？都会起变化，事情啊都会起变化。那释迦牟尼佛问阿难说：江河所见啊，那个远离如来，看到如来那个32相，非常的殊胜。那江河所见，谁为爱要？看到什么？什么人真欢喜，真爱。那我们呐，回想我们自己本身呐，我们也有非常喜欢的那个东西呀，看见的时候啊也有，那谁喜欢？什么人喜欢？那个谁为爱要？什么人喜欢？那个呢，我们就可以去探讨。那么阿难呢，他就回答：世尊，如是爱要啊，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啊，如来圣相，心生爱要，故我发心呢，愿舍生死。阿难呢，他就真的是直心回答啦，即时啊，根据那个时代的那个情形啊，向释迦牟尼佛讲，
说如是的爱要啊，这么喜欢，就用我的心目，由目关键如来的圣相，由眼睛呢关键如来的圣相，然后心生呢爱要，所以那个目跟心都有把它表现出来。故我发心愿舍生死，那佛一听到以后就知道那个病因所在。那么佛告阿难，如所说真所爱要因于心目，若不视之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伏成。佛呢跟阿难讲，说按照你所说的这个真所爱要很喜欢很乐意就是因呀心目，若不视之不认识之道心目所在心里都有目里都有，则不能得降伏成老因为我们在凡尘都是劳劳碌碌所以我们要降伏成老。各位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有没有降伏成老，还是钻入成老？我们呢要知道说，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一定我们要去应对凡尘的万象万事。那我们要培养事来则应事去则静。那么在这一种心态之下，我们那一种事来则应事去则静，本身就已经没有喜欢讨厌，他没有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就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就已经是解脱了那我们呢，大部分都不是这样都呢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面对的万象万事都产生喜欢讨厌，然后呢自然有取舍，自然呢有行为，自然造业自然受苦，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没有研究的话它一直这个延伸下来都会这样。那我们有研究了以后这个事来则应，这个则应就应该用真理来应对，不是用我们的喜欢讨厌是用真理。那这里该如何我们就如何然后做了以后应对了以后就全部抛开，不在脑海里面留下印象。可是我们完成的一些作为这个事来则还事去则失，事来都很烦恼，事情过去了，检讨、开会，然后改进，这样就变成一个惯例就习惯性都这样所以时常开会时常在决定这个事情。我谁跟老千住在一起的时候，老千讲，修道哪有开会的修道没有开会。老千的观念讲修道无迄个咧开会开会就是咧妥协对吧？你讲你的意见，我讲我的意见你责办我责办大家安尼来安尼互相安尼来实行对吧？这样算修道吗？算不算？不算那个是那个是宗教团体的劝善行为，劝众生为善众生为善了，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安得好那我们不同我们是要把这一些善的送上那个成道成佛，是不是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修啊是从根底啊修起，不是说用开会来讨论决定的。那自己对不对啊？你在开会会不会说？拢会讲好听对不？改了唔好的小砍，会不会？哪会拢这样？所以这个久了，跟老天住久了，真的都会融入整个那个修道的轨道，没有那一种妥协的啦。那我有没有妥协啊？导师或许都会跟各位说，我们的六根当家太久，现在呢要他交出前边给佛性当家，他会不甘愿，所以要先跟他妥协。从我们那个生活习惯家里都整理得很干净，对不对？然后呢，准备拖鞋，然后客人进来请拖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请拖鞋？你进来了，请妥协。就是呢，我们先跟我们六根妥协，说你不是主人，所以你的权柄要挪出来给主人当家。既然你都当那么久了，然后也让一半的权柄你主宰，你记得办实讲要全部都交出来，这样我们那个六根才会乖听话，才不会俩讲听有。所以我们假如说这个听到真理以后全部都不给六根当家，然后都佛性做主伊要爱看无看，要爱听无听，要爱闻无闻，要爱食无食，要爱摸无摸，爱想无想，会俩讲未？真的俩讲嘞这个就是现实啦，现实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先呢就是一半，不要全部都移到佛性来，先一半给六根。六根呢，它慢慢的他会知道自己就是卑离跟奴才，不能跟主人在争权柄，他会慢慢交出权柄。让佛性当家，那佛性当家就已经走入三宝那个佛法僧人的行业，就已经就是佛的那个身相了，这样了解吗？安尼会样做未？有想要做无？所以不会很激烈啦，都很那个祥和的这样转移之前，有没有？很祥和的转移正钱，今嘛六根的当家的事情转到佛性本体，安尼都很祥和的过程，不发生事情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怎么样来调试，才能够走入真理，走入真理呢，才能够真的修道。那真的进入修道的轨道，那个成佛只是早晚早晚一定会成。那从自己的心里面生出来的意念。绝对性的啦，早晚绝对性的。那假如说对这个性理心法都没有了解，那个心性都不知道，那成佛根是渺茫，对不对？所以
或者都鼓励我们所有有求道的这个道心啊，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了以后啊，修起道来头头是道。就在日常生活之中过得都很快乐。不会说进入修道就苦哈哈的。各位会不会苦哈哈的？很快乐嘛，对不对？修道是很快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很快乐的那个心胸。所以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一定要认识啊，知道心目所在。能够认识心目所在，就可以降伏啊，成劳。完成的劳劳碌碌就可以降伏。那么底下呢，释迦牟尼佛做比喻啊，说比如国王为贼所欺，发兵讨除啊，士兵要当呢知觉所在。那个国王就是我们的本性那个本觉。那个贼就是我们六根。然后发兵啊，就是始觉智啊，开始觉悟的智慧。那么这个兵啊，就是要知道这个觉啊在哪里，才能擒贼俩菜再来丢了。思路流转心目为救。说呢使你能够六道轮回这样轮转不休，就是因为心的目为救。救就是罪过了，心目心目罪过让我们六道轮回。那么五经问汝，为心与目今何所在？我们可以把这个问话转到我们身上来，说我们的心与目今何所在？各位填写，我们的心目今何所在？你都一样，很有意思因为这个都是很平常，在生活之中我们就会去想到的问题。只是呢，不知道它里面有那么多的内容，不知道里面有真心有妄心，就是不知道。那阿难呢，他就回答说：真，一切世间十种一生，这个世间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现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世间。那十种一生，就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它有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这样十种。从这个从妄回到那个真只有10种那个一生那你从这个从真起妄的话，有12个类生，要加2个，加若非有色若非无色，加这2个。然后返妄归真的时候这2个没有，这2个呢，它是呢它是我们的那个真如正智所以就不包括在内，只有10种一生。那么同将呢四心居在身内，各位请，我们的四心到底都一样，到底都是不是到底先过来的？这个是我们所有众生共同的那个认知这到底先过来的所以阿难就把它讲出来。讲大的仙姑来的，就是居在身内，是不是居在身内？那么纵观如来青莲华严
意在佛面，那个表示说，纵然成就如来了，那我们看如来的那个形象啊，那个佛的眼睛啊，就好像那个青色的莲花，那个莲花之中最殊胜的就是青色的青莲，青莲华眼，那个好像青色那个莲花的那个眼睛啊，意在佛面，也是在佛的那个面容，就是它的表面。这个呢，就是我们所有众生啊，都认为啊，我们的世心啊，就是积在身内。我今观此啊，福根四尘只在我面。阿难呢就讲，说我现在呢观这个福根四尘，这个福根啊，就是水火风土啦。那水火风土这个四尘啊，它形成啊我们的身体，对不对？那整个我们整个面容也是啊，水火风土形成，眼睛呢也是啊，水火风土啊形成，所以啊，福根四尘啊，只在我面，都是呢在我的面容。那么如是世心呢，实积啊身内，这个世心啊，实在就是啊，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啊，所有人的这个观念。那么佛告阿难，汝今呢现众，如来讲堂，观其头里，今在何处？这个呢，佛呢跟阿难讲，说你现在坐在如来的讲堂，然后观其头里。现在啊，今在今何所在？这个呢，就是要用眼前的景象来这个跟阿难讲道。那阿难回答：世尊，此大功德清净讲堂，在己孤独眼，今起头领呢，实在堂外，在讲堂的外面，这个起头领呢。佛在问今何所在？提供别堂外。那佛呢就跟阿难讲，说阿难，汝今堂中呢，先何所见？你现在在讲堂里面先看到什么？二回答：世尊，我在堂中呢，先见如来，然后次观呢大众，如是外望方属也。这个阿难回答说，我在呢这个讲堂里面呢，先看到如来，然后呢接着看到大众，然后再接着外望，为门窗看出去，才看到那个起头林林眼。那佛呢又讲，阿难，如此远因何有见？说你看到那个起头林，因为什么呢？然后有见，能够呢有看见那个起头林。阿难就回答：世尊，此大讲堂户有开豁，这个户门有窗，就是门窗呢都打开。我在堂得远瞻见。所以我伫个讲堂内底，拢有看到，看到这个起头林。那佛告阿难，如所言身在讲堂，不由开豁，眼足林眼，亦有众生呢，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有迄个众生伫这个讲堂内底无看到如来，看到外口起头林。阿难就回答：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林前无有是处。讲伫讲堂无见到如来，会当看到起头林迄无一块对啦。然后佛就跟阿难讲说：阿难如意如是，
你原来安尼，表示讲你伫个讲堂内底吼，不看到如来。这个呢，就是在破除他的那个事情在身内啊，在身体里面在破除他这个那个观念。所以底就讲说汝心灵啊，一切明了，讲你的心灵啊，一切拢会当了解。若汝现前显现在眼前，所明了心啊，显现在眼前，会当了解这个心，实在身呢，实在住伫个身躯内底，而实先河啊，了知内身。迄个时阵应该就来先知影咱身躯内底，普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刚有迄个众生先看到身躯内底，然后才看到外口的物件，有没有？先看到内底五脏六腑然后才看到外口，有安尼无？哇，毋着甲破开，看有清楚就甲破开。所以佛就讲，众不能见心肝脾胃，这挖了伤近甲心挖了伤近，袂当看到。迄刻呢抓生化脏，抓呢就是指甲，指甲伫咧生，头毛伫咧长。经转脉摇成何明了？这应该你拢爱知影。各位前年，咱知影咱的指甲咧生，头毛咧长，知无？知影有看到这厉害咧时间以后才知影讲，我指甲才长就来加加咧。一段时间以后，哇，就来。那个理发厅、电话厅来去整理头发，才知讲头毛咧长所以我们聊这个事一段时间累积以后才知道它在生长都看不见拢无看到。所以佛就讲说众不能见心肝脾胃，抓生化脏，经转脉摇，成何明了？你拢应该爱知影。如何不知？为什么你都唔知？必不内知云何知？你内底都唔知影，哪会知影外口？所以这个就讲到心法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对咱的心伫咧身躯内底是安那唔对？安尼有伫内底无？有无？有，确实有，肯定回答的，一定爱看到，看到咱的心肝脾胃，看到抓生化脏，看到经转脉摇，拢有看到无？拢无，拢伫内底无？无。所以我们那个努力的地方就在这里，这里的观念就是要让我们透彻知道，因为心灵心很灵敏，凡心在的地方一切都能够了了明。你的心伫倒拢会清楚的知影你周遭的一切，迄才真正迄个心。所以这边呢，我就讲，是故应知如远绝了，能知心住在身内，无有是处。所以这个应知就是应当智慧来知道。你讲绝了能知之心迄个私心住伫个身躯内底，无一块着。这样对吧？即摆伫咧想当海走去倒去，无伫身躯内底无走去倒去，所以阿难伫咧替咱想伊伫替咱是讲走去倒去，所以底下他就在讲所以阿难呢，稽首而拜佛言：
我闻如来啊如是的法音，悟知我心呢实机啊身外。哦，啊，即马既然哦，唔是住伫身躯内，啊无吼，即马住伫身躯外口，安尼对唔对？而那你一问出来啊，我们就知道不对了哈。哎，可是佛他不会哈，那个哈，那个强制的，伊袂安尼吼，哎，怀爸爸讲，你都爱相信啦吼，哎，唔是伫咧身躯内底，哦，他都会讲，让你哦能够幸福的那个道理，哦，所以都是哦讲道理呀，让你能够明悟，哦，能够了解。河南人他讲，哦，讲啊，我听到来安尼讲，唔是伫内底，唔是身躯内底，安尼哦，伫身躯外口啦，哦，也还用物知我心，然后又讲理由，哦，所以则何？为什么呢？譬如灯光，哦，燃于室中啊，哦，迄灯光啊点伫个室内，这灯呢必能啊先照室内，迄个灯哦一定啊先照着迄个室内，然后重启啊室门，或即停寂啊，哦，一切众生啊不见身中，独见身外，哦，亦如灯光，迄灯光无伫室内啦，哦，伊居在室外。哦，伫咧外口，哦，不能呢照视啊，所以哦，迄室内啊照袂着，所以看袂着迄个心肝脾胃，哦，那示意啊避免哦将无所恶，而咱讲我讲安尼唔知跟真理啊相不相应，唔知对哦，已经哦无破啊，同佛了义啊，哦得无妄也，哦。这个看那个阿难的讲话，我咧讲都真有信心啦，讲到尾啊哦，你看那个也哦，就是已经信心都没有了，哦，都已经不见了，哪有人有心伫外口的哦？然后佛哦告阿难，我呢就跟阿难讲，是之比丘啊，哦，是来从我娑罗华城。哦，许取呀，团食，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讲这哦比丘啊，哦要来听我讲经话，哦，啊为呢啊别位啊来到这个黄色城，叫四华城，哦，然后寻取啊团食，他们呢都按照佛制定的戒律啊，哦这个团食。团食就是敢若咱在时啊咧食饭圆安尼啦，各位捌食过饭圆无？啊，猪也免，唔免吼，肉肉的食对不？安尼叫做团食啊。哦，啊，他们印度呢都是这样哦吃饭，哦，肉肉的吼，啊就摕来食，无用猪啊，然后迄食物来甲伊放喺迄个钵内底吼，还得用手啊，甲肉肉的吼，啊就摕来食。啊，曾经呢，哦，有那个问佛说，啊，人本愿呢，吼，内底拢足侪臭的啦，要安怎？那佛就讲哦，去迄河沟改迄吼，迄臭的味啊，哦，改迄个肉的味洗掉，啊，都会使吃，哦，就是不贪口腹之欲啦，啊，能够养生就好，哦，这样。那么归起头林呐，哦，我以是来分讲我已经拢饱。那么汝观比丘一人食时啊，哦，吃人饱火，讲讲咧食，啊，大家会饱，会不会？那个我们说我腹肚足枵啊，啊，你替我食，你食较饱咧，食我的份。安尼食的人哦，腹肚已经定完了。枵的人也要枵了，所以哦，才有讲哦，个人的腹肚啊，个人顾，虽然腹肚虽人顾，拢爱家己顾腹肚，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一种这个团食啊，就是分段而食，我们呢众生都是分段，分呢早餐、午餐、晚餐3段啊。
分段而死，叫团死。那佛说呢，这个已经落入凡尘有现象了，就是要4种死啦，一种团死，然后呢，一种就是那个接触死，一种呢就是想的是思死，一种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另外那一种那个思死啊，那个就是那个色界的，然后那个认识的事死啊，就是无色界的，所以既然落入这个现象，都要吃了，才会维系生命。然后我们那个分段而死最明显，然后处死就是接触，像咱7月咧拜对吧？拜兄弟因拢处死啦，伊拢接触所以7月拜的物件你爱紧食，无会歹，对不？迄拢去遐鬼神食了物件真体歹，有没有？迄就是已经没有精华所在。遐我们拜7月遐好兄弟迄个精华拢去遐鬼神已经拢去食去剩来干那迄个壳所以我们吃那个养分就少，爱紧食，要等少拍算嘛爱紧食咧才袂歹。那个处死然后施死也叫做禅，打坐那个禅死就是色界的初禅、2禅、3禅、4禅，那个禅死，那个禅死伊若巴肚枵，然后进入打坐巴肚饱，那个禅死，一直修到4禅的话，到拢袂枵啦，嘛免喘气所以那个第4禅很殊胜。然后到4空天都是无色界，无色界已经没有体形象，可是呢，他的事神也个伫这个间所以他用那个想的认识的事去食就饱，没形象最容易养，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像也没有形象，也是最容易养，对不对？像不敢养不容易养吗？你都不能差呢有没有？不会吵我们，那我们这个要跟他争的话他都让位了。所以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与我争，有没有？咱听了就晓有知影意思无？那个如来是谁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我们真心佛性不跟世间，不跟过去、现在、未来、东西南北、东南西东北西北上下跟这个争都不争然后世间与我争，可是这个时间空间有该咧争无？咱的6根拢该咧争对无？伊就退位对无？伊拢硬起来退位，拢无爱争啦。讲好啦，拢牛力，既然你来爱就牛力，最后谁吃亏？佛性呀，佛性它如如不动它没有变化吃亏我们要进入六道轮回，我们要去受苦自己自咒，然后自受，我们都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佛就讲说一人死的时候吃人饱我，然后阿难回答说不也是真何以故这个是知比丘虽我汉躯命不同现在比丘虽然已修到这个阿罗汉的程度，可是呢这个身躯跟那个命都不一样。允何一人能命作保？为什么一个有法度大家拢饱？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说
个人的那个生命啊，个人自己照顾啦，都不能依赖别人，所以我做这个比喻啊，是要了解说身心啊不相外，袂使讲伊走出去外口出去。那么佛告阿难：若汝解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身心相外，身体啊跟我们的心啊已经拢无熟悉啊，已经呢各个啊独立拢无熟悉外了，志不相干，身跟心啊不相干了。各位同学，我们的身跟心啊相不相干？相不相干？都相干了可是假如说以阿难心在身的话，那身心就不相干了。则心所知啊，身不能觉，觉在身际啊，心不能知，都变成这样了。我们的那个心是在身外的话，就会变成这样。那我今示汝啊，多罗绵手，如眼见时啊，心分别佛。所以我现在呢，用那个多罗绵手，用手来抓手给你看，因为那个佛手啊，很柔软，看到多罗绵，看到米啊，很柔软的。讲你目睭就是身躯啦，你的心身躯甲心嘛，目睭看到是身躯，心有分别无？心了解无？阿难呢，他就回答：如是世尊有啦，我都这个目睭看到心了解啦。那佛告阿难：若相知则云何在外？你得了解啊目睭看到心了解，心甲心，身躯甲心嘛，做伙啊，那讲伫外口。是故啊，应知如解了能知之心啊，住在身外啊，无有是处。你讲迄住在外口，无切着，咱嘛知影无切着伊开始咧问咱就讲唔对，唔是安尼。对不对？我比阿难聪明有没有？那么底下又讲，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呐，不见内故啊，不积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啊，不在身外。今思维知在一处，我今嘛个想，伊伫一个所在。所以这个阿难的思维啊，那个就是生灭心，那个思维就是生灭心。然后佛他就顺着阿难问他处今何在？处就是地方所在，叫处。这个地方所在即嘛伫倒位？你的心伫一个所在伫倒位？然后阿难言：此了之心呢，既不知内而能见外啊，如我思尘潜伏根理呀。安尼我咧想，去伫咧根内底啦。咱的心嘛，会去秘咧根内底的，不会？我们想一想啊，然后才听佛回答。会不？不会说不会也不对啦，说会也不对啦，所以这边呢，有时候那个你看住在室内不对，住在身外不对，不在内不在外，你都一样。所以那个到后面呢就会有答案了。前面呢都是在讲那个原因。那个怎么样的原因？然后阿难就讲说有人起琉璃碗，那个琉璃碗就是眼镜目镜做琉璃碗，起两眼这么个目镜给挂起来，虽有雾合迄目镜是雾，
把个东西啦而不留碍没有那个障碍。笔根随见随即分别那个眼根透过琉璃丸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象，那到以后就能够马上分别。然我觉了能知之心不见内者唯在根故分明属外就是我觉了能知之心无看到内底就是因为去秘伫啦看到外口真分明分明就是了分明啦，拢了解真清楚这个无障碍者浅根内固秘伫个根的内底。我呢我告阿难，如所言浅根内固，犹如琉璃彼人当以琉璃照眼，当见山河，见琉璃佛。你挂目镜看到外口的物件，有看到目镜无？有没有？有没有？这虎咧问讲看到外口的山河，还有没有看到眼睛？有无？就两极化的，有没有？有没有？不是是真阿难回答：世人当以琉璃照眼这个实践琉璃。伊讲目镜摕来挂的，看到山河大地嘛看到目镜啦迄眼睛会有快。那么佛呢，他就讲：若见眼者眼即同镜在看到这个目睭这底下上面还有一段，佛阿难汝心若同琉璃何者当见山河，何不见眼？讲你看到山河大地为什么无看到家己的目睭？若见眼者较需要看到家己的目睭，眼即同你的目睭甲外口的景象就变做同款不得成随不是讲随看随知影无法度讲随看随知影。那若不能见因所言了之心浅根内如琉璃河，较需要无法度看到目睭为什么讲这个了之心秘伫个根的内底，敢若这个琉璃摕目镜来合的。是故应知如眼觉了能知之心潜伏根离，如琉璃河无有是处秘伫根内底甲个目镜合作伙无一块对。我们呢这个上次有讲，因为各位的提问都热络，所以我们留下10分钟了真正的留下个10分钟。各位都没有感觉说我们上课加长了有无？哇，两边有没有变成两边？不过我们还是一样留着给大家提问因为这个蛮重要有很多呢一些障碍我们经过这个提问能够解决的比较快能够了解真理那个比较快速所以我们留10分钟。假如说踊跃的话，我们再增加20分钟，增加到半个小时。那假如说又不提问的话，那我们干脆就整个都讲课讲完了讲到下课为止，这样好不好？那有没有10分钟很快就过了好，请说。拿麦克风。我讲学长好，好。然后学长请教说家里有一点困扰，就是说佛堂，我们3楼4楼还有佛堂家，
那因为有那个老鼠会入侵，那就是说我们修道人不可以跟那个动物结不好的姻缘。他是说不知道是要说他之后他还会再跑进，那跑进来之后我们还要再处理同样的事情，他还是会入境嘛。那不知道说要用那个老鼠药去杀它，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很为难。那请刘讲师。好，请坐，请坐。跟老鼠沟通啊，跟老鼠讲，你不要进来给我破坏哦，你进来的我会杀死你。要跟他沟通，跟他讲，他再不听话的话哦，你用老鼠药把他毒死，他有担当。以后你找我，这样了解吗？那后续有曾跟那个老鼠讲说，请老鼠背你连个老鼠都要请老母啊？那后续不知道要怎么办嘛？那就是说请老母说让他走开，不要再进来，扰乱我们。那个凡人事啊，不会事事如意啊，所以我们要判断，先跟他沟通。那老鼠一样，有很多道亲呢，都跟他沟通了以后，他就不见了，说你不要来破坏，你进来这边呢，破坏这个盛世啊，有罪，所以你以后不要来了，你来我要用毒药把你毒死，那你真的就是真的再来，你真的就把他毒死。你就要担当，以后找我，这样知不知道？所以众生啊，他已经昏灵了，昏灵了以后，你把他害死，让他又极灵，你反而是行功了。不能说我害死你，你不害死他，他就办的话，极灵，就永远就当老鼠，他也不甘愿啊。所以真正的遇到那样，你就担当，你来找我。所以说到这个或者就讲，在天佛院因为那个很多人都拿东西到香瓦去吃很多蟑螂，然后蟑螂或者就拿那个拖鞋然后看着蟑螂，就把它打死。我说你去找老千人。我是代理老千人管理这个地方，主人是老千人，你去找老千人。然后回到我家里的时候一样有蟑螂，我就一样拿头把它打死。说你以后来找我。这个讲理嘛，跟他讲，所以我家里没有那一些东西啦。那些会飞的会跳的都没有，我跟他讲不要进来进来我就把你打死。还有吗？还有5分钟。好，请说。刘讲师，我们说弥勒祖师掌天板，那济公活老师掌道盘，那天板跟道盘我们怎么来分？因为掌天盘的时间非常久，道盘的时间它的期限都不长，大概都不到100年掌道盘都不到100年，那掌天盘呢？那个都是非常久，都有的都是算1000年的，那要了解说它的很长的那个期限那是一掌天盘，那个很短的是负责那个点开我们那个玄关的那个是掌道盘。要明心见性你一问这个好像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什么人掌什么人掌，跟你什么关系？所以那个期间我们这边还不是一样分说能够领命能够不能领命，对不对？还不是闹得很不愉快。就是机会唔白啦，机会拢看杠啦。应该研究了不研究了，人家领不领关你什么事？人家领了你就成佛吗？人家不领了你就成佛吗？你要想你自己本身才重要，
有明心见性的，有没有改毛病气脾气的，那个才是重要啊！你去管人家领不领，是不是这样？我们得爱生活才白啦，很舒服。你若无想要看到不要找自己麻烦，都还个狗油啊！还有4分钟，怎么追分过得这么慢？还有问的没？有就问啊。拿麦克风来，有就问啊。好。老师，各位姐妹好，或许想请问再一次请问刘讲师，就是说我们在那个什么这件事情说，所有的我都没有在4项上面成的，可是呢，我们一贯道呢，我们认识里面的佛啊、菩萨、成菩萨的，都是因为修道，然后在期间呢，就是很努力的修，然后呢，归空以后啊，就是有他的那个，就是有颁发他一个口味这样子。所以说，那如果都在4项这样成，那我们一贯道这样的菩萨是算怎样的？这个问题呢，好像我都回答很多了可是呢，有没有了解到，那个都是方便法门啊？因为我们现在一些已经很努力呀，在4项上去做，已经过往了，归空了。那假如说这一些过往归空的人，他没有一个名位，没有一个名分那跟他周遭学的人会不会泄气？一定会没力的啦。伊都遐认真做我在好好，我们都会失去悲屈所以那个上天就给他一个名分。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纵然什么都不做了，我们也是菩萨，我们也是菩萨摩诃萨，知道吗？那个佛修正的人称我们众生是菩萨摩诃萨，有没有名相？有名有相。因为他没有分别心所以我们都是佛，都是菩萨。所以你不要太在意那个伊安尼拢有一个名号是菩萨，这菩萨是真假？请问，咱是真的假？咱本身是真的假？像你有一个姓，有一个名，对无是真的假？什么时阵才是真的？所以一念为光当下都记住，全部呢都是真的。当你起心动念怀疑心起一切都是假的。安尼知无？下课，讲完诗歌、讲师、弹词，各位先生大家好。谢谢张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生给或许有一些讲。我们从这个2年前第一堂课就一直强调说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可是当时并没有把那个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讲清楚说明白。可是后来有一直讲都没有集中在一起详细说。那我们今天呢，就把那个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把它讲清楚说明白，让我们在修的时候有所珍惜。各位都知道吗？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
知不知道？那或许呢，先这个把眼耳鼻舌那个嘴巴舌先讲。我们从那个舌头、嘴巴呢了解以后然后就可以知道前面眼耳鼻然后呢身意整个5个也全部都会分辨生昧跟不生昧。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舌头，对不对？有喙齿在讲话。然后我们那个喙齿它就是不变之体。那我们吃东西是随缘之用。那佛性的不变之体，收不到音吧？很小声。这个比如说我们呢这个吃花生的时候有花生的味道，那花生的味道一产生叫生，吃完了以后那个味道下就叫昧。然后我们接着吃别的比如说甲梅呀、梅子梅子的味道就生，然后呢吃完了就生昧生昧。然后我们那个嘴巴那个舌头它呢是不变之体，它这个可以应这个万物吃进嘴巴，什么味道都现了所以不变之体我们在文字里面叫极，极境那个极。然后呢我们那个吃东西知道什么味道，那个叫燥，燥就是随缘之用极而常燥，燥而常极我们都时常听过，对不对？那个极就是不变之体，也就是不生不灭那个极各位姐姐，我们舌头会不会生出那个花生的味道？因为它不生，所以就不灭了，不生不灭然后呢这个梅子我们吃梅子有梅子味道，舌头会产生梅子味道？不会，它都不会，对不对？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相对不生不灭跟生灭认识了没？就很清楚鲜明，对不对？生灭我们吃东西东西千差万别，非常多东西都有非常多不同的味道。那么进来嘴巴呢，我们都能够了了分明的味道，那个是随缘之用，我们佛性的随缘之用，它是属于生昧吃进来东西吃完了昧生昧生昧这样了解吗？所以从我们那个嘴巴舌头就可以了解变之体佛性本体不生不灭的就在我们知觉性之中，对不对？我们所有味道都是舌头在辨别，对不对？所以你看不生不灭的佛性可以辨别所有的那个味道，千差万别的味道都可以辨别得出来。可是只要我们那个东西吃完了，它又回归到不变体那个极，所以叫做极而常燥。常燥呢就是我们吃东西东西味道让呈现，然后燥而常极，燥了以后我们吃过以后又回到那个不变之体极回来这样对呢那个极而常燥，燥常极，了解了没？了解。以前都只有文字啦拢可能有文字碟变化拢比较注在文字下。那现在我们把文字转换成实际的生活，我们在生活里面就在运用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我们也运用佛性的随缘之用。所以或者都一直讲
事来就应，然后事去则静，对不对？咱土豆摕来食就是土豆味，事来就应嘛。即摆事去土豆食完啊，事去则静，又回归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回来。安尼知影无？所以这个理呀，我们就是要了解。所以那个东西就有东西的一个界限。假如说我们这个花生跟甘蔗一起吃啊，花生跟甘蔗一起吃，各位学姐，我们要把它吞进去，还是要吐出来？要吐出来还是要吞进去？吐出来啊，那不是可惜吗？那个花生很好吃啊。所以它的界限甘蔗有甘蔗的界限，花生有花生的界限。那花我们就吞进去，这个那个丝吞进去大家就要吐掉，对不对？那个就是理。在理方面，我们就做的都很自然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今天就把那个六根性，六根之中的不生不灭我们都把它详细的说明，讲清楚说明白。它不含混，一个一个都是有生灭，有不生不灭。那因为我们舌头比较容易辨别，所以从舌头先讲。那我们从舌头的道理延伸到眼睛、耳朵、鼻子，到身体跟意念，它都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现在要讲那个眼睛眼根。那我们眼根以为我们都以为能见就是眼睛那眼睛里面我们之前讲那个六祖坛经的时候，有讲到说满眼本灰色，有没有？满耳本灰生，还记得吗？文殊常触目观音赛耳根，有没有？那个文殊常触目就是说我们眼睛它有不生不灭的佛性那我们见尘也是见，见性也是见。那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都是见尘，这样了解吗？不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时候眼睛所看到的都不是从不生不灭的那个角度进入都是从生灭的角度在生活所以我们众生都是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那把六识就当成我们的心不知道说六识那个识心就是美。因为呢我们的六根面对六尘，六尘一直在变化，然后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六根跟着变化所以就生灭无常所以叫做妄。那之前我们有讲妄心无体。那很多男女青年恋爱那个时候都说我很真心爱你，那个真心就是建筑在世心上面世心里面的真心，确实很真可以为他生呢，可以为他死说假我们一定不承认都说真。可是时过境迁，事情已经过去了，然后环境改变了，看会不会变化？就有第三者出现这样真不真？不真那种假的骗人我们都很灵验被他骗骗到拢真甘愿的。所以当时呢，或者就讲说我们那个妄心妄心体，那真心有体
哦，各位都还记得吗？哦，就是用那个茶杯来比喻啊。说这个茶杯，假如说是古董的话，是古董很价值，对不对？大概要10万块啦。真简单，咱就真爱，真爱是不是心？就是心。因为这个瓷器很容易这个破坏，我们一个不小心把它摔破了，摔破以后还爱不爱？不爱了，对不对？扫到垃圾桶去了。纵然它有价值10万块，那也没有用了没有人要了，要丢掉、扫掉，然后给那个垃圾就带走了。那爱的心去哪里？找不回来，对不对？所以那叫做妄心无体，没有一个体性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众生就是用这个心来生活，然后我们修道的时候也一样用这个心修道，用这个根尘相对产生那个六识，用那个六识心来修。不知道我们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心，都不认识因为不研究不知道。都以为日用的心就是我们真心，就是佛性本体。因为它变化无常，所以我们修道的心也就跟着变化无常。我们回顾这个几十年来，安尼真兴盛的时候大家拢安尼将理做人，对不？那发生考验的时候大家拢揪起来，有没有？拢揪起来，这个就是变化，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然后我们真心呢，它是如如不动，它常住不动。我们的真心不生不灭的真心，要怎么找？还不错了，还到万年的放下。万放下就是把根尘相对的那个六识全部都放下。那个六识，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把六识全部都放下，叫做忘记。忘记了以后呢，真浅。忘记了真浅。那我们现在呢，从眼根收起。我们眼睛看外面的幻象，看到的时候叫生。那我们不看的转头的时候叫灭生。这样眼根之中生灭知道吗？很清楚明白，对不对？清楚明白。可是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的眼根明来就见明，暗来就见暗，对不对？那个见明见暗，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明暗是外面换成景象的变化，那景象它无常变化，它生灭不停。那我们了了无明，知道就好，知道不要去住在外面的形象。因为住相了，我们就会产生烦恼。那我们不住相，回到不生不灭的那个眼根性。眼根性我们一回来以后可以见明，可以见暗，可以见到形象很漂亮，可以见到形象很丑陋，对不对？那形象呢，明，形象暗，形象很漂亮，形象很丑陋，都是变化无常，始于生灭。那这一些生灭我们知道就好，我们就用那个随缘之用，就是用照，一照就光明了，对不对？我们那个生不灭的佛性它就是能够照，随缘之用，随着佛性应用，我们都能够了解万的形象，了解。那我们
回到呢不生不灭的见明见暗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眼根性，不生不灭佛性回来。一回来以后呢，我们对外相、外面形象就不会产生喜欢，不会产生讨厌，不会产生喜欢，不会产生讨厌，我们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啊，我们就没有动作。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对外面的景象很容易产生喜欢、讨厌，很容易产生取舍，很容易有行为，喜欢想拥有，不喜欢呢，就排斥，对不对？拥有跟排斥都是行为，都是造业。有善业有恶业，我们既然造了业，就要接受果报。那我们用不生不灭的文殊菩萨的智慧，就是那个文殊常触目，我们接触到眼睛就是有文殊菩萨，也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既然都用佛性本体对凡尘的万象，就没有分别心。这样了解吗？了解。知道眼睛的不生不灭了吗？看到万象有变化，可是我们那个看到的那个眼根性它没有变化。明的时候我们就见明，暗的时候呢就见暗。我们都能够呢了了分明，对不对？所以他那个造体独立，造就是佛性随缘之用造，那个呢体就是不变之体。那我们呢都有根性有不变之体，然后有随缘之用，眼根的随缘之用就是看万象，万象呢都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不是它又变化无常，对不对？变化无常，我们就让它去变化，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挡，没有办法去改变，对不对？让它自然变化，让它自然变化，我们就不会住在那一些形象。它既然不住在形象里面不产生喜欢，不产生讨厌，不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我们就不造业，这样呢就解脱了。所用的呢都是我们的眼根性，就是那个寂如如不动的那个呢本体。安尼有清楚无？有了解讲咱要安那来这个修道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吗？从眼根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对不对？知道说眼根它有这个不变之体，不变之体是如如不动，它是不动的会都一直讲。说假如说呢，我们那个不变之体是动的话，就像呢我们有玩过相机的人那个按快门的那一刹那，镜头放动洗出来的相片都模糊不清因为按快门的时候都不动，所以照出来很清晰。各位有没有玩过相机？知道一动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相片会模糊？所以我们从那个真理从那个原理知道，说我们的佛性本体一样，就是因为如如不动，所以我们头转得这么快看的形象都非常清晰，没有模糊不清所以动是身体，佛性不动。安尼有了解无？佛性它是如如不动充塞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宽广，足快。像讲许多啲人来到台南，啲人有我的佛性的台南嘛有啦，我唔免带来带去，对不？不用这拢有嘛对不对？都如如不动，这样知道吗？
那我们也是一样哦，会到处走动。那到处走动哦，也不用带着佛性走了，它到处都有哦，到处都有佛性，都是我们的法身，以法为身。那个法就是呢，阿耨多罗三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你有了解不？有清楚不？所以就要研究。我们研究了以后啊，知道说佛性呢，不生，所以不灭，不生不灭。所以啊，亿万年啊都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了。所以啊，不管在怎么早之前啊，几万年前，几亿万年前啊，咱都已经在咧啊。几亿万年后，我们还在，咱要搁在咧，这样了解吗？所以谁说那个谢谢你老师都把它点出来，深信啊，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有没有？咱拢伫十殿啉迄个孟婆庄的孟婆汤都忘光光了。拢唔知影讲我们的这个寿命啊，竟然这么长，这样长。虽然我们在六道轮回，可是佛性啊，它都没有变化。佛性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会变化。常住不迁，不用搬家了。常不迁。所以我们生从哪里来？我们的身体生从哪里来？死的时候到哪里去？所以来无来处啦，去无去处，都是借着天地的小风土，众缘际会借我用。来的时候没有来的地方，死没有去的地方，没有来没有去叫做常住不迁。我们的那个佛性都没有变化，都没有迁来迁去的。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我们当下一直讲时事古今不离当念，对不对？当下就具备了万万年。只要我们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佛性整个圆满都实现。佛也是这样，我们众生也是这样，跟佛没有两样。那因为我们在经常之中，都被我们自己障碍了，我们自己的观念障碍我们自己不能够成佛，不能够成道。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一些不正确的观念都放下，忘了就尽了，忘尽了真就显，真理显现了，就是恢复到我们本来。我们跟南极老仙翁一样。南极老仙翁一直在这个戒窍的时候就讲，我成道以来这个大地丁混沌有7次了。那7次我们也在里面只是我们六道轮回在咧无无时南极老仙翁已经可以抽身，可以自主宰，我们没办法，我们也推到了这个现象，来的现象。然后我们用在日常生活之中要用我们的眼跟线，不要用生灭的那个我们看到外面景象那一些生灭的随缘之用，那一些我们就事来则应自气得见，又恢复到那个如如不动的本体。一样的，这个是一根。然后我们讲耳朵，耳朵能够辨别声音。我们听到声音叫动，听到静悄悄叫静。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到？只是听到没有声音所以声音有动，然后有静。然后我们那个稳性它没有变化。
有动有静啊，动呢，声静啊，那个动有美，有声美，所以我们耳朵听到声音，声音声美，我们的闻性啊没有声美，有声音的时候听到声音，没有声音的时候啊听到静悄悄，听到声音，听到静悄悄，那个啊一样啊，就是如如不动的闻性，就是我们佛性。也是始于寂而常照啊，照而常止，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这个耳朵那个方面要了解说，语言文字啊，都是起灭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于第一义啊，不能显示。就是语言文字底下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究竟了义就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在佛性本体这一些语言文字都不能显现，你知道不？所以不要住在文字上，不要住在语言上，那种假，那种工具你了解不？咱大家足正确的，拢已经摕到迄个博士的学位所有的利用读得真正确，会幸福袂？会升到袂？所以老天也是这样讲，以后我们凡尘博士那么多，哪一个博士成佛了？就是没有，因为方向不同。在文字语言当然我们是求取正确的因为共用的大家都在用，正确的话呢听起来就较清楚。可是那个只是工具而已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讲说，语言文字是起灭有起有灭，动摇它是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呢，于第一义不能解释在究竟了义我们不信本体它不能够显示出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耳根为什么说观音在耳根？音是要听的，我们为什么要用观的呢？就是进入性理心法。我们用观观这个音声观完成的音声音声呢有生灭变化，我们那个能观的那个佛性没有生灭变化所以它如如不动，常住不迁。这样耳根知道了吗？不生不灭的跟生灭，生灭就是动静，有声音没有声音有声音呢就是生没有声音就是灭所以我们听到呢有声灭，可是那个能听到的没有没有生灭。眼耳鼻，那我们是讲这个鼻根鼻子我们鼻子是不是闻到那个气味？香的来咱就鼻就香，对不？臭的来就鼻就臭，对不对？所以香甲臭它有生灭咱鼻着无共款的气味世间的气味足多，对不？光那个我们那个化妆品的那个气味就非常多这个我们你现在用的那个香水味道也是千差万别，对不？都不一样的啦我们彼此都能够分辨出来，对不？那一种不一样的香味那个就是生灭闻到了生不闻的时候灭，生灭生灭。然后我们这个鼻子是不是不生不灭，对不对？你拿什么味来闻它就什么味走出来你若拢无闻的中间它又回归到如如不动，对吧？所以不生不灭的那个鼻根就在我们回光返照下呈现出来
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开始啊，2年前一堂课开始说，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那我们的6根里面就有不生不灭的心，也有生灭的心。我们明心就是全部，不管是生灭的心、不生不灭的心全部都要了解，都能够分辨得出来。那生灭的心我们知道不住，知道不住在这个生灭的心，然后不生不灭呢，它自然呈现，它没有形象就是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容易认识。可是后学会讲，说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还记得吗？刚听到一定会说我讲唔对去那会安呢？可是你现在真理已经显明了以后你再来看，若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已经把能所双明混合一体，一体之中是不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是。是不是如来？就是如来。能够用眼睛看得到吗？就看不到。是不是可以体会得出来？就是可以体会出来。那个如来，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都是如来。那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已有争，这样意思都跑出来了，有没有？有。我们那个佛性不跟凡尘那个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呢，就是东西南北，就是时间跟空间我们的佛性不跟时间争，不跟空间争。只要呢空间、时间跟佛性争，佛性它就退位，就隐藏，伊拢转牛郎对不？修养好不好？我们佛性修养非常好，伊拢袂甲人相争啦。你若要弄牛伊，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经文本身就讲得很透彻了，只是我们都意会不到，以为讲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不知道说讲如来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的佛性就是如来，我们的佛性就是佛，佛跟众生没有差别，所以那个名跟相都是假的，没有名没有相，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安尼有了解无？然后刚呢，看我们后面有很多那个道德经那个 DVD。可是呢，好像各位都没有心去研究拢个白白拢无要摕回来看，有没有带回去看要研究我们越研究真理越研究就越透彻了解，透彻了解我们的行为就不会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就可以解脱，一定呢可以成就了，往后可以成道，可以成佛。那假如我们对真理都朦胧，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成道成佛就比较困难，比较没有希望。那我们呢透彻的对自己不生不灭的本体了解那个就很容易就一定可以成就自己从内心产生信心，绝对可以成佛。时间早晚一定可以所以要这个改毛病，气脾气，毛病脾气我们佛性里面都没有了。可是我们现在在完成生活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毛病脾气？有。还蛮强对不对？所以了解说真的是修则改也要改掉毛病脾气。佛性里面没有毛病脾气，所以修道最主要不能有情绪我们情绪一来了讲不讲？
都一定不讲理的坏爸爸，所以呢要了解说修道不落入情绪，一定呢要很清醒，清醒的时候啊，那个曲啊都整个呈现，那我们整个觉都呈现了，就是最理想的生活，所以一定呢我们要解，眼耳鼻，舌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么接着啊讲到身，我们身体啊，一样，身体呢就是接触，我们一接触啊，接触呢完成的这一些事跟物啊，那么完成的事物啊有生命，那我们身体的那个接触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进入这个冬季，冬天穿的衣服就比较多，对不对？那现在假如说我们穿很少衣服会怎么样？会感冒，对不对？所以那个穿衣服啊，就是接触啦。接触我们穿软和，穿的很少，那个啊，就是生命。我们身体啊接触的生命，那我们呢接触到那个很粗糙的，很细滑的，我们喜欢摸粗糙的还是细滑的？都是细滑的，摸得很舒服，对不对？那个就是接触，接触有生命，对不对？有生命，有生有命，你接触到了，那个就生，这个现象一过去了就灭，生灭生灭。可是啊，我们能够接触到那个完成的所有一切，穿衫穿高穿布，摸得粗的那个油的，那个啊，能觉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触线，是不是不生不灭？是不是不生不灭？假如说我们那个身体啊，那个触那个线不是不生不灭的话，那我们这个衣服啊，那个冷天气啊不用穿多，热的天气啊也不用穿少，为什么？因为都不会变化，因为我们外面的那个天气有变化，然后我们身体的触觉啊一样也产生变化。那个变化的就是生命，那个能知道变化，会适应变化的那个，那个佛性啊，那个本体，就是不生不灭的本体，这样了解吗？因为在身体那个触觉性方面啊，我们对那个不生不灭啊，比较呢还要用一点心啊，才体会得出来。所以呢，或者就先从那个舌头、嘴巴先讲，那个嘴巴容易体会，那一体会到嘴巴的那个不生不灭啊，然后我们延伸到眼睛、耳朵、鼻子，然后身体，然后跟底下讲意念，全部都一样，都有不生不灭的那个在。那我们呢要了解到不生不灭，是不是都要回光返照？就是要把我们的那个知觉性啊，把我们那个气啊，收回来，收回来以后啊，我们就可以体会那个不生不灭的身体的那个变化，这样了解吗？身体方面啊，那个触觉。一样啊，能够知道外面的所有一切变化的那个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所有的现象都是始于生灭，生灭的我们就让它自然然，自来则应啊，逝去则尽。冬天的天气冷了就穿多点然后天气热啊，衣服就少穿一点，就自然这个事来就应了，然后气啊就静了。像我们之前啊，都一定要这个门窗关起来，然后开冷气，
对不对？那个也就是身体的触觉，哦，身体呀、很热，哦，那个触觉呀、需要外的那个冷气呀、来调和，那个是不是生灭？生灭。那我们应对冷气，应对天气自然的冷，那个能够应对的，是不是我们佛性不生不灭的那个本体？对不对？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用不生不灭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是非常鲜明讲清楚说明白，没有模糊的空间不是安尼含理合理，不是讲安尼拢对啦，不是那样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定要认识真理。那我们认识真理了以后生活起来就会得心应手，过得很祥和如意，就好在天堂一样。他们讲到那个做一个意，意就是意念我们起心动念眼耳鼻舌身意，最后一个意我们都很容易起心动念，对不对？那起心动念我们都生灭不停，念头都一个接着对不对？一个接一个，迄就是生灭啦即马安尼念头走出来就生，念的过去对无？就灭，个新的念头个走出来个过去就是生灭。迄个会当生念头出来，迄个就是不生不灭啦。伊拢无变化，直直生出来迄有变化。安有了解无？咱的意念迄个本心本体迄就是佛性本体那个呢如伊拢无变化，可是呢，它能够生出万念，万念拢为伊遐生出来，所以伊本心就是不生不灭，伊本心不生啦，生出来拢咱拄着外口的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然后促成我们意念有念头出来，安尼知无？所以咱的念头足济接济拢为倒来，为目睭看耳听鼻去鼻着，然后嘴食着身躯接触着然后才生念头。所以那个佛教它有一个法门叫做看化头，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就是讲坐禅的时阵或是打禅期就是要看化头，看我们讲话，我们起心动念的那个源头，有没有？都没有听过没有。那个是一个修持的法门打禅期打禅期可以了解吗？有没有听过？那个打禅期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克期取证，就是7天的期限一定要领悟强迫自己领悟那个内容就那个主的这个标出来，让你这个7天之中不能有别的那个心思都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面。那个看话头也就是要克期起证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以看话头也可以了解到佛性本体。那我们很多没有体会就看话尾啦。看话头跟看话尾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哪里？看话头就是说还没有生出我那个意念还没有生出
那个内容，那个叫话头，那话尾就已经生出我们的念头的内容，这样了解吗？我们念头都有内容，对不对？那我们大部分呢是自在话头还是自在话尾？拢伫话尾伫迄个已经起心动念迄个念的内容，念的内容烦不烦恼？话头的话烦不烦恼？都没有生出那个我们起心动念的内容，那就没有烦恼了。我们都是已经生出了有那个起心动念的内容，伫咧想今晚安尼几摆谈，有没有？几摆谈有没有烦恼？无钱通用就烦恼对不？所以你看想去想安尼，经济嘛愈来愈歹有没有？那个股票不是掉本来都快9000点了，现在掉到7000、6000多，一直掉下来，就了钱对不？烦不烦恼？各位可能会想说，我也无买无咧玩股票，我也知最好啦因为那个金钱游戏会把我们束缚了，给咱绑起，对不？那我们在凡尘就是要了解到，有当食，有当穿可以遮风避雨，很就好现在的厝南部还可以啦北部很贵一间干安尼一档大尔，就安尼算1000万，1000万那偌久？好像天文数字安尼想讲要去买一间厝，就爱安尼拼，一世人有当就拼袂到，就很烦恼了，对不对？要不要为那个事烦恼？要不要？我们安尼生在凡尘直直拼到一间厝，有一口气都要转去。即摆迄间厝要创啥？安尼有跳，真戆拼到要死已经拼到一间厝讲我身体唔做主一口气才袂来，我甲迄间厝搁送互别人，甘愿唔甘愿？唔甘愿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就是要了解到，有通遮风避雨的唔免去甲人咧拼迄个豪宅迄豪宅迄一平几万现在吓死人了一平大概是50万，6手4方50万，值不值得然后我们这个买车我们都是蛮志气高啦，为什么买进口车？开起来才有派头啦，派头要足多钱对不？不要，要迄都爱钱，都爱去拼赚钱，赚去买，有没有？结果买来开开一个伤紧，甲人相容的死翘翘。刹那之间生命都不见了，那所有的打拼都没用，所以我们人生呢就是要立定志向，立志向很重要了。各位同学，立什么志向
对，就是要立志向成佛，能够成道，成道成佛啊，这是最有价值的，最值得我们追求了。那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都是希望不在啊。纵然咱规世界拢互咱赚着啊我那无效啦，一定会死的对无？咱若死啊拢规个赚着拢都要个规个送人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迄个死法不实在。然后我们这个修持啊，就是很实在，能够培养我们的那个德，那个德能够培养。我们往后啊，就可以啊，坐在供桌上，受人啊朝拜，假如说没有培德，没有内涵，那我们呢，往后啊，何去何从？要去倒，准备要倒，各位先生，往后啊，准备要往哪里去？最理想啊，就是在里天，真理的那个范围之下，就是在里天，长期光图啦，在那个佛教来讲，它有还圣啊同居土，有方便啊有余土，有实报啊庄严土，有长期光图。长期光图呢，就是我们说的理天呐，长期光，极啊，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照啊，就是佛性的随缘之用，我们呢这个极而常照啊，照长期，在长期光里面，就是呢在理天最理想，那一定呢要把毛病啊脾气去掉，在理天有没有毛病脾气？不能有了，有就到不了了，到不了理天了，所以一定呢要去掉，我们所在凡尘沾惹的尘垢，都要去掉，全部去掉呢，才能够回到长期光图，也就是无极理天，所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本来就是在无极。在呢，那个一本，那我们现在落入万殊，一本上万殊呢，那修呢就是要万殊啊归本，又回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也把那个不生不灭的六根性啊，都跟各位这个讲清楚说明白，你了解无？所以往后就知道说，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因果一致啊，才会成就啦。有清楚无？那有的话呢，我们就回到这个《楞严经》这个讲解回来。我们讲到哪边了？第6页啊，那么快已经到16了，16页，翻过来啊，16页又翻过来，翻过来在那边。阿难白佛言啊，在这边这个阿难呢，向释迦牟尼佛讲，我今又作如是思，所以这阿难呢，他视线就跟我们凡人一样，又做如是的思维就是用我们的根尘相对的那个六识心在思维。是始于那个变化，始于无常，始于生灭。那么是众生身
这个腑脏在中，窍穴之外，有长则暗啊，有窍呢则明。咱来改藏起来啊，都拢暗无看的。若有窍，有窍则明，就会当了解。那么今我对佛，今嘛阿难呢对释迦牟尼佛开眼见明，目睭背金嘛，就看到光明，名为境外，就是看到外口。那么闭眼见暗，目睭若闭落来就看到迄个暗相，拢暗蒙蒙，名为见内，就看到内底。思意啊，允和这个义理啊，来安那，伊认为讲安尼真对啦。开眼见明啊，闭眼就见暗，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开眼见明啊，闭眼见暗，那个有那个生灭的心，跟有不生不灭的心，都在一起。所以佛在问阿难的时候啊，他就讲说，是见尘呢还是见性？见尘是见啦，见性也是见啦，了解吗？那我们假如是开眼见明，闭眼见暗，把它认为是对，这样也是见尘还是见性？对，这样就是见尘啦。就是看见完成的景象，他看见完成的景象它就是生灭无常那个就没有走入我们修道的轨道，安尼了解无？所以这个很详细的跟我们说明。那么佛告阿难，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汝当闭眼见暗之时，你目睭拢开开，看到暗的时阵，那么此暗境界位于眼对，位不对眼。讲你目睭开落来，看到暗面蒙，这个暗面蒙甲目睭有相对无？目睭有看到这暗面蒙无？有没有？就是跟眼睛相对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个佛在问阿难说：“你见暗的时候这个暗相、暗境界，是不是跟眼睛相对？有没有相对？有没有？各位先生，有没有相对？这个暗相暗的境界就是跟眼睛相对了。因为有跟眼睛相对才知道就是暗相所以呢，佛就先这个拟定到底有没有跟眼睛相对？若与眼对假如说是跟眼睛相对，所以佛他都不霸道，袂讲真理你就安尼就相信不对都不会那样，他会讲道理讲，而且讲得让你心服口服。伊讲较输咱眼见暗是跟眼睛相对的话，那么暗呢在眼前这个暗的景象伫咱的眼前，那么云何成呢？为什么你讲伫内底？迄伫眼前呢？可以了解在眼前吗？像我们说咱的目睭可以看万象，对不对？就看不到自己的眼睛，对不对？咱目睭看到家己目睭的，有的较巧的就讲我来摕镜照就看到镜是伫外口伫外口所以我们眼睛真的见不到眼睛啦所以那个很奥妙是我们的那个刚才讲那个意念它可以安尼生出万念就是生不出自己来伊家己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拢生袂出来
会当生慢念出来，这样了解吗？很多那个不容易了解的地方呢，都是在这里。那我们在这里了了，就知影讲原来他可以跟那万言攀岩，就是攀不到自己所以佛跟阿难讲跟眼睛相对这个暗就在眼睛的，不是呢在里面不是在身体里面肉层内的，假如说是已经变成我们身体里面了那居暗室中，咱来那个暗室来的大无日夜灯，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也没有灯光。那么暗室中皆如胶糊，即这个暗室的内底拢你的迄个三焦呢六腑，就是你的迄个身躯内底遐五脏六腑啦若不对者云何之见？假如说无甲目睭相对免有法度看到，知影无？所以你讲足白话对无？无真深啦有真深无？无真浅所以有咧讲经真浅啦只是讲咱拢无研究毋知影即摆研究就知影。若离外见有讲一个角度，讲准离开外口会当看到的景象，内对所成离开外口所看到的已经对到内底，咱身躯内底所成的，那么合眼见暗名为身中。你目睭安尼合起来看到迄个暗的景象做身躯的内底，那么开眼见明何不见面？你目睭闭开，看到光明，哪会无看到你家己的面？各位浅显，咱的目睭莫用镜看会到家己的面袂？会袂？看袂到所以佛陀来讲，较输你若安尼闭眼见暗开眼见明你若无看到你家己的面安尼有了解佛咧讲的意思无？所以伊甲阿难伊咧讲开眼见明，闭眼见暗见明做见外，见暗做见内伊讲这安尼拢无合真理啦，拢毋对咧讲迄个毋对的内容拄则咱讲的就是毋对的内容。较输开眼见明是成立，安尼咱就目睭若闭紧就看到家己的面若闭眼见暗安尼目睭闭起来就看家己的五脏六腑，安尼有合理无？拢无合理对无？所以而咱讲的都毋对，安有理解无？那么若不见面，较输看袂到家面，内对不成就是讲咱那个闭眼见暗那个内对都袂成立。见面肉成看到面，较输真有法度实现。那么此了之心取于眼根那在这个虚空，较输看会到面。这个咱的心迄个了知迄个心甲咱的眼睛眼根，都比伫个虚空敢有安尼？咱的了知心会走虚空去袂？袂所以咱就知影讲佛咧讲真切真详细那么何曾在内？为什么你讲闭眼见暗的时候是伫个内底？若在虚空，较输你的了知心伫个虚空智慧如体，那自然毋是你的身躯，自然毋是你的有性本体即应如来，真见如面
意识如身，那照你迄个道理就是今嘛这个不错这个释迦牟尼佛本身呢今嘛会当看到你的面，嘛变做你的身躯啊所以讲的拢无符合真理。然后佛呢都详细解说那不符合真理在哪里把它指给出来，还有了解无？看各位好像很沉重，很轻松啦伊讲的都足浅呀足平常的。那么如言已知啊，你的目睭已经知影。那么身和非觉身躯合甲迄个觉无相合你的目睭开眼明闭眼见暗拢伫咧目睭啦，目睭已经知影可是目睭知影身躯唔知啦，安尼有了解无？真清楚嘛分咧甲学咱讲讲你目睭安尼开眼见明闭眼见暗或者见外见内即马你的身躯甲你的目睭拢合袂做伙啦目睭知影尔，身躯拢知啦。那么譬如此言你一定执着伫讲虽然两绝，讲身躯甲目睭因两个分开啦，有两个地界，有两个了知心啦。那么应有二知应该有两个会知影，即如一身呢应成两佛就是你一个身躯修到成道以后两个佛就是变两个身躯啦那么是故应知如眼见暗，明见内得无有是处所以讲到尾再甲伊讲那个结论答案，讲你安尼讲安尼闭眼见暗的时候明为见内无一块对啦，有了解无？真浅对无？有没有很这个粗浅不深啦我咧讲真拢白话。那么阿难言阿难呢他又回答常闻佛呢开示示众因为阿难呢这个侍从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讲伫身躯边咧侍候释迦牟尼佛，所以佛在开示示众时候他都在旁边都有听到那个示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出家两个，在家两个拢咧修道示众。示众知道吗？比丘就是和尚啦比丘尼就是尼姑啦在地居士优婆塞然后呢在地的女居士那个优婆夷迄就是示众就是拢有心咧修德，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呢种种心生。这个心生法生法生心生呢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都会用到我们先呢讲说心生法生咱心嘛先生出来，先生出来以后就去完成咱心所想的代志譬如讲我即马开始来洗衫即马等下就去摕已经有穿过衫洗那个叫做心生呢，然后就法生，这样了解吗？譬如讲咱的心来看电影，心生了，然后呢就到了戏院去看，那个叫法生，心生法生，安尼了解无？咱的日常生活内底安尼对无？拢心生法生
拢心生法生较济啦。啊，然后呢，底下那个法生心生啊，颠倒过来，就是讲咱本来心无想要做啥，但是外口的迄个境啊，促成啊，我们去做，譬如讲，都无想要去滚番薯，看到讲，安那吹番薯才有对，若无紧滚来吃会，放了身躯会歹去，好啊，无来滚，迄叫做法生呢，来心生，安尼知无？由外境啊促成内心啊，那个叫做法生，然后心生，然后由心生然后促成外境，那个是心生法生，安尼了解无？因为咱凡尘拢离为开安尼啦，一定是心生法生，无就是法生心生啦。所以而咱伫咧佛边听到有咧教咧，比如和尚尼姑甲迄个在家居士咧讲，伊拢咧听，所以已经来讲出来。我们呢这个转过来，我今思维而咱来讲，我今嘛伫咧想思维，那个思维啊，那个念虑。念头的套路啊，迄是拢咱的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啊，而咱用的都是用生灭那一面，用生灭，即思为体呀，使我心现，这而咱讲我即思维，即思为体啊，使我心现，迄个思维体啊，是我的心现，随手何处啊？今则随有，随手合啊，就是看咱去看到啥，知影啥，就甲什么合作伙，那叫随手合，随手合的时阵啊，心得随有，一非内外，中间三体，唔是伫咧内底，也唔是伫咧外口，也唔是伫咧中，唔是第三个所在啊。都伫咧迄个思维体，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思维体呀，就是会当想东想西迄个思维体，是不是根尘相对所产生的六识，对不对？是始于生灭不停的所以而咱这样讲呢，佛一听呢，又是不合真理，然后佛告阿难。如今说也，有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手何处心随有者，就是讲法生为外口的景象，然后种种的心就出来了。那么随手何，看到啥，看到什么景象，就甲迄个景象合作伙，迄个合作伙的地方所在，那个地方所在心随有，心得有，伊呢，甲这个心当作是咱的真心，心无体，安尼来讲这心伊就无体啦。我们刚才讲妄心无体，这边呢佛就讲出来，那一种随手合是不是妄心？妄心是不是没有体呀？它变化，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掌握那个原则就是妄心无体，然后真心有体，所以我们平常假如说有空闲，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是不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那个真心？对吧？因为妄心都放下了万念那个都是妄，为什么说妄？因为它变化无常，一直在变化所以不真那真的不会变化真的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万念放下，个妄就尽了，真就显真会显现所以我们生活之中呢就可以来做
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它可以时时刻把我们那个真心啊，让它呈现，真心都照出来，各位都了解吗？万年放下的时候啊，是不能去注意啊，看到境界啊，那个看到什么境界，也是万年里面的一缘，也是缘啊，那个也要放下，所以自己啊，哇，这个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心生了？那个是不是缘？要不要放下？那个也放下，所以全部都放下，妄才会尽啊，妄尽真才会显。真一显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那个己呀，那个不变之体呀，也己，那个己啊就呈现了。然后完成的所有的事啊，所有的念头啊，那个叫造。这就是佛性的随缘之用。不变之体啊，也己；随缘之用啊，也造。造而常己，就是造了以后啊，随缘之用又要回到那个己，回到变之体。然后呢，己而常造。佛性本体呢，又能够起随缘之用，很活泼啦，有了解无？袂安尼死板板啦，足活泼的，能够随缘之用，就能够呢，不变体都能够照顾到，随缘之用啊，就是事来则应，然后呢，我们事气啊，又则静，又回到如如不动的本体。你较了解无？越就会越透彻明白，对不对？我们都熬过2年多了说不知道不承认，说我们知道一定不承认，说我们全部知道又不敢承认。我们现在都是卡在不上不下。只要呢我们多用一点心一定会透彻，一定呢对真理会全盘了解，所以这个熏习非常重要，我们对真理熏习的已经都够了，自然而然我们呢就会走入真理世界，走入真理的领域自然会进入的，所以那个佛对那个阿难所讲的这一个里面的都是从那个为心里目金河所在，是从那个延伸出来的，对不对？释迦牟尼佛问阿难说呢，你的心跟目心里目金河所在，你都一样。那假如说这个问我们的话呢，为心里目金河所在，各位浅显，我们的心里目你都一样。最高品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心与目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是了了分明。咱有了了分明对不？有迄个知觉性对不？迄个知觉性就是我们的真心所在啦。你看咱万年都放下，一念都不生，不是什么都没有啦。绝对有什么？有那个放不下的那个真心，那个我们自己会感受。有还有一个第二棒，更较棒，都放不下来那个就是真心啦，那个就是心里目金河所在，就是啦。还有了解无？还有不能住相就是伫遐啦。你假如说跟释迦牟尼佛讲，就是伫遐，他会说错了。
因为住相就不对了，不住相才对，不住相，就是真正的它整个呈现，所以我们那个真呐，真是有得爱很用心才会出来，出来以后我们一找到了，一劳永逸，是讲你找到就袂无去啊，永远都拢对，那成就成道成佛就是他，都是你啦，了解无？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用心，所以这个这边呢就讲这个水所合的话呢是心无体，因为那个就是妄心，它妄心无体，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那是心无体呀，则无所合，就没有那个所合啊，若无有体，何能合者？无体，无伊的本体，然后呢能够合得19界。我们都知道呢，6跟6、643、6、18，没有第19，对不对？没有第19了。然后因为7层合，只有6层，没有7层，对不对？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只有个？只有6层。所以假如说无体能够合的话，就有19界就有7层。然后佛就讲是也不然，这个真理不是这样，这个不对，不是这样。那么若有体者假如说呢，是有体的话，那个思维是有体的话，如以手自治其体，你这么用手把那个体给抓，如手之心为户内出，未从外入。你即马所知影讲你的手去抓到迄个体，这个知影的心是为你身躯内底出来，还是为外口来？各位同学，我们的那个手之心是从内出呢，还是从外入？我们呢一般的那个手之心，都是从我们那个内心里面跑出来，从内出，不是呢这个从外入。那么若复完内出，还见身中。假如说呢，为内底出来，咱的迄个手之心是为内底出来，然后呢还见身中。就会当看到咱身躯内底的五脏六腑，当看到咱的心在动，头毛在动，下尾会看到五脏六腑袂？所以为内底出来就无合道理可是我们都以为是从内出，对不对？然后佛这样讲呢，让我们知道说，从内出不对。较输为内底出来，一定因为心有灵知的作用，心伫倒位都要拢足清楚的啦。心既然你的身躯内底，你身躯内底的五脏六腑精加咧动，然后头毛咧生，你拢知影。筋转脉筋咧动，你的脉咧摇，你拢知影。确实咱逐项拢唔知对无？逐项拢唔知呢，讲为内底出来都唔对啦。所以我们真的错，真的是错到不知啦。唔知影甲唔对甲你唔对拢唔知影。这样了解吗？所以佛呢，就是要我们对那个真心透彻的了解。不含糊啦，无安尼含糊哩。那我们众生呢，都是把那个认识的心以为在身内，伫身躯内底，
所以佛都一再讲，不在内啊，不在外，不在中间，有无？然后我们都会回答，无所不在。不是大家拢安尼咧回答，有无？可是迄嘴咧讲啦，拢无体会啊，无体会迄个无所不在的内容，所以那个佛的意思啊，就是要我们知道，身体啊，是随有红众缘聚会借我们用，不是在身体里面，也不是在身体外面，因为身心向外啊，向要修，无人修啊，所以不是伫内底，不是伫外口，所以才讲不即不离，有了解无？然后呢，各位假如说看那个不是我们那一个不是有笔记吗？有没有？它里面有偷根偷尘，有没有？我们那个佛性啊，离开我们的，然后离开呢六尘，偷根偷尘，离缘独立，离开所有的因缘，它独立存在，独自存在，拢伫咧无去，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真心的奥妙，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呢，要深入去了解。那么往后这个《楞严经》呢，一直讲呢，都是在讲这个内容。所以，假如说从内出的话，知觉性啊，未来内出来，就要看到咱身躯内底的五脏六腑，看到肩胛咧长，头毛咧生，筋脉摇拢清楚，安尼才会来生息。那么肉从外来啊，先合见面。假如说这个知觉性迄个了了分明，是为外口来。那较说外口来，就要先见到咱的面啦，无这个代志对无？无讲咱的知觉性啊，为外口来，然后先看咱的面，咱面拢看袂到。那么阿难言他就回答，见是其言啊，心之非也。阿难言伊讲见看到啊，就是目睭看到，心知影迄个心毋是目睭啦，为见啊，非义，心来讲迄个目睭看到，安尼毋是道理啦，所以这个叫做强背硬板，硬要甲拗过安尼，那个阿难啊，硬要甲拗过。然后佛言，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讲，肉眼能见啊，较使目睭啊，有迄个见性，所以这边呢，佛就讲得很详细的。那么汝在世中门见不？你伫个房间内底，房间门你有看到无？讲世人则是于此啊，尚有眼存。伊一口气无来，目睭拢要好好伫咧啊！应接见物啊，安尼伊应该有法度看到物件，因为目睭拢好好，眼见啊，目睭好好，会当看物件。若见物者，较需要当看到物件，因何名死？免来讲都死啊！死人目睭还佫伫咧对无？一口气长去，目睭拢好好啊！有法度看到物件无？无法度所以佛就是咧讲咱用目睭啊，认为讲看到是目睭，安尼唔对啦。看到就是咱的佛性，咱的佛性咧看。佛性照目睭，佛性面孔，佛性照着鼻啊，佛性照着嘴。照着身躯，照着意，会当呈现万象万事，对吧？所以才好做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
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啊，拢是咱的真心佛性，性外无物啊，咱的心外口无物件啦，所有的物件，所有的万象，拢是咱的佛性。这个我们就要接受，要一段时间啦。讲我物件是物件，哪会咱的佛性？物件是物件，哪会咱的本体？我们都会很讶异呀，很奇怪。可是，在真理呀，我们就是了解到，没有我们的佛性，就没有山河大地，就没有万象。所以，山河大地万象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拢是咱的佛性，拢是咱的本体。先嘛先了解这个道理，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现在先知其然，所以然慢慢解说，了解以后，拢融入啊，就能够为什么无极啊，能够生太极，两仪万殊。然后我们现在啊，就到万殊呢，就归回到原来的那佛性本体。它能够归回到原来的佛性本体啊，就是回归无极，已经又回到原来那个地方所在啊，所以所有众生啊都是如来，所有众生呢都是佛。安尼对家己有信心无？要有信心呢，这个很重要，因为自己对自己信心有了，发挥的力量就很大。那假如对自己没有信心没有力道了应对那个挫折的时候就没有担当，拢赶紧要过来求外道来帮助。那假如说我们能够相信自己就是佛，自己就是如来，遇到什么挫折自己要用智慧去解决，自己能够承担他就会很高兴原来天地之间是一体的，一体中没有困难没有挫折没有障碍。你有了解无？所以或许都说呢，回去的时候谢谢你给他们听。那个里面老师讲的很详细把整个真理呢都在几个字里面都呈现。那我们北部有录那个 CD 一直反复的唱你开始放拢唔免搁再去找，一直一摆唱完，搁一摆，一摆唱完，搁一摆，唱完迄地全部拢是谢谢你，可以拿到吗？没有的话这个向这边拿我们有送到这边来。还有一面呢，就解说，那个解说谢谢你的内容那个解说我们讲解1个小时10分钟，把那个内容有解说，虽然没有讲得很详细可是大概大致那个意思都能阐释出来。哥要听听那个意思，然后要会唱，唱久了还蛮好听的很感人还活着的时候要说声谢谢你，要谢谁对，就是要谢谢我们真心佛性我们真心佛性陪伴着我们经过千千万万年千千万万生所有的生死佛性都陪我们都陪伴我们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这个努力。那么底下呢释迦牟尼佛又讲阿难，又汝觉了能知之心肉心有体为复一体为这个有这个多体，是一体呢还是多体？那么今在汝身呢为复遍体
为不遍体。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那个解了能知之心呐，就是那个了了无明，我们那个佛性啊本体，若心有体。现在呢，你以为啊，那个根尘相对的，那个六识啊，是有体的话，为复一体，它是一体呢，还是多体？还是有足济液体啊有足济那么今在汝身啊，现在在你的身上，为复遍体啊，为不遍体？它是呢遍满你整个身体，还是呢不遍满你整个身体？这整个身体呀，全部都有呢，还是呢只有某一个角落有？若一体者啊，所以有佛呢有分成四个内容：一体、多体、遍体不遍体，有分成四个角度啊。然后呢解说，若一体者啊，则如以手治一之时，即嘛你用手抓你我们有两只手、两只脚，你干那家抓一支就好。莫呢四肢啊应结，你抓到一支四支两支手二脚拢有地感。若悬结者啊，假如说全部拢有地感，自应无障。安尼你就唔免抓，唔免去抓一支啊，迄个感全部四肢拢有。若有手，你抓有迄个地方所在，有抓到一个固定的所在，则如一体啊，自不能成。你讲你这个一体，安尼就袂当甲真理相合。那么若多体者，较需要有真侪体，则成多人，就变成很多的人。合体呢为汝，多一体是你，已经足侪人啊，多一体就是你。这就是讲一体啊，甲多体。那么底下呢，就遍体啊，跟不遍体。若遍体者啊，同前所著。较需要遍体，甲头前你抓一支四支来呀，迄啊抓着一支手。各位浅显，我们抓住一手啊，另外三只会知道吗？咱若抓着一支手啊，剩的第三支啊，会知影讲去用抓着无？没有嘛，对不对？所以那个那个一体多体啊，都不成，然后遍体也不成，无迄个代志的。那么若不遍者，假如说不遍体的话，当汝触头啊，一触其主。讲若无遍体你头壳甲你讲一下完讲一骹，头有所觉啊，实应无知啊。头壳有地感，这样讲对啊。骹骨应该无地感。那么今汝不然，今嘛你唔是安尼啊？所以你看佛在讲啊，是不是拢足浅足详细，对不对？很详细的说，是故应知啊，随所合啊，心则随有，无有是处。所以应该用智慧来知道。你咧讲随所合就心就随有，安尼无一块对。那么阿难白佛言，听到一个呢向佛啊，这个表白说：世尊，我亦闻佛呢，以文殊等啊，知法王子。那个法王子是菩萨，法王就是佛。谈实相时啊，世尊一言，心不在内呢，意不在外。那个实相啊，就是真实的。那个实实在在的那个现象实相。那阿难呢，他就讲：如我思维
他已经那个佛讲心不在内呢，意不在外，所以现在他又思维，又是用我们那个根尘相对的心在想，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之故在内尘，因为身体里面五脏六腑都没所以底来对唔对。那么身心相知在外非异，身心身跟相连结，拢会知影。安尼心伫外口嘛唔对，跟道理无合。今相知，今嘛因为拢相知，腹内无见，内底都看袂到五脏六腑中间，一定伫咧中啦。即马学咱搁互伊想到，一定伫咧中。那佛就讲，如也中间中必不明。你讲伫咧中，安尼中一定袂糊，一定真清楚伫咧中。那么无所在，一定中无一个地方所在。就是有它的地方所在，会当改指明出来。那么今如推中即摆你伫咧讲中间，中何为在？中伫倒位？你讲我听看卖。中何为在？伫倒位为乎在处为当在身。是伫咧地方所在，还是伫咧身躯的？那个佛来跟阿难讲，那个处就是地方所在，那么为当在身还是伫身躯的？若在身者，就伫身躯的呢？在边为中，那身躯一定是伫咧边唔是中。若是伫中都甲内底同款家己咧身躯内底会当看到五六腑同款那么若在处的假如说是咧地方所在未有所表未无所表伊有表示出来还是无表示出来那么无表示出来甲无共款若有表示出来伊就无固定表示出来迄个中间没有这个固定所以为什么呢如人仪表较需要有人已经甲伊表示出来表为东时表示讲伊就是伫咧中那从东看它变成西南观旁边看它成北那个表体表示出来迄个体就混乱心已经杂乱，那么心就已经乱了，所以中表示出来拢会变化。那么阿难言他就讲，我所说中非此两种，我咧讲的中不是这两种，如是真言，刚才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讲，眼跟色为眼，生于眼识眼有分别，目睭有那个分别的作用，然后色尘无知，那个外面的形象那个色尘没有知觉性，然后事生其中则为心在，所以他呢把那个事当成心事心事心，事心不是这心事心就是生灭的妄心这样知道吗？它属于妄心所以阿难呢讲那个事生呢其中则为心在。那佛呢讲汝心呢落在根尘之中，你的心伫咧六根跟六尘的中，那么此心之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这个心体是有兼两项，兼六根搁兼六尘两项，是讲无兼若兼二者假使两项拢兼物体杂乱迄个物甲体
物件，那个尘啊，尘就是物，然后根呢就是体呀、那个物跟体啊已经打乱，物啊非体之，那个物件六尘啊，伊无法度知影，迄个自性唔知影，然后体啊六根，六根知影，所以两项合起来，一个知影，一个唔知影，安尼呢，成敌啊两立，变做一个知，一个唔知，就变成那个对呀，跟他敌人。那么引合为宗，安尼什么是伫中？那兼恶不成，为六根六尘两项甲兼咧，袂当甲真理相合，那非之啊不知，那个非之啊，就是尘非之，那个呢根啊不知，因为已经呢分开了，它都不知，即无体性呢，综合为相，安尼都无体啊，所以那个妄，那个我们那个妄，就是呢根尘相对啊所产生的那个六识叫做妄心，妄心无体，综合为在，综合为相，是什么现象？是故呢应知啊，当在中间啊，无有是处。你讲伫个中无一块着，已经拢无符合真理。我们呢今天就讲到呢地方，剩下呢这个10分钟呢，给各位提问，剩10分钟，各要踊跃，能够把心里面的疑问能够提出来，也可以就我们今天所讲的不了解的地方呢，说明。好，请说。第二题是：能生万法者，因为生灭法，非不生不灭法，本性清净，最终还是要证无疑之境，不生万法，还是真如来。这个要怎样解释？因为你讲的这一些呀，我们就是了解到已经到蛮微细的程度了，所以或者刚才有讲，就是我们认为说心在身内不对，心在外不对，所以它是属于不急不离。那个呢，我们要知道说不是呢生之如来了，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知觉性能够呈现，然后发挥我们佛性的那个前提大用。因为问比较详细那个比较高的一个程度啦，所以讲解的时候就是要详细去讲解，所以问的时候你就问题不要太长，太长会含混，变作混合，混合答案正确的变作唔知。好，再说。第二个问题，六祖坛里面，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戏，六祖还在门外吗？因为他是对着神秀那个句而讲的。神秀那个身是菩提寺心是明镜台，然后是勤拂拭使了尘埃，这个是早已相。然后六祖所讲的那个句菩提不是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次了尘埃，那个是着空神秀是着有，然后呢六祖是着空，两个把它合起来，既不着有也不着空，就是中道了，那就是道。可是我们一般的解说都会把那个那个菩提本无事，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次了尘埃，认为都是已经是见性了。可是我们从那个句语的本身
来探讨它的意思。当然啦，菩提呀，本无事是不错啦，就是觉嘛，哪有？然后明镜啊，亦非台，也没有一个明镜台，那个呢，我们要了解反而神秀的时时勤无事，务实的尘埃是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的心不要有尘垢，这个反而更好，让我们能够受到利益。那假如说本来无一物何事的尘埃，那个是羞耻的程度。那假如说我们在开始毛病脾气很多的时候我们又讲本来无一物何事的尘埃，都什么都不用修，等于是脾气毛病都不要改，安也行得呗。所以找有不对，找空更不对了。佛就讲，宁可找有如心山，不可找空如镜许。那个找空很危险，你什么都不做了就消极了。那么真正的到达那个道的时候那个是在讲我们那个真心真心是无所不在，真心它是这个尽虚空遍法界那个真心尽虚空遍法界有另外那个讲的方法，不能就讲本来无一物何事的尘埃。你这样一讲的时候我们都什么都不用做，都不用修，都不用改，那这样可以吗？可不可以？要修要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它那个含义一个就是找有，六祖是要把那个有对把它去掉，不要找那个有，它是用空来对掉那个有，是两个相对的。安尼了解不？说我们生死跟涅槃，没有生死就不用涅槃，因为有生死才要涅槃，安尼知影不？所以生死是假的，涅槃也是假的，所以才讲生死涅槃等空法，相等，都是空中的花。那我们假如说看到涅槃前面相个大涅槃，那就不一样了大涅槃就是佛性本体的状态，跟那个涅槃跟生死相对是不同的。很有了解不？所以要了解到他讲的那个方向，他在讲的是相对的，还是一个绝对的？你像说那个智显禅师那个一即忘所知，更不加修持。他那个更不加修持就是本来无一物何事的尘埃。可是他是在那个他用那个镰刀在割草，镰刀去打到小石头，小石头去撞到那个植子，然后发出声响。他是从众也聚会领悟说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这样，所以才讲一即忘所知，就是忘掉能知跟所知，没有能知所知，没有能所，就是已经一体了，就是佛性整个呈现，所以更不加修持，没修已经搞动龙养骨鹿不斗萧然机然后呢这个次无中机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显远上上机，那个才真正的是本来无一物而次的尘埃。你知道不？他讲的背景要了解，它是相对的呢，还是绝对的？绝对的会讲到佛性本体。那讲佛性本体是什么样的状态，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没使含理合理像智显禅师就讲得很明白。为什么？因为那个龟山那个和尚就跟他讲说，还没有入胞胎之前你讲句来，我要祭你就是受祭
你讲一句，你也未进入胞胎，就是还没有投胎啦。你那个在空中哦，你的佛性还没有进入胞胎，还没有投胎。那个之前啊，你讲一句来，我们不讲吗？我们还没有进入投胎的时候啊，我们是什么状态？我们会讲说他的中阴身啊，中阴身是状态，可是他那个心意啊，你是什么心？你那个时候啊是什么心？所以那个智贤禅师啊，一讲出来，讲不出来啊，请龟山那个和尚告诉他，龟山和尚说：“我讲是我的啊，跟什么关系？你讲才是你的啊。”他回去一直翻所有看过的书啊，经书啊，找不到答案，他就收拾行李啊，回家了。说我爱吃袂就好啊，无饭通吃，我等下吃袂啦。一回去整理完了，才产生的那一个现象。所以他就体会到。完成的万象万事啊，都是演技则生啊，也善救妹。你看他也不知道月亮里啊得镰刀啊，去那个啊扎到小石头，小石头会飞去啊撞那个竹子，全部都不知道啊，可是整个都呈现，咚一声啊，那一声促成他领悟了。所以说一急就忘所知。不要在那个相对的里面啊去用心，已经是一个绝对。一即忘所知啊，没有能知，没有所知，没有能守，能守双明，所以更不加修治，那个才真正的可以本来无一物啊，何次了尘埃？了解意思吗？在相对的时候啊，不能讲成绝对。在绝对的时候啊，一定要有前因。它之前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讲绝对？一定有它的根据。含理合理。所以或者都只说，我们研究真理啊，一定要透彻了解明白。讲清楚说明白才可以。不能呢含混。含混不可以的，所以有疑啊要问，所以问这个就很好。你看我们一般解说啊，都说六祖已经见性的已经很高了，那你跟前面那个那个神秀那个怎么说？就呢怎么样对不起来了？他们相对的，那个生死跟涅槃啊是相对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就是要有那一种实事啊，求实，实在的事要去求它的真理所在。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多谢占道天师德、老天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听楞严经有没有心得了？会不会感到很深？没有声音吗？比较小声哦。这样，有了，比较大声了。我们呢，从这个楞严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那呢，大部分呢，那个明心见性一定可以很透彻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前面这一段有关于我们要这个明心的部分，我们的心有生昧的心跟不生不昧的心。上个礼拜呢，我们也有把它呢集结出来。各位有没有听懂啊？
它有生根有不生功的。哦，我们从呢那个嘴巴的那个舌头啊，哦，舌头呢，它不变之体，不变之体呀、在经典里面啊，它的字叫做极，极界的极。哦，那我们呢这个佛性有随缘之用，那么随缘之用在佛经里面，它讲造。它极而常造，造而常极，有没有听得很习惯？有。那我们呢要了解到，哦，它极而常造，就是佛性本体本身，哦，它如如不动，可是它可以对万象万事啊，全部呢都能够呈现。全部呢能够包含，所以那个整个出来的那个功能作用啊，都从如如不动的本体出来，所以那个叫极而常造。那我们从文字呢不太容易了解意思。假如说学说那个极就是我们舌头本体，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吃花生有花生味道，吃梅子有梅子味道，吃饭有饭的味道，吃面有面的味道，那个呢，很多味道，那个就是我们不变之体以后呈现的那个随缘用。那么用了以后那个叫做造，那造以后它又会回到本体回来，叫造而常极。那么造而常极呢，就是我们花生吃完了，花生味道就消失，对不对？换梅子吃的时候有梅子味道，那饭我们吃饭有饭的味道，吃面呢有面的味道，是不是啊？我们一吃完以后那个味道消失了，消失以后它又回到本体回来，这个叫造而常极。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我们从文字一听起来，极而常造，造而常极，好像跟我都没关系。可是一分析以后，原来关系这么大。那个我们研究六祖坛经六祖是讲说，不断摆思想，有没有？那个极而常造，那个就是不断念的摆思想。我们起心动念，它都不断。我们对万象万事的认知我们都能够发挥，从不变之体出来。所以那个极而常造。然后造了以后它又回到本体，叫造而常极。然后极造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这点了解不？所以我们平常就是少接近心理心法。不知道说原来跟我们这么亲切，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都在用那个极造同时佛性的本来面目。那我们从这个楞严经里面我们来这个了解到佛所阐释的那心，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心。所以在前面这个地方就已经明白的讲出来。可是各位假如说住在文字那就完全都不了解。他言在此意在彼，知道意思吗？文字讲话是在这里，可是它意思在别的地方。那我们先把前面这个西次那个我们那个心的地方所在，先把它了解以后，我们再来说内容。我们讲到第六，对不对？20页。20页。
哦，阿难白佛也，哦，这个阿难呢向佛哦这个讲说世尊，哦我喜呀，哦往昔见佛。以大目连目犍连、须菩提、富罗那、舍利佛这四大弟子，因为他们都跟随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身边呢，帮助释迦牟尼佛大转法轮，所以常言觉知分别心见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既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则我无着名为心不。这个阿难他一听了以后这个所说出来的地方所在都被佛破斥了拢不对调，都不对啦说无有是处。那么现在最后一个讲说呢这个之前曾经因为阿难侍奉释迦牟尼佛，所以都时时刻刻在身边。那么对那个佛所讲的一些那一些经典讲出来的话，阿难都记在心而且阿难记性很好，只要一听进去他都能够记住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四大弟子讲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那阿难他就想出来说既无所在，拢无一切都无着都不要着相这样名之为心这样就是心则我无着名为心不说我都无着，这样是不是心？那佛就跟阿难讲佛告阿难汝言皆知分别心性既无着的世间虚空水陆飞行知所物象名为一切，汝不着者为在为无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问阿难说你现在讲我们那个觉知那个分别就是了了分明了觉知了了分明的心性既无着者全部呢都无着那么底下呢佛就讲说世间整个所有虚空以及呢水陆空中的飞行，水底的、陆上的、空中的知所物象所有有形有相名为一切叫做一切。那么汝不着者现在你不着为在为无，你不着呢是有形象还是没有形象这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那底下呢佛就讲无者同以龟毛兔角。假如说是无这个没有现在完全没有那么就像呢龟毛兔角，这个有名无实，只有名称没有实在的龟没有毛，兔也没有甲，这个只有名称而已，这个真的就是没有无允何不着无的无唔免个不着啦那有不着者不可名无。假如说有不着的话呢，可以讲无，那个无相才可以说无然后呢无相得无没有形象才可以说没有。那么非无则相。那假如说呢不是像龟毛兔角，那么就有相。像我们语言文字也有相。各位先生，这个我们以为语言没有相。各位先生，有没有相？有。就是有。语言一样有相，因为讲出来了有声音有所在，所以语言有相。
那么相有啊，既然有呢，则在，就已经在了。哦，允和无着，已经在就不可以说呢。哦，这个无着。那么是故啊，哦，应知啊，一切无着，明觉之心呢，无有是处。哦，这个时候啊，这个佛就跟阿难讲，说呢，这个一切无着，你认为他觉之心呐，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那么我们回顾啊，从头开始从第一个那个心在我们身内第一个，从呢佛问唯心以目啊，今何所在？我们现在各位浅显来领悟我们心在哪里，好不好？很懊恼因为我们都认为啦，完成的所有人都认为心是在身内，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而且大家都共识，认为心就在我们的身内因为佛讲心有灵知的作用，灵敏知觉灵知凡心所在之处，你的心在哪里你一定对那个地方一切都能够分明了知，就是能够了分明。你的心里头这所在你用真了解，所以佛就讲，你既然讲我们的心是在身体里面，那么一定可以看到五脏六腑，一定可以看到指甲的生长，头发也一样在生长。各位先生，我们可以看到吗？看不到，对不对？所以佛就讲，既然看不到，那心的灵知作用就消失了，就不是了。这样了解吗？这个就是否定心不在我们身内。那底下的6个地方那个是被迫，然后能够把想到的全部讲出来第二个就心在身外。那佛就讲，既然心是在身外那身心就已经不相安心有所知身不能觉这个身有所觉心不能知，就身心都分开了。然后佛就拿手给阿难看，说你看到我的手吗？阿难说有因为手我们看到手是眼根眼根属于身属于身体方面心分别吗？阿难说分别那佛就讲，你既然眼睛看到属于身，心能够分别是心身心相知，为什么在外？所以又把外拼掉，那阿难又被迫那在眼根里面眼根就是潜伏在眼根里面阿难最大的问题是第一个在身内，那底下都是没法度不对然后再想出来然后佛就说既然潜伏在眼根跟眼根合在一起就像我们这个戴眼镜他就问说，当见山河之时你看到山河，难道看到你的眼镜吗？阿难说有看到然后我就问他既然是潜伏在眼根跟眼根合在一起那么向外的时候可以看到山河大地，然后那个回来，我们知觉心回来，一定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孔。他问阿难说，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面孔吗？他说看不到我就讲，那你潜伏在眼根就无有是处。对
然后呢又想，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到底是什么？就想，所以各位先生，那个前面的这个已经要把我们那个整个真心都呈现出来所以那个第4个那个阿难呢又讲他又一直在思维，用我们的内心一直在思维，他是的都一样是在哪个地方呢？各位先生，在哪个地方？无所在那个还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是等一下我们要透彻了解以后明心见性了以后才说的。那个中间的过程就是把凡尘所有的物象全部都用我们的那个生灭心去思维，它到底是在哪里？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整个，我们不是要万年下一念不生吗？对不对？要把我们整个妄全部认识，它什么不正确？到底是哪里正确？都要唔对都要出问题，是哪里不对了？所以他就一直在想，用生命心一直在想想说我们凡尘所能够这个知道的，就说呢，开眼见明，然后闭眼见暗。那我一听呢，开眼见明，跑到外面闭眼见暗，就跑里面，他就问说：你闭眼见暗的时候到底跟眼根相对还是不相对？我们闭眼见暗，那个暗有没有跟眼根相对？有没有？没有。那么唔知，跟眼根相对你若目睭无看，你那会暗，有没有相对？就是跟眼根相对。所以那个佛又讲，你说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那个无有是处，不对。然后阿难又想，无要讲啥，他讲随手合啦。就是看到什么就知道什么，看到树就树看到厝就厝，随手合则心则随在然后佛就讲，那个随手合你就把认为那个我们的妄心有体，那假如说妄心都无体，那就变成了那个19界，然后7乘合。那只有36、18 66乘64没有19然后也只有6乘没有7所以佛又讲说你那个随手合无有是处。然后阿难想一想说我知道了，知道说说看，在中间。然后佛就讲那个中一定有一个地方所在你把它标示出来，哪一个是中？我们把它标示中，从东看呢它不是中变成西了。从南看变成北了。中就变无定位所以佛就讲说那个中间就是佛性所在无有是处。然后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就是最后一个第7个，既无所在，就是我的心。这样了解吗？我们看经文我没有讲了，可是那意思已经整个呈现了所以把那个我们最重要的要认知的把它呈现出来。因为生活之中我们所用的都是根尘相对，根就是6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6根，然后尘就6尘，色声香味触法，根尘相对产生6识，那个6识我们把它等心
因为成相会一直变化，所以我们的心也会跟着一直变化，所以叫做生灭心，也叫做世心。世心它是生灭，这样吗？这段要听清楚因为关系到我们领悟以后进入真理世界。那所以这个是属于生灭心。生灭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不要去求它了，只要它知道它是功能作用。那刚才我们有讲是功能作用只是吃土豆鱼对不？土豆吃完就无伊就搁回到本体回来，对不？所以功能作用是这样它呈现的只有一次。我们看到万象，看到一个然后你转个形象不一样，刚才的已经消失了，对不对？所以也只有一次了。然后你转了以后它又回到本体，现本体回来。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是属于生灭的生灭心。那我们要了解到为心与目今何所在？心跟我们的那个觉知性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就回来第一个在身内，那不是在身内。然后我们从真理来分析，身体是水火风土四大呢这个外面的物质然后集合借我们用，对不对？然后水火风土它没有知觉性，有没有知觉性？水火风土那个是无知之物，不知道。可是我们现在的身体知不知道？拢了了分明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佛经把那个真心就讲出来了，在哪里？就是把那个觉知咱古的拢给剔出来。剩身躯的水火风土，水火风土我们想一想一口气不来，水火风土到哪里去？归还给天地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那个知觉性是不是还在？因为它没有形象，不会死啦。它也没有分，也不会死。可是就是了了分明所以我们都会讲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既无所在。然后我们就会讲说都尽虚空遍法界，有没有？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身体最亲切的地方着手。身体有四大假合水火风土就我们用，然后有不生不灭的佛性也一样在我们身上。所以它的那个答案不即不离。不即就是不住在身上，不离也一样从身上发挥知觉性。这样有没有一点了解？就是我们把整个身体的构造那个所有风土重点忌讳借我们用我们再把所有风土整个能够分析得出来，它是没有知觉性。然后我们现在身体有知觉性，知觉性就是佛性。那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现在跟生灭的身体和合。我们修呢，就是要把生灭的认识的透彻，然后呢能够住在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上面。这样了解吗？有一点点可能不要紧那假如说一听就能够先了解，那根基太好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原来对吧？尽虚空遍法界不是骗人的，因为知觉性我们看到知道什么，全部都是佛性本体。宽不宽？不宽广？很宽广的你为什么知道？灵知为什么有灵知？佛性本体
不是身体之道，是佛性之道。这样有没有对佛性认识了？所以领悟啊，就要从这个地方。身体啊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假的，要还给天地，一口气不来啊，都衰害啊啦。可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都不用还，没有现象，可是了了分明，切实存在，对不对？我们是要这个切实存在、了了分明的这个知觉性啊，我们能够守住它，这个叫做气生灭啊，守真常，常光呢就现前。有印象无？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研究啊，一定要从这个地方下手。我们的佛性啊，尽虚空遍法界，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我们一再讲说我们有玩过相机的人都知道，照相的时候啊，那个按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能晃动，晃动把洗出来的相片啊，模糊不清。那我们佛性呢在身上，假如说它是在玄关，我们玄关不是一直在动吗？那假如是的话，那我们看的形象一样模糊不清。可是我们头动形象都很清晰呀。那为什么？是因佛性如如不动。然后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呀，都不用带佛性去，对不对？像佛学在涌下来，也不用把佛性带下来，对不对？在这边就有了有没有？而且都圆满不缺，对不对？有没有缺啊？都圆满不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动的身体，不动的是佛性。不管你到哪个地方，纵然到美国、到大陆、中国大陆一样，佛性都在。有了解不？所以很奥妙。那我们就是住在身体，住在身体呀，身体呀有变化，而且很大。身体的那个快乐，身体的痛苦啊，对我们来说啊，比佛性都还重要，重不重要？我们都看得很重，对不对？那个叫做本末倒置，该注重的我们都没有，不该注重的我们很注重，很注重的我们一直他调养，直直甲补，直直甲补，会死袂？伊正迄叫做忘恩负义，对无？拢无想讲咱直直甲顾，直直甲补，结果伊一口气啦，唔来唔来，是不是这样？爱搁直甲照顾下面。正确，无照顾有法度修德，就是要要他能够正常的能够吃饭睡觉，对不？然后我们才能够修才能够成。那所以就是要抓对方向，唔当中拢一寡去取药甲咱加倒，不应该注意的，咱拢叫注意啦，有没有？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唔免注意的咱足在意的，这应该爱努力的拢甲挂一边啊，有没有这样？咱真巧真戆，承认自己很笨吗？一定不承认的。讲我上巧，拢嘛蒙批，有没有啊？蒙批也真欢喜的。含啊滚筋大细条，对不？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啊，真切就显现在眼前，有没有？你看身躯是天地物，水火风土，
它没有知觉性啊。为什么有？有就是佛性啊。所以佛在问啊：我心里目今何所在？知影无？知道在哪里了吗？我在我讲几波，还不了解呀、就是那个知觉性，它既无所在。所以我们不是有听那个经吗？金刚经不是告诉说应无所住，然后耳生其心，有没有？无所住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能落入形象，不要住在形象都没有住在形象，那没有住在形象我们能够做到了，就进入空了。那空的时候假如说没有耳生其心会变完空了。那耳生其心在空中能够生心，就是有。有呢，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研究道德经不是讲常有跟常无吗？没有，两个合起来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就是常有跟常无合在一起。有看不见，无可是了了分明，对不对？你有一点了解明心的部分我们就是要知道生灭的我们日常都在用，应对进退都用生灭心，起心动念也是生灭心，可是要知道它是用一次就好。我们不是有用了就丢吗？有没有？不知道什么产品说用了就丢，那个就告诉我们了，生灭心就是要用一次，你丢了它就回到本体回来，你不丢了就把它当成本体了啦，这样了解吗？所以今天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有没有？佛性呢不住在我们身体里面，因为它的灵知作用唔知影五脏六腑，无看到人家咧动，痛咧生，拢无但是伊有咧动有咧生无？确实有咱哪都唔知，就表示我们的心不在那边，不在身体里面，就在灵知作用。那我们的灵知作用是不是已经可以拓展到整个虚空，对不对？怀疑有没有？就是要相信我们的知觉性非常宽广这个所有的凡尘的万象万事整个呢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宽不宽广？那我们就不必再追一些万象万事产生分别，因为它全部都是我们真心所呈现。没有心哪知道相？知道相是不是都是心？所以心跟相它是合在一起。那之前我们有讲这个心静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持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有没有？还记得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心静一如。我们心跟外面的环境就是现象它是一体的。那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体要不要分别？不用，不用分别，一体了没分别也不会产生喜欢讨厌，对不对？没有喜欢讨厌就不取舍，不会取舍就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解脱了没有？就解脱了。可是我们分别心强不强？为什么很强呢？
就是从我相住在我相，把这个身体的我当成真的，住在这个身体，要给他利益我们这个到人类太久，既得利益已经蛮固定了，有没有？现在要把它呢，这个既得利益全部都去掉，容不容易？就是不容易。所以修道是难在要跟自己作对了，毛病都出在自己本身身上。只要我们把不正确的观念全部去掉，就恢复本位。本位就是佛，就是菩萨。就是摩诃萨，都是菩萨中的大菩萨。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呢？愿不愿意呀？所以就是要认识，我们是真理的，就可以回到本位。我们都是佛，我们可以跟南极老仙翁一起站在高高的地方来看，大地的混沌，第几次了？第8次，我们一次也没看到现在要记得要看，站在南极老仙翁身来看，看第8次，大地混沌，也就是圆会第8个圆会。那我们了解到，南极老仙翁还没有到之前就没有圆会吗？有。那我们往后有没有圆会啊？有。所以它绵延不绝，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都一直这样延续的。然后呢，沧海桑田，一直变化。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球，我们经过下一个也会，不知道是住在哪个地球，不一定是一样的啦。所以无量的佛世界。我们为什么都不去啊？去不去啊？没有勇气啊！我大家加混乱了。所以要了解到所有的佛世界我们成就的都可以去，可以去所有的佛世界度众生。那我们呢，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因为善恶都分明，善的很善，恶的很恶，所以活菩萨他们都到娑婆世界来示现，就是在这边呢行功立德会比较快。假如说我们到北俱泸州，北俱泸州呢长寿天他们寿命平均都1000岁我们想想看，1000岁是多少？我们人生的几倍？他为什么有办法生存了那么久？有他的条件就是大家都善，他那个善能够使这个地生长的万物都是养生。那因为我们凡尘有一半是恶所以地生长出来的有一半是生，有一半是有毒害生。刚好养生也害生，半一半，所以我们就寿命只有100岁。要吃到100岁还要条件，对不对？还不容易我们就想一想看，这个1000岁。然后女孩子结婚几岁竟然也知道就是500岁。500岁才结婚我们现在假如说500岁结婚的话，那所有坤道都不用结婚了，要没结婚就死翘翘所以了解到那个整个那个凡尘的善跟恶很鲜明。那假如说我们一直又经过到那个生会的时候人要灭了，
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呢，只有10岁啊，10岁啊。啊，查某囡仔当时要结婚，10岁就死啊，较紧结婚的哦，嘛袂赴人结婚就死翘翘。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外在的环境啊，随着我们众生的造业而决定众生都是行善，寿命就很长；众生呢造业恶很多，寿命就很短。因为地生的万物啊，随着我们众生的那个善恶变化，这样了解吗？那我们假如说善都多，那出现的这一些宝物啊，那个七宝，它就会很多。那假如说我们都是作恶，这一些七宝存入地下，然后呢沉入海底。不见了，我们众生呢见不到，因为都是恶。而善的时候，它都浮现，都浮起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共业非常重要，众生的共业，大家都认为这样是对去做，大家认为这样错，那个共业是很重要。会想到我们整个人类的那个生存，所以现在我们从大的来看，智慧开天，然后五慧观，五慧过去了现在已经走到慧慧，然后呢智慧开天，丑慧辟地，隐慧降人，然后丑慧辟地的时候现在又进入地要混沌，那所以往后的108年地一直下沉，不是说50年后那个哪一个国家现在淹水那个国家，泰国，50年后泰国整个在海面底下，旧的拢去海水淹去，已经无陆地整个东南亚也一样，一直海水上升，陆地下沉，这个是大的啦，大的方向。所以我们要了解以为说这个是我们什么减碳不减碳造成，其实那个是一个定数，就是会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很少去研究一些道理，而这个呢，就是在那个小徒儿验师真那里面有连带一篇老母13叹，那里面的一叹就写出来，老母就讲出来，说呢这个只会开五会关，天已经关了啦，那接着地就混沌，接着人就灭，人灭以后混沌进入下一个圆会，那下一个圆会出来以后又是只会开天。丑会辟地，到隐会的时候人又降生。那我们看老母那个信子十戒，就会说，我们在洗澡老母把我们衣服先衣先鞋都收起把我们赶到凡尘来，对不对？有没有看其实那个是讲好听是我们起心动念然后才降入凡尘。而且现在不是有很多修了道没有修吗？那个种子不灭下一个圆会比较清醒的都不愿意到娑婆世界来，不愿意到凡尘来，不要现象，不要太苦了啦，苦不苦反正都是苦，只要落入现象都是苦，所以都不愿意到凡尘来。那有求没修他就没有主宰的力道，他自己没法都主张了，那个业力把它推，你不得不来，就像我们现在业力把我们推到凡尘我们不得不来，来不来为什么要来这么苦？就是被业力推来，我们都不知道，他都按你生出来。有原因的会升到凡尘，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一落入凡尘是不是都不一样的？
有的人那个呵护长大有没有？有的人啊，在地上抓那个鸡食在吃，有没有？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就是在凡尘的所作所为，我们都一直在利益众生行善。那出生的时候呢，人家都呵护一直保护你长大，好不好？那有一些父母亲很忙啊，生下来以后你自立自强，有没有？就让他放鸡草，鸡无要食草所以牛才要吃，放牛去食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落入凡尘啊，都有其因果啦。所以或者说我们老师那个谢谢你那一首歌感悟生命有没有？因果情绪也是心内的累积，有没有？老师那个谢谢你，真的是可以说泄露天机啊！他的整个都讲出来了，只是我们都没有去体会而已。体会了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那个韩剧那么多人看，因为他把握就是分香气相交替这几个字咱就围笑围靠跳舞，不过咱大家看较美美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最后那两句就体会到能够爱人是很福气，有没有？然后学会了圆满生命里面的颜媚颜集，颜媚帅意我们跟家人有没有帅意的时阵？有没有亲人的时候？所以那个颜媚颜起就是我们在凡所有道育都点老师都把它点出来，所以有了道，让我们永远不孤寂，有没有？就是要研究这么殊胜这么好的，不研究太可惜了，可不可惜？所以要从心理心法进入，这样听懂了吗？所以为心里目今何所在？知道它在哪里了吗？这个还不肯定，要搁甲多在身躯内底，对不对？多在身躯惯势都已经那么久了希望要赶出去让它无家可归。所以要了解到，我们把它赶出去不住在身上，变成整个西方都是家。我们不是唱一首歌吗？好大的一个家，有没有？那好大的一个家我们都嘴巴会唱而已都没有体会所以要了解说，我们现在的努力的方向，就是把灵知的那个真心能够启发，能够守住它，那个叫气昧守真常，常光就现前，常光就是我们本身佛性本体所发挥的光芒，那个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所以成佛都不用怀疑。我们一研究心理心法，可以有这个信心就是了解到原来就是这个要成道要成佛就是这个尽虚空遍法界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都能够在生活之中都能够体会，能够呈现，就已经努力在修道。
还能在不？哦，而且这个上个礼拜回去啊，在高铁上面哦，看那个新闻，那个美国弥勒宝堂出的新闻嘛哦，老师不是一直在强调嘛，一定要研究啊哦心理心法，哦可以让我们超生了死，哦然后可以成道，可以成佛，各位有没有看？真的有啊。以或许的感觉啊，哦，迄父母拢讲啊遐深，嘿，摕到拢个束之高阁，哦，迄上实在啦，食饭较重要吼。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前面啊这一段，那个佛在问阿难，唯心以目啊，今何所在？那个是要启发我们啊。对真心的认识，然后对真心认识，那个真心啊，即心即佛，那个心就是佛了。所以成佛一定没有问题。所以前面才讲，这个十方，如来同一道，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不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之为迹象，有没有？这看过呢，问题啊。我们才看过在前面没多远的地方啊，这个十方如来同一道，都相同的这个道啊，然后出离生死，脱离呀这个生死，脱离六道轮回，皆以直心呐，这个直心呐。就是正念真如，正念就是没有念我们有念叫做这个邪念，已经不对了，不正确了所以正念真如那个呢叫直心，那直心呢也就是我们的真心，也就是即心即佛，所以只要我们肯用用我们的直心啊。就可以成道，这了解吗？我们刚才讲的抽离了所有风土，已经呢不跟所有风土混在一起的那个知觉性，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那个呢也就是真心，也就是直心，它同一道呢处理生死。就用这个直心，用这个真心处理生死，心言啊直，也直，然后讲出来的话，也直。各位先生，我们日常生活讲出来的话，直不直啊？不直哦，不直在哪边啊？都有自私自利的企图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心都没有直啦，讲出来话也没有直，我们在那个应对进退，那个都是我们讲说都应付就好啊，有没有？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所以离修道真的还有一段距离，那我们心直言直，如是乃至终始地位。终就是结果那应成道成佛，始就是开始，我们开始修道如是乃至终始终这个过程的中间啊，永远都没有委屈相，微婉曲折啦我们现在那个看那个电视剧啊，它都微婉曲折，我们才喜欢看，对不对？那个滴滴的要看无？你切到以后啊，切掉，免看。伊要不做结果就知影，要不要看？因为没有委婉曲折啊，所以社会教导我们啊，就已经不，教咱都爱委婉曲折，要修成道就不婉曲折。就是要直心，就是要真心。那我们开始
当然会有一点吃亏了，可是没关系呀、吃亏就给你哦，一劳永逸啊，吃一点亏成佛了，成道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吃一点关系，真心一定吃亏。因为现在那个私心呐，自私自利的心都很浓厚。我们要知道，准备好骗呐，会不会？不管啦，准备好人骗个人欢喜，最幸福，绝对成就的。我们就是不甘愿。其实你看不甘愿了，是不是假的？对不对？好欢喜，我来。样的最好方法，甘愿让人骗，我嘛欢喜让你骗。你看会不起冲突？不会高不高兴？所以我们这个观念要改变还真不容易我们要了解到凡尘都是在要落入这样纵然我们会赚钱，到整个一口气都不来了，要送给谁啊？带走带不走要不要送人？你都不行就是要送人，那干嘛去争呢？真的不要的吗？自己讲不跟人，都会让人。所以后学就讲修道就是跟自己很多自己放下身段了，自己能够放得下了，海阔天空真的都是无忧无虑了。所以那个世祖跟着法龙禅师讲，所以都还记得吗？已经忘光了啦，你等于人海里好我去再人。那个世祖讲，百千法同归寸，和尚妙在心莲，一切戒备门，神通变化，悉住记住尽在汝心。一切也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人归人，性相平等。大道虚妄，皆是绝律。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缺少以佛无私，跟佛一样差别，更无这个别路，没有别的方法，就只有这个法。但你任心自在。莫观，然后呢这个莫烦那个头脑，就是不要有那个烦恼。然后呢就不做善，不做之恶，修恶触目一眼，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这个是世祖道信，世祖道信祖师呢。跟那个法龙讲，那法龙的那个句干嘛？对，恰恰用心时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那可以体会这个意思了吗？那个我们就是恰恰就是刚好要用心的时候恰恰用心时，然后恰恰无心，没有心用，所以无心可用的心就是直心，就是真心。那所有的生灭心都没有了，所有心我们要真的无心，什么都不要了，无心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法龙的恰恰用心时这恰恰，然后无心恰恰用。无心的时候给我们用，直心都是真心。那当用下无，当我们用心的时候，恰恰都没有生灭心。你有古的意思能找出来吗？有没有？所以那个法龙讲的就是帮助我们用生灭心，要用直心，要用真心，了解不？所以我们只要记真理世界那个宽广无非常宽广。
人的所有的万象虚幻不实，都假的啦，不要呢真的万象。所以牟尼佛问阿难德，唯心里目所在，然后这个7个地方呢，把凡所有的万象万事啊，不管是有还是无啊，全部包含在。那我们把这7个地方所在全部都破，不住在这7个地方所在啊，我们呢忘了就尽了啦。所以那个万年放下，就是放下这个地方所在啦，知道吗？有内容的哦。你说要放下什么？放下这个啦。心在身内，心在身外，心潜入眼根。心见明暗。心随有，心中间，心无着，全部去掉，忘尽。忘尽接着怎么样啊？对，忘尽显。那个真显啊，直心就是真心，就是即心即佛。那个司空山啊，净禅师啊，不是教导那一个要那个禅恳的那一个吗？说你要问道呢，还是要问佛？佛跟道不一样。他说你要这个问佛的话，即心即佛；问道啊，无心是道。有没有？都没有印象啊。我们都一个一个把那连贯意思啊都写。在讲的时候啊，有时候是先讲一些纲要，然后呢把那个内容慢慢我们往后解说。解说的时候啊，因为虚习的时间久，然后呢了了分明就现。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刚刚没有讲那么详细啦，可是现在越来就细，有没有？都รู้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原来我们放下一些凡尘的万象万事，不管是无，全部放下，忘记，然后显。所以那个一念不生啊，就是真。那个真显，那个真啊，就是佛的本体。爱追求这个啦。追求这个才是正确的。不然呢，我们呢中间呢都有很多不该努力的，甚至跟人家吵得很厉害。没有，点滴在心头。知道就好了所以我们往后啊，就是朝心性的方向来努力。努力把心呢整个呈现。要记心灵作用，凡心所在之处啊，一切精能分明。你像没？我刚清梦，心有灵知，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你的心里都一样。你的精能分明了知，你像没？对啦，就是这样所以都清清楚楚所以我一直讲说我们是古今啊，不离当下。有没有更详细的？那个时事古今啊，就是过去在未来，那各有3世啊，就9加现前一念啊，就10世。那10世的古跟今啊，是不是显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不要起3心就没有4相。没有3心4相，3世啊，摄受我们不住，我们就进入6道轮回。过去世然没摄受我们不住了，未来世也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也摄受我们不住，我们就脱道了。这样了解吗？有没有一点困难？好像一点是很困难。不能做到，而是看我们有心。有心做的话，一定可以达到。我们也都有看那个弥勒रू巴，有没有？弥勒रू巴的那个修，为什么要修那么苦呢？就是害人，害死人了。还要用那个苦来磨练，把那个业障全部都磨掉。所以他一直就是经过那一种很苦的那一种
那个生活。他师父啊，马尔巴，他故意的要让盖房子，然后背石头上去，对不对？然后盖好了以后说错地点了啦，是在这边不是那里啊，你把它拆下来盖到这边来，他又把那个石头啊拆下来，然后盖到另外一座山，有那个师弟帮他，那个马尔巴说，这个石头不是你搬的啊，这个是谁搬的啊？他说师兄不可以，要你自己搬，就是那么苦啊，中间很多次都想放弃呀，可是他一生啊不能放弃，还是要努力修了。到后来你看没得吃的，吃那个青就是生的那一些就吃到全身花绿。那人们见到他，问他说：“你是人为啊？”他说：“我是人啊。”怎么会变得这样？没有吃了，有没有？有没有看？那个弥勒，所以他说我们凡人在凡尘多生活一天多造一天的罪，然后入地狱唯恐不死，时间唯恐不长，是不是这样？今也是那个是老实话因为多天足食给这生灵的对不？是多到这一天，没有？安尼命愈长罪愈重，爱较早死。所以我们不用那样，我们可以不吃那一类的东西，不跟他结恶缘，我不跟你搞透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南部比较有养那个家禽我们自己有时候是要去重量有没有？你自己吃了台湾那的过去，有没有？那个就是跟他，我吃你的时候是几斤几两以后你要讨回去不能超过，对不对？这样，要杀的话。做鸡做教不是去刀伤你去出事，和你去都好也惊你，还有很多借口嘞。要杀就杀你，还有一些借口。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有那么大的能耐，有那么大的功德吗？可以就是使他呢，能够生。那一些他就讲说有这个你有德的话我生。你无德的话，还命，就这样。那我们有没有德啊？都没有啊，自己也没信心要有，因为我平等了，内心之中平等了，它就出来。讲的见性是公，平等是德。你都平等了，没有分别心的，德就出来了。所以日常生活呢，就是要培养，尽量把分别淡薄降低，然后这个利益众生，只要之间一样会习惯的，不然不做惯，对不对？做坏也习惯，做好嘛也习惯。那我们喜欢好还是喜欢坏？往好的方向。人生很短暂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哪一天这个把命要交回了，也都在想那一阵子我们休息50天有没有？也敲都敲不掉有没有？你都想讲要来给他换一个，过去不来不见了，无脆弱的啦，所以唔能靠势唔能靠势，我尽量我较老再收，袂有你观察底解不是要底老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那个年轻人很快去倒位所以我们在凡尘这个要把握生的每一天，就要赶快能够呢及时修道。哇，已经多小时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我们呢这个接着就从
留30分钟啊，不过你拢唔问诶，你拢唔问，我唔知讲留事啊。要是你们像台北那个前线啊，我都这样讲的差不多问啊，讲着要问，那样的话我就会留很长，因为我们这边人多了，不敢说也可以问，因为安利很乱，所以才留下时间。既然你们要30分钟，会满你们的愿，人傻问。那我们呢就看了耳时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6、7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这个前面的叙述，那个请法的那个礼仪，是呢，后来最小之弟，这个阿难呢，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堂兄弟释迦牟尼佛年纪最长，最小，所以是如来最小之弟。然后蒙佛呢慈爱，佛呢，都很这个照顾他。虽今出家呢。是教已经出家了，在修道了。可是内心里面还仗势的克谁啦？克谁公我的堂兄就是佛，所以高林就是有一点骄傲然后呢他的堂兄会可怜所以多闻就是多闻，一直呢听修持法门未得无漏。还没有那个无漏，所以那个无漏就是已经成就了，能够成菩萨成佛就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翻成叫做烦恼，无漏就是烦恼，那没有烦恼就是已经成佛成那我们了解说在这个面那个漏。那个就有一点那个精神外放，神力外放就漏，所以那个无漏就是精神都能够回光返照，都能够收回。那不能折伏收毗罗座，就是没有那个功夫没有定力，那个大梵天的收毗罗座都没有办法折伏。那么为手转，被那个座转到呢那个摩登伽的那个启示里面，欲云蛇就是没有主宰自己当由不知真迹守就是呢我不知道那真如实际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呢所在之处唔知讲真如实际伫倒有样安尼叫你起唱去用安尼摆布那么唯愿世尊大慈开示我等摄摩他就是希望呢释迦佛希望他的堂兄呢能够呢大慈能够可怜他能够呢开示我等，因为还有非常多的大众一起在听摄摩他就是那个修道成的一条道路奢摩他路。那奢摩跟那摩地跟禅那我前有讲翻成中文3个叫正定。那奢摩他着重是领悟真理，三摩地就是实修实践实际去做，然后禅那已经有功效呈现。所以3个内容不一样，虽然翻成都是正定，是从佛性里面出来，还一直翘住一直等安尼头也关关等等下亲闻是非，就是呢能够听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导那么尔时呢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其光华如天日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从那个面门这个面门就是我们那个5个忌讳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5同时在放地
那个佛在那个放光动地我们一样放光动地，只是我们都不知道。那个面门就是要我们聊我们那个六根性啊，上个礼拜所讲那个六根性，然后放呢种种光不只有一种种种光，那么其光呢晃耀那个光亮好像有100个1000个呀，我们一个很亮的，对不对？它好像100个1000个，所以我们的佛性啊都是这样有1个1000个的亮，可是我们现在拢敢躺起来，自己遮住它，所以见那个亮那个亮也都不见。那普佛世界6种震动，都有佛世界6种震动，如是方围城国，所有10方东西南东南西东北西北上下10方的围城国土，然后一粒围城就是一个国土非常宽广，我们所看都太渺小了，咱看到一个娑婆世界的国土呢这边呢就讲10方的国土一时开现，能够同时能够展开显现佛之威神令之世界合起，然后佛的那个威神力令呢世界所有世界呢就合成一界那么其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的知大菩萨所有的这个大皆本国合掌成不用呢赶到普陀林来所以呢我就是聊到那个我们一入到正定里自在本国，自在自己的不生佛性本体上面，然后呢就可以听到那迦牟尼讲经说法。各位浅显修成了以后你就坐在你里就可以听到呢这个10方之佛在讲经说法，有奥妙听到好像在说口他们都不用来来去去了只要入自己的性温里面在正定之中就可以听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免来来去去。这一段呢就是讲这样佛告阿难这个佛跟阿难讲说，一切众生呢从无始种种颠倒业这个自然如二叉戟这个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是太久了啦没就故为故拢颠，我们众生呢都是颠倒，然后业种咱众业众多自然这个造业，然后好像呢那个二叉戟印度的水管一地有3颗一个地头有3粒就叉戟。那么知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北城声闻缘觉即道知天魔王及魔见主地由不知2种根错乱修习所以说这个佛就明确的把它讲摸到根的成仙做佛了，摸不到根就瞎修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根本，然后错乱修习，故都修不成啦所以各位一定要佛的那个那个因那个成佛的因是呢我们的真心，就是直心那个才是那不是的话呢就不能成啦我们从事相或者都一直强调那个事跟相不了的，你做他都拢全累了了那个只有自己业障以及跟生结，那个跟佛成佛没有交集。所以我们想象努力的方向都是朝事跟相一直在努力，对不？对不对？他可以成佛成道你看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就那个不能成的啦
事相变化无常，你伫个变化无常的内底，要成道，要成佛，不能成的，一定要不生灭啦，一定要如如不动。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呀，不生不灭啊，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都认识了，都启发了，然后利用了，那我们就一定可以成就。时间早晚一定成就，对吗？要听进去呀。我们的佛老师不是说嘛，要听进去呀，然后要走。告诉我们说，一天20分、30分，2个小时，一定要挪出时间来走。那不了解的话，要先听。听了以后了解，要走，就可以脱离苦海，就可以超出6道轮回，生了死，是真正。或许上个礼拜六又看那个老师说，在美国说的那么详细啊。老师很疼爱他们呐，叫兄弟，很地方都一再讲。因为安尼再三交代5小时了，今嘛一个空地高温的我们就留着这个下个礼拜再来讲，然后呢，再留给各位提问。要问不然礼拜我们要收10分。好，请说。法治更胜一层，也就是处于快熟睡状态。换句话讲的是，可是并没有熟睡，因为人走过来，轻笑一下便醒来，但是眼神一副睡眼惺的样子。30分钟以内会自动清醒，精神好。是做对了，还是根本就算睡着了？各位的用心程度啦，那个手抱的那个方向都不太一样，呈现的那一些功效也不。可是只要我们心思一定要正，不能心动念，不能胡思乱想，对自己没信心啦。不管遇到什么都是缘啦，把它放下，他是能睡啊。睡了他精神就对我们身体也有帮助啊。还有吗？第二个问题，每一个大圆会信仰白养3期，及像现在的普度众生吗？住上呢都是这个样子的。大致说有青阳期，因为呢青阳期就是万物生发的时候。红阳期呢，就是万物成熟然后呢，白阳就是已经结果了，都有这个我们所有万物都是这样，金，然后呢到红，然后白，都有这个过程，大致上呢都是相同。倘若有招众生都了，还会有大圆会吗？众生都怎么样？度尽了，众生度尽了，众生都成那成佛到佛世界，所有的佛世界非常的宽广，所有的佛世里面也有加万倍，有全部都是菩萨，有全部呢都是阿罗汉，然后呢也有圆觉的一些在里面，所以要能够度尽众生都成佛那个是要很大那个心，以及很久时间，所以我们想象想得美第3个问题，灵性和活性的差别之处是灵性有前世带来的气体之心以及血业力来投胎是吗？这个呢，我们就是要因为跟各位有关系。佛性呢，它是长久不迁，没有不是我们。可是我们的秉性跟习性，秉性完成接受呢气秉去，那个叫秉性。那习性是我们6人为自己养成习惯，那个习惯性从我们的生活看得出来，性
就是我们接受这个气数。或许之前不是讲嘛说假如两个已经有相熟识然后见到面，试验他有气禀之性里面，就讲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你是身体土吗？然后你会头摇一摇，我尽量真头痛，然后身体摇一摇，不舒服这个就叫气禀。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呢，又遇到讲一方向，说你今天是有什么喜事什么满脸春这个时候你的反应全身都10公斤了，走路都会挥了，叫气禀之性。我们有没有这个不讲还不容易发现。然后那个气都是气数。现在人讲你最近有那个怎你爱修心，然后你最近都诸事不如意，有没有？那个叫气不性，就是气有气数白掉呀，你知影无？所以这拢气红伊伊甲你讲你会安你一直想讲你会安那不会啦。结果你想法全真是拢成事，那个叫气禀之性。习性就咱的习惯性啦。你用倒手食饭用正手，迄叫做习惯性啦。你若用倒手你就倒手管。这样了解吗？还第5点，在上班需要计划很多事，未来心是吗？那个叫要吃饭，所以就是聊那个策划，你在当下专一就是道了，得一万事毕。你知道这个一能够你在策划的时候就这个全心投入策划，那策划完了抛开，不再去管它，这样能够了解。不是吃饭的啦。大家拢要做便当，还是吃饭所以上班那个随缘之用一次而不再提。还有吗？我们做万言放下，一念不生，所以连3年都不应该有24小时保持无念，是吗？对，正确那个所有的念都不要说这善的我都要赶紧别的善念，不可以因为在真理界里面没有相对，是绝对，是一体你不是说谢谢你里面不是讲吗？造化之中我们原来是一体，有没有？一体一体哪有善恶所以连善都不要起，没了有。请问刘讲师，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于立德，在于心灵，在于至善的解说和看法。大学大就是人得一人得一为大，然后就是学大，我们要学人得得到大了以后应该要怎么样学到那个大。所以大学就是学大那我们了解这个大就是进入性理心法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佛性本体那个在明的那个明是使我们的佛性能够光明，所以那个是修在明德的第一个明就是要修又要修，我们佛性才会恢复光明然后在亲民，那个亲民我们要了解是发挥度化众生能够自己当心民，新的一个人民，然后要使所有周遭的人也一样能够当心民然后在至善，那个至善宝地
我们就是要了解，要到达善之又善，至善，那个非常不容易啊，还要自力，就是要一直努力啊，朝那个方向，这个就是大学的3纲领。还有吗？还有啊，是那个小时。有些学生说求道修道，办道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后来又去办，心海不上师，又过了10几20年后归空了。请问这样的道心算不算法道？归空后往哪里去？离心要归去哪里？这个因为他心不定，得到最好的还不知道是最好，然后还要再往外去找，他等于是说他已经迷失自己啊，所以那个五祖啊，那个第六子啊，用袈裟围着说金刚经，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处呢。言下恍然大悟，接着就讲何其自现啊，本来千界，有没有？那个何就是为什么啦，期就是期待。我们为什么期待？就等于是向外面去找自信啦。为什么向外面去找自信呢？因为我们自信本来它就清净，本来它就具足，本来就可以生万华。你为什么又要外去找呢？这样的意思吧？所以对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得已经就是最殊胜的那个受记了。那你还要再去拜别人，再去追求，你就否定了。你把前面的都否定了，那你否定了，你要去哪里？要去躲？去哪里啊？去哪里叫头大？到处流浪，做游魂了。还有吗？名字是这样，名字是我勾出天盘。就是像他这个情形，他的名字是否勾出天盘？已经是当游魂了，够不够吃？他自己放弃了，不是我们不要他了，是他自己放弃。还有吗？还有啊。归空后是我又要到地年都往那里去。慈威说你求道的时候那个表文都不是天，表文不升天呢，三官大帝没有接，三官大帝没有接，生死簿没有除名，那你这个过往了，被空了，你就要去地狱报道。那像他这种其实是9年7组也会被拖累吗？一样，你都没成就了，你的9年7组哪能沾光？都被你拖累了。本来还不错，去到你安尼变解全是艰苦。最后一点，经线断了怎么办？经线断了怎么办？这个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经线就是从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然后相中相凑。它有我们要了解说有长天盘，有长道盘，都承续下来。这样呢就是一个经线。并没有说中间怎么样就断了，那好像筋就等于。所以要了解到，全部都是在心你心断了它就拢等了了。你的心不断了你心中有弥勒祖师，我们老祖师，有我们基国老师，有我们长道盘的老师它断不断？不断，哪会断？伊家己断伊干来要断就无法度了解吗？各位学姐了解吗？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们都相信啊，我们走的是正路，是非常正确的道路，没有拐骗的，没有骗的，很切切实实。有影咧，一个人都要几，要到10分啊，难怪要35种。还有啊，好，你说。有位学姐在说，在921大地震前，候选人在921大地震就梦见儿时棺木鬼魂飘飘。第二次前年梦见柬埔寨大水灾，今年金边和泰国又大水灾，最近又梦见忽听大水来了，跑出去外看，外面好多人手伸在水外，水外头都趴在水下头往下都死了，我很担心众生受劫，又不知要怎么办。你是想一直把他们捞起来？只有祈求台湾平安，是否有什么方法？我们要知道，这些我一再的告诫，说这个灾劫连连，一直都接踵而来。我们就可以看确实世界各地灾难重重，都一直一个接一直逼到我们众生的这个现实生活来了。所以那个是告诉我们要赶快努力修道。我们是以道来拯救天下，不是用我们的手去拉了，用我们的手去拉都有限，而且也不成就，要用道，就是用真理来救众生，那个才是一切的，所以只要有缘，我们随缘，有缘呢，你喜欢听你就讲给他听。他不喜欢有厌恶的神情出现，你就去补，就要讲，不要让他造业他诽谤经典，诽谤真理罪过很大，所以我们就随缘，能够呢度众生就度，那我们也讲了这么久，有六祖坛经，有道德经，有现在的楞严经呢，我们请他看，请他听。这样呢就帮助他，真正的能够听得进去，看得下去他就会改变，一改变了，就有成佛的希望。还有吗？没有了，那还有10分钟，好，请说。刘讲师好。好。刚刚讲师课堂讲到13探里面有只会开天不会闭，那你刚刚课堂说现在天已经关可是在我们这边只会开天守卫地不会生人，那后来成语是灭人灭地灭天，那这两者之间会有冲突吗？没有，它是一个气数固定的自然的变化，只会开天，假如说各位有看到呢，那个华母13探在不知道第几探，大概第几吧。他就讲只会开天，然后5会关，接着底下呢，并没有讲地跟人可是我们从的真理来推敲，天，先开天，然后辟地，然后人降世。现在呢，关天一样的地混沌，然后人美，然后天地混沌，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运作，自然现象的运作我们看那个科学家都说我们这个地球有几十亿万年那我们也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么几十亿万年的过程，没有。可是呢，以现在的科学家所能够吸收到的知识就是我们整个天的变化影响到整个冰山融化，
融化整个地球水面上升，陆点下沉，就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那个陆地越来越少，就已经沉在海底下。那我们人都当鱼啊，爱成蚵啊，成蚵来水里穿开。那个是自然现象，那是一定的。不过你也不用烦恼，因为那个地混沌还有10800年，现在才看你啊。到人类那更久，2万这个多年，21000多年。咱的佛性不对咱的身躯拄袂着啦。第二个问题，好，请说。那我们万年放下的时候，就是用恶业一直起，正面引导。可是我们又鼓励大家发善愿，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冲突？你也真爱吃杂菜面你都把它混在一起要分开，角度不同。我们那个心存善念是在日常生活之中，那个心存善念，不是恶不是善，是要进入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没有善恶所以那个是要进入佛性本体。进入佛性本体跟我们日常之中的应对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如果各位，那我要怎么回答？就是说，当有时候我们静下来，有一个念头，想说，比如说我想去化众生，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个正的念，我们你说好，那我们就当下发一个善愿，可是在我们里面就说，这个也要放下。好，这个发善愿。好，请坐。那你这样的话是常发愿不是发愿常。有意思吗？你的愿不是咧发所以不是无的，所以那个愿是生灭的。一个愿下来不生不灭，真都无够，常来实行都无够，过来生过来死，拢还未记你这愿，那个才叫做愿。你念的都还够发，念的都还够发那个生灭的，那个不要了。这样懂吗？拢无共，我咧讲拢无共还有5分钟。好，那第三个问题。还有。我们讲生魂、觉魂跟灵魂。那因为我们对这个事情是体验不太深，所以说有没有请老师把这3个稍微解释一下？灵魂跟灵性之间是不是等同，还是说它有其他的不一样？好，你说。我们呢要知道说，那个生魂生魂不只有我们人类，植物也有，我们植物也有生，植物它没有觉它只有生，说生魂就是植物，然后觉魂就是那一些动物，动物它知道饿，你打它知道痛，就是有生魂有觉魂。然后我们人最灵，它还有灵魂，有生魂有觉魂还有灵魂。可是我们就是要知道那个魂怎么写，云鬼对不对？云就是佛说，佛在讲鬼，就是我们的魂就是走路6道轮回，6道轮回里面轮转才叫魂所以我们都讲性，对不对？那性怎么写？立心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立，立志心，我们要立志，然后生，那个就是我们佛性。所以佛性跟灵魂，它呢，各位要了解到，不一不二，不是一啦，但是也不是二。因为我们到地狱去
我们的佛性也陪我们去。那为什么我们是到地狱去受苦？因为我们造业，所以要到地狱去。那佛性是无所不在，你到天堂，你到地狱啊，它都跟了，它都在，它都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佛性啊，它是啊，非常的修养好。你们得我拢回你去，有没有讲义气？讲义气你要去得我拢回你去，要天堂要地狱啊，他都陪你去。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到地狱去受苦啊，那是灵魂的事啊。那我们一到那个苦的那个场所啊，我们就是了解，就是跟我们有身体的那个一样的感觉，不然它所有的刑具对你都没有作用。你若拢用佛性，佛性它不痛不痒啊，不饿啊，拢袂惊。你若讲用佛性去地狱的时阵，迄是要去度化众生啊，度化地狱的众生啊，你要去受苦。所以受苦的时候啊，那个灵魂啊，它有身体的自己在，所以所有的苦啊，都承受。那个承受那个苦啊，是很难过的。我们现在要体会的话，到那个大医院的那个那个复健室去看，那个大害啊，就是地狱的情形。这样了解吗？生魂、结魂跟灵魂。可是有时候生魂里面它还是有感知啊。你看我们种植物的时候，我们说还给它放音乐啊，它是有感受。所以在生魂里面，它还有觉知，所以它不纯然只有生魂。那我们生功说法完整点，只走开对的，所以好像并不是存在完全，它有生魂。你又很喜欢吃菜，又把它呢搅拌，因为完整的万象都是佛性所以万事点头，万事也是佛性可是那个角度跟你在讲那个灵魂去地狱是不一样的。你说那个植物像永靖、阴茎种花卖花那个地方啊，它就有那个放音乐，然后晚上点让他们看，让他们听，生长的会很好，那个促成他们生长，那个一种刺激性，并不是说他们有生那个结纹出来。无你去拍看卖，这个婴儿甲遐植物你甲拍，甲问讲你会听袂？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词、各位先人，大家好。我写三道天师的老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获选机会学讲。我们3个礼拜一直呢在把这个7次那个真经处都已经分析它的内容。那各位先贤能够听得懂吗？讲无人甲我应我们的心在哪里呀？因为佛呢曾经呢问这个阿难，所谓心与目今何所在？就是问我们的心在哪个地方？那我们众生呢都认为我们的心都在我们的身内、身体里面大家都这样的认为。那我呢就有讲说心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的地方一切心能分明了知。那假如说心是在我们身内的话，
那我们一定呢可以看到五脏六腑，抓生法掌，抓呢就是指甲，指甲跟头发在生长啊，自己都能够看到。然后呢，筋转脉摇，各位能够看到吗？都看不到，所以佛说不在我们身内啊。这个大概是对我们最大的冲击呀。我们的心不在我们身体里面，可是也不离开身体呀。叫做不即呀，不离。不即就是不住啊。不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是它也不离开我们身体。这个就是比较难体会。那或许上个礼拜有讲，说我们的身体啊是天地的物质。麦克风被衣服盖住了，没有声音了，可以了吗？所以我们都要从真理的角度来了解到我们心的所在。因为我们呢以往也都听过我们的心是尽虚空遍法界。就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在。那我们平常生活之中呢，所用的心都是生灭，都是呢根尘相对，六根呢六尘相对，然后产生六识。我们把六识呢当成我们的心可是佛说那个是无常变化，不是真正的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它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一定要透着了解，要明心见性。那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呢，或者说先了解到生灭心，因为呢生灭心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那功能作用呢，我们也不排斥它了，要去掉它。不像我们昨天呢一打坐静坐以后把那一个全部都不要了。可是六祖就讲我们一定得要用，为什么？不断摆思想，那个摆思想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也就是生灭心我们不断除它。我们要应对进退都要用那个心，对不对？而且也用得很习惯很自然所以后来就承认那个是我们的真心。可是我们研究了这么一段长时间各位可以分得出来的吗？真心跟妄心。因为真心它不会变化没有形象。那妄心生灭心呢，由形象产生由形象由事情，然后产生我们的认知，那都是变化，都是生灭。那我们对于那一些生灭变的心认识知道就好了。像我们上个礼拜说我们的那个喙棘嘴巴里面的舌头本身是不变之体。可是呢，我们吃东西这个吃花生有花生味道，吃甘蔗有甘蔗味道，吃梅子有梅子味道，吃饭有饭的味道，吃面有面的味道，那个叫随缘之用。我们不变之体它能够产生随缘之用。随缘就一次当我们这个花生吃完了，花生味道消失那一个就不要在心上记住和诡异的话那新的来有新的味道产生，然后一样又会过去那这样的生灭心我们都在用，可是呢都用一次，我不会把它当成本体那我们全部都回归了已经呢嘴巴淡淡的，舌头又回到不变之体，所以叫做寂而常照，
造而常起。因为以往我们只有从经典的文字听到起而常造，造而常起，不知道内容的变化。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彻底了解什么叫起而常造，什么叫造而常起。那个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在经里面呢，它用起来代表那个起，有时候会用妙啦，可是用起的那个比较容易分辨。那起就是不变之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我们佛性本体它含藏万象万事，所以叫做集而常造，它都能够一对，就是能够生花，含藏的万象能够生花，万事也一样，都能够生花，这叫做集而常造，不会拒绝啦。所有的万象万事我们佛性本体都不会拒绝，一定让它生花，叫做集而常造，这样的意思吗？然后我们造了以后就是呢，已经万象万事有了。那造了以后那个会过去，很短暂的那一些现象都会过去。过去以后它又回归到本体回来，叫做造而常起。安尼有了解意思不？都是在佛性之中在运转。那我们对这个佛性之中它的自然变化，我们并不了解，所以要研究。那从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十方如来同一道处理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之伪趋向。各位有没有印象？各没人来用，那习惯咯，无用的习惯，这样就不相应不相应不容易进步，一定得要互相回应，了解就了解，不了解就不了解，所以我们到时候在凡尘我们都是如来，我们十方如来同一道，就是同一个方法。要出生死就脱离六道轮回，要怎么脱离呢？所以皆以直心，要用直心那直心各位先生，在那个大圣起信论西方第8代祖师马明菩萨，他造一本大圣起信论。那么那一本里面，他就讲那个直心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的这些佛性本体，直心叫做呢正念真如，真如正念，正念呢就是没有念头了，我们念头都没有了，叫做正念。那么真如就是佛性的本体名称，又一个名称，一真呢一切真，一如一切如，真如也就是一真法界那个全部都长远都存在。那我们对这个呢，就是少探讨，不知道。那我们要了解说，直心是一个马上呈现，由佛性本体马上呈现。接着下来呢，就身心，再接着下来就是大悲心，直心、身心、大悲心，大悲心也叫做那个上圣，最上圣的我们的佛心也就是即心即佛的心所以我们用直心在凡尘生活就不造业了，所以皆以直心，心也直，心也直，然后我们讲出来的话也直，也是从性分讲出来，都没有弯弯曲曲所以如是乃至终地位，终呢就是已经成就成佛了，成道了，始就是开始修，终始地位，这个中间呢永远都没有伪趋向，唯我曲折没有，
可是我们凡尘啊，都是委婉曲折。在用的时候啊，不管是心，不管是语言，是啊委婉曲折。那这样呢，就处理不了生死，在生死之中啊，所以要聊到因为佛有先把这个标题讲出来，要怎么做？我们呢就是要用慈心，慈心不会困难。我们当下第一个呈现的那个就叫慈心，那个是由佛性出来。可是因为我们用这种心来应对凡尘，大部分都会吃亏比较多了。所以我们经验法则啊，告诉我们不要用。都会用那个委婉曲折心，那就保护自己呀。有没有保护自己呀？真的有啊，保护我们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真的吃亏就是占便宜。所以吃亏不要害怕，要高兴。假如说我们一吃亏啊，就一直了业障，就没有业障的啦。它一直占便宜啊，我们那个浩然正气一直消失。那浩然正气消失啊，我们变什么？变下等动物啊，都是畜生。那畜生道呢？它也是佛性啊，可是它已经很愚昧了。我们6万年啊，可以一生都当人啊。每一周60岁啊，有1000次啊。那假如说我们去当畜生道，人的一生60年啊，畜生道大概最少都要240生。这样再乘以1000啊，多少了？不得了了，对不对？当他回归到人的身体，有没有智慧？没有。所以一落入畜生道啊，智慧都掩盖起来。我们人都会盖把智慧盖住的，何况是畜生道？我们在生活都有智慧吗？有没有？有当时真讲对吧？智慧都唔用，智慧要创啥？迄真宝贵，甲可能唔当用，所以就这样啊，我们就造那个业障就越多，越受就越苦。所以佛就点名是来同一道处理生死，一个方法都要用慈心。所以我们要学，在生活之中啊，要学用慈心，也会习惯，对不对？我们都只要呢1、2、3次以后，大概就养成习惯了。用慈心到久了，自然成就了，就处理生死了，在六道轮回里面，所以这个很关键要，听了以后啊，就是要做，不要听了，听了不做跟没有听一样，所以听了要做，所以佛就问阿难说：我心里目啊，今何所在？我们就是要找心啊，把切实的心啊找出来，不在身内，不在身外，然后也不潜伏在眼根啊，也不开眼见明，叫做对外，闭眼见暗见内，也不是那样，那也不随手合啊，看到什么知道什么，跟那个合在一起，也不这样，也不是在中间，也不是一切无着，所以我们把那个阿难所回答的心的7个地方所在，那个呢全部啊研究透彻，就是完成的所有境界呀，完成的景象全部包含在里面，不管有不管没有，全部包含在那个里面。所以我们开始啊，从2年多前开始研究的一堂课，就标明了万年放下，有没有？有。那个万年放下，就放下这7个地方所在，就是我们心的7个地方所在，全部都放下。放下了以后啊，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呢，那个就叫真闲。那7个地方所在啊，就叫妄记，全部都是妄，都是假的。那我们能够呢，全部都放下，已经呢，没有妄了，没有妄啊，就是真。真呢就是一念不生。你看我们开始就把它要怎么做都点明出来。只要我们那个时候肯做到现在，多久了？2年多了有没有功夫了？做2年多的功夫有没有啊？可见有啦，有在做啦。跟咱老师讲的，有啦，脾气毛病都有在改，只是改得太少了，是不是这样？万年放下拢有在做啦，放一寡呢差不多100年，也未到100年，放到多少了？1000年没有？还是还在100年，还是也10年啊？要10000年都放下，10000年都放下，妄就记，真就显。真一显啊，全部啊，都是整个触目一眼啊，行住都是佛的妙用，快乐无忧啊，所以才叫做佛。那个都不骗人的都是要做，能够做啊，能够实际啊，是得到利益，所以要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忘记了真显。所以呢，各位贤贤，我们心在哪里啊？要把它逼出来啊！要彻底了解啊！或者不是说吗？我们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水有风土没有知觉性，有没有知觉性？那我现在的身体啊，水有风土有没有知觉性？那它是什么？它就是佛性啊！身体的知觉性啊，就是佛性。所以为什么不在里面？因为那个知觉性啊显现出来，让我们知道不是呢从水有风土显现，而从佛性显现。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身体的水有风土跟佛性知觉性啊，把它抽离了以后啊，水有风土归还给天地，那佛性呢归还给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啊，已经呢，回归到全部都是真，所以叫即虚空啊，遍法界，整个虚空呢都是佛性，因为呢，佛性没有形象，没有形象。那现在依附在身体啊，我们有没有形象？住在哪里？住在形象，对不对？对还是错？对还是错？住在形象对还是错？我们知道错吗？我们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住相的程度啊，到底有多深？深不深？我们见到了那个水那个白，是住相不住相？住得很厉害从头到尾一点讲水就水，败就败，有没有？那水风土也水也败。天地的物质，我们要了解啊，水有风土就是天地的物质。我们看到的房子也是水土众缘际会，然后形成，跟我们身体的形成是一样。我们都了解啊，房子有没有知觉性？没有。这个我们都了了分明。可是我们身体啊，水有风土有没有知觉性？为什么有？这样佛性有没有把它抽出来了？有。所以你看，都是从真理的角度啊，来进入了，完全都没有
含混，万里河拢无，完全拢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直觉性，我们在不管哪个地方，是很嘈杂的地方，很空旷的地方，所见的是不是了了分明？那个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所在，都有真心佛性所以不管我们到哪个地方，纵然超出了我们坐太空船超出太阳系那个佛性的也都在，有无量的佛世界佛性都在。我们并不用带我们佛性到外太空去不用，外太空也有我们佛性在。所以很宽广，非常宽广，不局限在我们身体里面的。那我们把它局限在里面成得了佛吗？局限在身体就成不了佛，因为很狭隘，狭不狭隘？我们都很狭隘，所以要了解到那个都是住相。而且在妄的相里面住得很厉害，所以我们见解越深直观意识越强成道就越困难。这样了解吗？为什么？因为他的见解偏差，跟真理不相应，不合真理那不合真理能成道吗？不能不能成道。我们一定要跟真理相合相通道都是通达的，没有阻塞的一定要通达所以在真的那个人事摩擦上面，我们一定不要用心。我们现在来回观人事的摩擦是不是非常小的小事？都是无关紧要，对不对？可是我们看的重不重要？都看得很重要。是不是本末倒置？佛性要看重要，我们看轻了。那一些凡尘事要看得很轻，我们看得很重。所以老一都讲行为唔白，行为看到非老。听懂意思吗？安尼台湾人大概了所以要知道说一定要透彻了解真理。真理透彻了以后生活的天地非常宽广，然后我们呢都会走入真理的领域，就呢完成的名称叫做成道，叫做成佛，只是回归本来而已对不对？相不相信你就是佛要知道我们就是佛，就是大菩萨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唱的不是这样吗？有没有？真的在唱的时候心里有这样想吗？是唱咧唱心咧想的，搁另外心咧想的现实生活搁另外是现实生活都不相关，相不相关？所以呢，我们研究的那个原因就是要我们彻底的明心见性。明心了没？见性了没？一路拢惊都还不够了对自己那个信心都不够所以要了解说我们是能够在凡尘毅力，就是呢佛性。那佛性呢很亲切当下都现成只是古今呢不离当念。所以我们当下的念头具备万年，不要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四相呢，三世摄受我们不住，不用六道轮回，是不是已经成道了？
当下都成道成佛，所以叫因果一致，因果同时啦，因跟果啊同时呈现。了解到不生不灭的我们那个的心啊，当下已经成道，就已经成佛了，不用再等，我们都在等嘛，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才回礼天嘛，对不对？有没有在等啊？不是都这样吗？听好，哪一口气无来，就要等来礼天啊。要了解礼天就在当下，我们只要呢进入真理世界就在礼天，道理天。那我们在生活之中有没有进入真理世界？这个导师想不来，唔知要应有啊应无。那我们呢这个回来再来讲这个楞严经的经文，我们讲那边的22页中间20页22中间，皆有不知两种根本嘛。最下面那个允和两种那边嘛，这个释迦牟尼呢，就详细的讲内容，说我们不知道两种根本，错乱修习，就是修道学习都错乱的，好像呢我们呢这个主沙呢要成家传。煮沙要成那个好吃的白饭，会不会成？搁较煮嘛会刷烧呢袂变饭啦，袂酱，所以那个沙呢不能成饭。那么中经成劫不能得，再怎么久的时间都得不到。也就是呢，我们用生灭心来修道的话，再怎么久的时间都修不成道了。所以这个要认识，要知道。那我们一般有时候也会错误的那个认知啦，从事相去努力那佛我们要了解说，修佛一定要从心从性，没有从事从相去修成的。那我们在凡人对事对想很努力去做的话，那个是了了我们业障，然后跟众生结业，这也是很好啦。可是那个不是根本，根本的话呢，就是要用不生不灭的来修生不灭的道，那个才叫根本。所以佛就把这个点出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努力，那讲一定要这个认识得很清楚。所以底下呢就讲说允和两种，一则无始生死根本，一种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因为佛性它不会生不会灭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一个开始的时间，没有开始的时间，也没有结束的时间它都常住，永远都在。不迁不用搬家，常住不迁，然后如如不动，可是我们无始以来的生死根本，我们并不了解，所以佛就点出来，则如者以诸众生讲案跟所有的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那个攀缘心就是四心。就是生灭的心攀缘，我们跟凡尘看到现象，然后呢住在相，那就攀缘；遇到事住在事里面，那个叫攀缘。我们希望人家好，我们希望人家坏，那个也是攀缘。
所以我们都用攀缘心，把个四心生灭的心认为是自性，这个是大家都这样没有研究性理心法都这样，还有了解不？我们没有研究性理心法之前用什么心来修道？对，都是用四心因为四心我们了解它的作用也很大。我们平常呢，男女之间恋爱为生为死都做感官呢，起码四心四心里面也有真心，也有那一种那个害人的心，所以那个包含非常宽广，都是变化无常，不会常住不迁所以用这一种心从源头从开始就错误了，所以佛把它点出来。那么第二个无始涅盘菩提涅盘圆清净体，那个是我们的本来，我们佛性的本来也就叫本际，国际的际本际，就是我们的本位，每一个呢都是佛。无始呢菩提，菩提就是觉，涅盘不生不灭，那圆就是本来，本来就很清净，很清净的体就是我们佛性的体，这个第二这个是属于我们的根本。则汝今者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现在世经严明，那个世是认识的识，经就是纯一无杂，那世经纯一无杂，就是咱了了分明，那个自心佛性发挥出来的那个世经圆明，圆就是本来，明就是光明。我们本来佛性就非常的光明，能生诸眼，佛性的本体可以生发所有的万缘，所有的妄都从真生发，所以我们要万缘放下，那个万缘都是从我们世经圆明生发出来，这样知道吗？那生发出来，假如我们不攀缘，假如我们认识事来则应，事去则见，那就没事了。可是我们错认，把它认为是佛性本体，那个呢生出来的诸缘，生出来的那一些从佛性生发的那个结常照，那个常照。我们把它当成本体。那么缘守于就是生出万缘，可是就生不出自己来，被缘所遗失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比较这一句话比较不容易了解，就是缘所遗或者用比喻各位就容易知道。我们眼睛是不是能够看万物？得到自己的眼睛吗？就是这样啦。那个眼所遗，我们眼睛看所有万象，但是看不到自己眼睛啦。所以那个世经圆明，生发万物万象，生不出自己来。还有了解不？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啦。它能够生发万缘，就是生不出自己所以我们就不认识了。拢认识万象，认识万事，拢知影，都唔知影讲到底本体是什么？就是缘所遗被缘所遗失了，哪样家己所以咱拢无认识，不认识，才会六道轮回。假如认识的话，我就可以保守，把抹掉，就不会遗失了。那么由之众生呢，以此本源，因为所有的众生遗失了这个本来光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虽中入行虽然我们佛性本体
跟我们一秒也没有离开，而不自觉，都不知道了。唔知讲咱本身呢就是佛，本身呢就是从佛发挥出来的功能作用，都不知道，所以很冤枉，忘路之去。知就很多，去就是走向，知去呢就是六道轮回啦。所有的众生之类叫做知去，这样懂意思吗？不很深啊，那看大家那种不是很了解的状态，了不了解啊？了解所以我们呢真的是以此本名啊，遗失这个本名。那我们研究就要把本名让它发挥，所有的本来的光明都让它发挥，那个知妙用我们都具备，佛所看的万象跟我们所看的是一样没有一样，差别在我们分别心很强，佛没有分别心，差在这里而已那我们呢了解了以后那个分别心就越来就会越淡薄越少。老师那个谢谢你里面不是造化之中我们原来是一体，有没有？一体要不要分就不用分了，对不对？所以老师用最少文字讲最多的道，只是我们都没有体会，有没有体会啊？有真的所以底下呢那个小的文字各位就回去自己看，我们就光着本文。阿难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汝今亦知奢他路愿出生时今勿问汝。所以你现在要知道奢摩他，奢摩他也翻译成中文叫做正定，正定正确的定力正定这是从我们的佛性发挥出来。那奢摩他呢跟那个毗婆舍奴它有一点相同意思，我们翻译成中文叫做观，停止妄念妄想的念头全部都停止，叫做奢摩他。然后毗婆舍奴就是观到佛性本体，那个是天台宗智者大师他所发明，跟这个楞严经有一点相类似。那这边阿难的奢摩他路就是要能够成就菩提的一条道路要怎么样来十方如来呢要怎么样成就那一条道路所以那个阿难问的奢摩他跟佛回答的奢摩他那个方向内容呢不相同。可是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要从奢摩他那一个领悟真理。奢摩他、三摩地、禅那，它三个呢同时阿难同时讲那么奢摩他呢着重在领悟圆融的真理。三摩地着重在实践，实际的去修持去做，然后禅那已经有功效呈现。三个翻成中文三个都叫正定是从佛性发挥出来的正定所以正确的经文前面都加一个妙，妙奢摩他，妙三摩地，妙禅那那个才比较符合它原来的意思，都是很微妙的所以从理圆融的真理开始，我们要做要有行为一定要知道真理。所以我们头脑怎么想，我们身体行为就怎么做，对不对？然后我们没有研究真理认识错误了，结果我们做出来也错误了，结果造业已经形成因果定理自己造的业自己要接受果报
那我们从开头啊，所以才有一句话，菩萨为因，为机缘，凡夫为果。做的时候啊，都不管什么结果，等到做了以后还害怕结果，是不是这样？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就要先研究真理，先了解奢摩他圆融的道理，圆融道理已经有了，然后呢那个上帝实践实修啊，做下来都不会造业，然后功效显禅那，三个全部正殿，都是由我们佛性呢出来，所以把三个加起来叫做首楞严大殿。那首楞严大殿啊，就唯有成佛才可以成，菩萨都还没有资格称呢首楞严大殿，这样了解吗？我们说首楞严大殿啊，都已经是佛的程度了，才可以说，那它里面的内容包含奢摩他、三摩地、禅那，加起来三个，全部加起来叫做首楞严大殿。那首楞严大殿呢，是百千大殿的一个总根源，百千个大殿都从首楞严出来，这样了解吗？都没听看那个样子好像是，头一该听，百千的正殿都从首楞严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啊，殿有非常多的名称，非常多不同的内容，那最重要，就是啊首楞严大殿，它已经呢，就是一个总纲，那个纲要，所以佛呢跟阿难讲，所以愿出生死，要呢脱离啊，那个六道轮回生死苦海，今问现在呢，来问你问题，看你呀能不能够进入啊真正的修道轨道。即使如来即呀金色臂，须呢五人池，与阿难言，语就是告诉阿难，汝今见不？释迦牟尼佛呢，举的那个手臂，因为呢佛啊全身啊都是呢那个金色的，所以手臂也是金色的。然后屈呀五人，就是那个手掌啊屈。弯曲会吗？就是该合落安尼弯曲，然后告诉阿难说：汝今见不？你有看到无？阿难回答说：见。那我们见尘啊，见相也是见，见性啊也是见，对不对？一样都是见，所以佛又问如何所见？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说，手伫咧开伫咧合，有看无看，迄个足简单的问题啊，哪会佛佮问到遐尼要慎重，有没有？这个里面的内容啊，就是因为见性跟见尘，见尘就是见形象啊，见形象也是见，对不对？见性也是见，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回答出来，两个都包含，到底是见尘还是见性？我们能够分别了吗？见尘跟见性，能不能够分别？可不可以？讲讲看，什么叫见性？那对家己有信心讲较大声。
所以我们要得到见相啊，就是现象的呈现啊，那个很容易，这个叫见成，不叫见性。那见性的话就是谁看到？佛性。对，那佛性看到的就叫见性了，了解咯。所以我们又可以回想，释迦牟尼佛啊，夜睹明星而悟道，有没有？咱嘛拢咧看，暗时咧看星，捌看无？咱有悟道无？因为我们都见到星星啊，没有见到佛性啊，所以差别就在那个星星一掉下来的时候啊，是我们的佛看到的，那个叫见性啊。咱看到讲流星，那个叫见成见成就是见相。见相，相是不是千差万别？所以千差万别的相，我们一看，那是凡人见性我们的佛性能够看万象，这个能够看万象的见性只有一个，这样了解吗？我们见到树木，我们见到石头，是不是同一个见性见？你看到万象都同一个佛性见，对不对？叫见性。可是我们看到树木，看到石头，看到万象，是不是都不一样？那不一样，我们进入不一样的现象那个叫做见成，叫做见相。你了解不？不是很分明。见成跟见性是不是分明？奇怪这多人哪这两个咧用的这个不用思索我们都能够非常透彻知道，原来见性就是只有一。我们看万象都是一个佛性在看，可是万象千差万别，我们一进入到相那个没完没了了。烦恼都来了，来不来？见相我们见性的有没有烦恼没有。性里面有，你怎么样相，怎么样呈现呢？我们见性看的都没有进入内容，会有烦恼。所以我们在凡尘的应用要见成还是要见性？我们都会了，对不对？你看研究多好，能够了解不然我们无有那么见相，都是形象去有形象有去对不？拢注相，形象已经过无看，马上搁咧想，对不对？烦恼自己找的所以才天下本无事，我们庸人自扰。我们都是没有进入那个见性的阶段，所以烦恼很多。现在一走路都是见性，性就只有一个，都是了了分明，没有三心四相，没有分别心，是不是整个佛性都呈现？对不对？亲不亲？非常亲切。所以我们这个一了解到心法，这个晚上睡觉现在冬天要盖棉被，棉被一盖着偷笑，有没有偷笑还是唉声叹气我们进城的话要唉声叹气这个不修道不烦恼，越修越烦恼。跟你讲这个没晒，那个没晒，有没有？不是时常听到这样，你那种你那种没晒，有没有？要不要烦恼不要人对你感恩嫌那个没烦恼，那真好很超越了所以了解到。人都等咧很险观恶也是功德，
会不会关啊？要怎么关？看着他的嘴脸，然后呢，连到他的心，那讲这款话，这款话都无合真理啊，伊那会咧讲，这样的人可不可怜？我们要不要跟他对立？很可怜，对不对？我们不要落井下石了伊就跋落去古井啊，无？有跋落无？无了解真理啊，有跋落去古井无？还莫食最后紧甲动落来袂？唔免较好心的啦，原谅伊。对，这样你看，观恶缘是功德，有没有？骂人的人啊，知不知道真理？不知道真理的人，跟畜生有什么不一样？一不一样？畜生高啊，哪里甲咱不一样？了解真理无？知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孤来给背倒转？不用可怜他了跟他已经呢转世到畜生道了所以我们了解，很超然的，生活就很快乐了，对不对？我们要追求真理世界里面没有那一些不合理的啦，不合理的到来，是咧了咱的专业太多了看到一寡经文看到一寡好，目睭就要起去那个就是业障太多了那个障碍不给我们看克服要不要？要克服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的追求一定要朝真理的方向真理的方向它没有那个负面的啦，所以只要人家来讲负面来说是非变是非人，就我们就先有打预防针不会跟他一样的。所以这边这个佛就问阿难如何见要看他是见成还是见性。阿难回答：我见如来喜必持为光明权，耀我心目。这个是讲现象，现象呢就是这样呈现。说是佛呢举起手臂然后呢那个手指屈指就是拢安尼压落来跟那头部安尼为光明权。那个佛呢那个身有光明就是权，然后呢照耀心目互我的心甲我的手拢真光。那佛又问了：如江水，你看是不是很明白？如江水见什么人问什么人看到？跟阿难讲，已经针对阿难，还在问他你水见？然后阿难回答我以大众同将眼见，哇，水声会话去是眼见眼见什么？就是见成伊无见性见成你看安尼才有够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不然比我较戆，我就知影讲安尼见性一个伫咧见成所以我们说阿难是心地非常的善良，要引导末法真的来修道，所以视线都很低程度很低，不然他已经得到出果须陀洹，已经那个见后都觉得怎么还会呢用眼睛来看不？所以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推敲，就知道阿难是故意示现，要佛来讲那个真讲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说阿难比我较戆，较巧较戆所以那心地很好我讲的话众生相信的程度高了。那阿难大家相信也阁无遐悬有来讲
那么佛告阿难，佛要跟阿难讲，如今答我，你现在回答我，如来居止为光明泉，耀汝金目，这个都现象实际就是这样。那么汝目可见眼睛可以看到，以何为心？当我你是用什么心呢？看我这个驱止这个光明泉，了解意思吗？了解。这个呢就是已经把它点明，说呢以何为心啊？你这个心是什么心？所以我们了解说心有四心，有生灭心，然后有我们日常生活应对那一种那个妄都是心嘛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研究了以后再来看那个讲的恰恰用心时那个什么心？法龙用什么心？那已经呢就是把这一些妄的心全部都掉了，全部都去掉，叫做无心。我已经无心了，没有心。那没有心就即真心了。那有心的心那个有企图就是有心，那就有喜欢讨心。我们在生活之中是不是都这样？喜欢讨厌很强烈，喜欢想拥有就排斥，然后所作所为就造业，造业就要受苦，自然想。那我们了解说，把这一些四心、生灭心全部都去掉，没有了，那个七个心的地方所在全部都去掉了，叫做忘尽，叫做万放下。你念起来呗，把那意思拢给念，念已经放下了，一念呢就是无心了，无心真心成现。那真心成现，就可以用这个心脱离生死。还有了解不？非常的清楚明白。所以这个佛一直要把那个真心生出来，征召出来，一定要切出来。说以何为心？当我全了。阿难就回答说：如念经真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穷行主即能推我当为心。假如说我们在文字里面看一看，阿难有跳舞，那个推穷行主我们凡人不是都这样吗？像推穷行主，是不是拢去跳？对不对？结果你看推穷行主是不是离真越离越远？所以真呢就是要放下万缘，不能再去推穷行主。推穷行主就是自以为是啦，自己一直找那个理由，一直扯理由，那个推穷行主就是那个六祖讲的那个大家开会那个集思有没有？然后共建，大家拢用你的智慧把迄个想到的答案讲出来，安尼来迄个方法就真悬，是不是这样？推穷行主就是集思，大家集合了集会了然后来提供对那个完整的那个整个意念。所以老先生常讲，修道哪有开会？可是奇怪，我们师长都在会有没有？我们开什么会？以真理的角度来讲，我们那个就是检讨过去，开会就是检讨过去，策划未来。
对不对？那检讨过去，策划未来，把握现在，是什么要用？就是现象用了，佛性要不用？佛性不用。所以我们一开会以后啊，就落入那个集善，收集那个善，所以叫教化。老先生讲，我们负担的使命啊，不是教化，是传导。那传道唯有我们老师呢，掌道盘才可以。你宗教它只有劝善，你行善了，它宗教的目的就达到了，没有在往上推的那个演变。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是办道，就是传道，不是在那个宗教方面的就是积善，把大家呢都能够善心培养，就完成了。所以完成很有名的都是大家拢捌，那个就是一种行善的教化，这样了解是吗？或者是把那个老前人的那种理念拿来推广出来，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秉着现在呢占道呢上天大开普渡，佛老师掌道盘将道传给我们，我们也要继承老师的意思，一样传道。不是呢在劝善，当然劝善的我们也要去做是目标一定要了解，就是传道，传道一定要有那个掌道盘的主力才可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都很幸福的，我们都是人在福中不知福都唔知自幸福转世在这个最理想的那个修道环境，各都具备我们所有好条件都具备，就可惜了所以要努力修。那么接着释迦牟尼佛呢，就讲一个字斗。那个斗就是骂的意思啦，那个佛在骂人不会脏话，不会用脏话啦，所以他只有讲斗，说阿难此非心，这个不是你的心呐，因为这个都是变化无常。不是你的真心，不是你的慈心，你要用这个心呢，没有办法脱离生死，没有办法呢，走路奢摩他路，没有办法。那么难呢，决然必作合掌，就害怕，而难呢害怕，然后避开呢他的座位，然后合掌。起立白佛，就是站起来，回答你这个释迦牟尼佛，此非我心当名何等？说这个不是我的心，那么这个叫什么？阿难说这个不是我的心，那这个叫什么？那佛就讲，此是前尘希望相想，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叫做前尘。那么这一些凡尘的景象，它都是虚妄，都是变化无常，都是假的。所以那个相，你从这一些虚妄的相产生的念头想，惑汝真性，迷惑你的真性。这样了解意思吗？一个字一个字那个含义我们都呢把它呢这个详细说明。
所显现在眼前完成的景象，这些景象呢都虚妄不实在那么一些希望不实在的相，你产生想就是念头它迷惑你的真性。那么有如实非常久远那个开始没有一个起头就是一直这样过来，至于今生一直到现在认贼为止认这个虚妄相当成你的真心，就是认贼为止。所以失掉你的延长，也就是本来常呢就常住间，如如不动故受人转，所以才指六道轮回。这样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六道轮回了吗？我们就是跟人讲的一样啦就是因为显现在眼前完成的这一些景象，我们把它当成真所以迷惑我们的真性，我们真性呢都已经不明了，不了解了所以无始一直到今生都一直认贼为止。我们有没有认贼为止没有我们都认为这个世心就是我们真心这个就叫认贼为止。他听命命有没有？把咱的真心都听命命非常的喜欢他，爱他，结果有没有被他害了？害得很凄惨有没有？已经安尼千千万万世安尼害到咱拢袂醒，对不对？所以我们郭老师才讲深信我们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我们这么久了有没有留下一点点记忆有我们前生做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不研究真理的话，还不知道说一直在六道轮回，还经过这么久我们讲6万年只有这个缘分，那之前的6万年几千个、几万个、几亿个6万年，我们都经过了，有没有一点记忆老师说深信可以耶所以要了解说老师鼓励我们研究了说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在六道轮回时间竟然有这么久都还没清醒，清醒了没有但是还很少了清醒的都还不够可能刚眼睛开了睡觉的时候刚眼睛睁开一点点还没有大醒过来。所以我们要深入就是在日常生活老师教我10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30分钟也好，把它固定做万年放下这样的话呢一定有功效一直做一直做，你看直心出来了，然后身心，然后大悲心然后脱离生死不爱。我们不是那个时候讲吗失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然后生动而天水那个都很有深度，有没有？我在家里面做失机就是静居在家里龙现就是神通万物。你看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会不会神通万物？就是可以神通万物。为什么呢？全部都是佛性整个天地的造化造呢就是从无到有，化呢有到无，都一直在变化，对不对？可是我们都不知不觉，都不怎样。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
慢慢那个知觉性，佛的功能作用、前提作用都会呈现。它呈现以后，那个时候内心啊了了分明，就不一样，不是这么粗浅的人生，是很深入的，一深入了以后啊，那个是无也之法都能够得到的，非常的有内涵，所以啊表在凡尘人格啊都很谦高。那所有的容量都很大。我们现在容量不大，都不敢讲，还个给啊等加多，大概不会了吧？都宽广了，度量都宽广了，是不是自己啊可以发觉？度量大不大？自己是不是可以发觉？自己多些。拢敢讲所以那个现实生活里面啊，我们要借着借假嘛，来修真啊，现象都是假啦，那借这一些假的现象，把真的佛性啊修出来，那佛性出来，我们自己啊了了分明，骗得了别人骗自己啦，所以自己修到什么程度，自己一定知道。要自己努力所以我们佛老师一直鼓励啊，或者看那个美国那个弥勒宝堂啊，那个讯文有没有？老师说能戒教的时间都很短，可是里面很多段都一直鼓励研究信心法，一定要研究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要固定一天。老师是100天各位有没有看有啊，有看的人很少了，2、3位没看的人多了，因为都要赚钱没用，没用能看，所以有一天那个无常来召唤的时候你要记得跟他讲。我无用，唔通一声伊来招你就去你要甲讲我无用。像这一次啊，我们不是50天嘛，我嘛甲讲我无用嘞，我讲我还一济愿拢还未了我无用，袂使甲我带去。所以他又回来了，我们才有资源共同研究，棒不棒？很棒对，所以要努力这个假如再来一次的话，可能他就不讲求，你袂使大概拢无用，一定要有用的时阵，无用，你看老师拢叫我要记得休息。那就是爱有用，有用才会当休困要休息，记得要休息。可是或许是越讲的话会越高兴看大家都能够走入真理世界能够明心见性能够走入修道轨道无比的安慰所以大家努力。白佛阿难呢，他又回答说：“世尊，我佛从弟因为这个阿难是释迦佛的堂弟，阿难是最小，年纪最小，释迦牟尼佛年纪最大，最大一个最小，所以他讲说我是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宠爱弟弟就是都安尼互照顾。”那么心爱佛故就是心很喜欢佛那个32相80种好。那么令我出家是一心爱佛才呢令我出家，让我能够呢离开这个烦的娑婆家
进入真理领域来修持。那么我心何独供养如来？我的心不只有来供养如来，乃至就是中间有非常多的他都在供养，遍历恒沙国土，经过非常多非常广的地方所在，成事呢知佛，就是那个佛交代的事都成事，他都做那个成事呢知佛，即善之事，那个呢在凡尘一直在引导众生修道的都是善知识。那我们了解说，凡尘有很多的修正者他发心再来，那一些呢都是善知识。那么发大勇猛，阿难说他发那个很勇猛的心行一切难行的法事，去做呢非常困难做的这些佛法方面的事情，皆用此心都用这个心，都用四心都用推崇行主的心。那么重令办法先下面讲反面的这个前面讲那个正面，那么办法这个是反面。重令办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假如我会毁谤佛法，善根都退掉了，也是心。若此花明现在释迦牟尼佛把我所用的这个心把它发现明了，不心者，这个不是心，那我乃无心我就变成没有心了。通知土木跟那个土跟那个四木已经相同了。那么离此觉知无所有，我离开这个四心的觉知已经都没有了啦，我全部都没有了。那么允何如来？为什么现在呢？释迦牟尼佛说此非心，说这个不是我的心我是惊怖我实在呢很惊讶，很恐怖坚持大众无不疑惑，这个阿难要拖别人要死家己讲的力无够还佫拖一寡大众来斗，安尼够力。所以坚持大众无不疑惑，他们呢也都很迷惑。那么唯垂大悲开示为悟希望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大慈大悲开示还没有领悟的部分。那么尔时世尊呢开示阿难及之大众，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开示呢这个阿难以及呢对大众讲意令心入无生法忍要所有的大众以及阿难让他们的心进入无生进入没有生没有昧，无生无昧那个法，人就是安住不动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法，然后安住不动，叫无生法忍。那么以狮子座摸阿难顶，这个释迦牟尼佛坐在那狮子座，然后用手呢摸阿难的头顶，那个就是安慰啦，讲你唔免惊不要惊怖那个怀疑而告知也跟他讲说如来常说这如来呢时常说，那阿难呢奉制呢释迦牟尼佛他就呢常听到知法所生为心所现。我们凡尘的所有万法知法，知就是很多，所有的法就是所有一切所生花的，所有一切所产生的，都是我们的真心呢所呈现。那么一切的因果
世界啊，大到世界，小到微尘，因心啊成体。因为我们有真心呢，它才成就相。所以一切的因果完成所有一切的因果，以及最大的世界、最小的微尘，都是因为心啊它才能够呈现。阿难要跟阿难讲，若知世界啊，一切所有这个世界世呢就是时间，界呢就是空间世呢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界呢有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叫世界一切的世界，知世界啊，知就是很多有很多世界，一切的所有世界上呢，一切的所有物啊以及事，其中乃至啊就是讲那个所有的内容草叶缕节就是啊很小的草以及叶那个丝线缝衣服的那个丝线结打结。那么结其根源，结啊就是直问，我们来那个追求它的根源、根本缘由，闲有体性，它们呢都有一个体，也有一个物的性。那么纵令虚空那么讲到虚空方面亦有名貌，虚空有名，虚空也有相貌何况呢这个清净妙净明心，虚空那个都有名貌的，那我们清净妙净明心那更是有切切实实存在性一切心那个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凡尘所有万象万事的所有性就是一切心而无体。它为什么没有体？一定有所以这个本体就是无形无相，可是切实存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我们佛性在我们身上了分明就是存在。若汝执令假如说你执着不肯放舍令就是令正，不肯放舍那个执着，分别结观就是分别，分别就是了了分别，墙壁是墙壁，花是花窗呢窗，门是门，那个叫分别然后觉观，你的感觉跟你所看到的那个所了知性你的那个了了分明的性必为心者，你把它认为这个是心一定是你的真心。那么此心呢，即离诸一切色香味触之成事业，别有前性。你这个心就是要离尘，离尘有体才叫你的真心。那离尘无体那个就是假的。所以那个离尘有体跟那个离相这个无体，我们之前也都有讲过各位都还记得吗？或许再重讲一次各位就会有那个印象回来那个时用那个茶杯，我们把这个当成是古董。各位先生，这个是古董它大概要多少钱？有价啦这个有价可以买到，大概是10万。看它的年代越久的年代越那越接近我们这个现在时间短就越便宜古董的话它越少，东西越好，只有一件，全世界只有一件，那更贵那时候有几件它平均了以后都该小几数要比较便宜。然后我们因为它很贵，我们就很喜欢想保有
是不是心？想有啊，就是心。可是这个是不是很容易呀？这个破坏，一个不小心它就碎了，对不对？那已经被我们一摔破了，我们的爱那个心跑去哪里？找得回来吗？那个叫做离尘无体，这样知道吗？然后我们在完全应用，是不是都这个心？都是这一种离尘无体的心，对不对？我们的四心我们的生灭心是不是离尘无体？所以男女之间的恋爱黑暗的爱跟你死我活有没有？那个为他生为他死都很甘愿你说那个是假心吗？我是真心爱你的，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讲过没有啊，没有怎么结婚呢？所以那个真心建筑在四心上，因为四心随着环境变化，时过境迁，时间经过了，环境改变了，我们的心跟不跟着改变？所以那个男女之间情变了都去做兵啦，无伫身边你看会不会情变？还真容易变是真心还是假心有的维护好啦，变啦，办理啦，看你做偌久，3年2年，等你回来，结果回来了以后男生又去考了进入理想公司里面呢，有很漂亮同事，糟糕了，你的心没有变，他的心变了，又怎么样？哭死了，会不会？不会心要黏。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妄心无体，没有体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用这个心来修道，会成道吗？绝对不会啦。所以你在修个像那个金刚童子有没有？那个道中咧打水那个金刚童子去路拢甲铺平无？因师傅一个转来，你有甲嫌无？有。然后你看到什么？看到金刚童子。你讲妄言，说真的啦，我现在你看。金刚童子就出来，主人你有什么吩咐？那个老师说，金刚童子，我都已经送40年了，你连一次都不给我看。那个我那个弟子一次也没送，他竟然一翻你就出来，还问他说有什么吩咐？那个金刚童子说，你才40年呢，一生都还没到，你的弟子已经44，40生44，40岁，40年都还是44多，40岁较久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我们中了几次了？那边后续还看到还有金晶，记得拿回去送。最起码我们追生追世我有送，不然金刚童子说，你一届也无上，一世内底一届也无上，那都不算。所以我们要累积这个累积下来根基就好，一点就懂。没有累积下来，都点10年也不懂嘞，懂没？我们都懂了，懂几年了，已经好几生好几世都累积，所以现在都懂了，
一听就懂了，哦，所以要了解说这是自己努力的啦，别人帮不了忙，也不会说明天早上睡醒过来哦，我了解，会不会？我们等待，明天早上醒过来，哦，真理全部了解了，可不可能？大概不可能了哦，还是要努力。这个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对吧？所以要努力哦。你用多少心啊，就是了解多少。一了解了越宽广，哦，越宽广以后啊，我们那个领域啊，哦，就越不一样。然后呢，所想所做一定不一样。那我们周遭亲朋好友看着我们变化，看着我们变得非常殊胜啊，想不想跟我们修道？渡人容不容易？就很容易，对不？咱啊就好甲人计较吼，你若去渡人，伊讲吼心肝咧讲，我才无爱像安尼。你遐好甲人计较，我甲你行吼，我还真好甲人计较。好，所以我们了解有一些呢不用讲哦，你做了就好，你做出来了，人家都高兴。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边啊，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这个心啊，要离开所有的六尘，色声香触，色声香味触法，那个知尘事业都已经离开了。离开以后呢，还有了了分明的那个前性，离开凡尘了，离开景象了，离开事情了，我们还了了分明的那个，是不是就是真心的？还有体会不？有没有？所以那个妄境啊，真就显那个妄都是有形有相，境界相。着有着空，空也一样是形象。我们全部都不着了，不着境界相，不着有，不着空，什么都不着，都没有了，都没有的时候啊，一念不生，那个啊就是真，那个啊，就是即悉佛，那个就是真心，所以就在我们身上啊，没有离开，一秒也没有离开，所以才有那一句话。说妄想原来啊本是真，有没有？我的妄想啊，原来本是真，是我们的佛性生发的啊。除时又起一重尘，我们要除掉妄想，又加一个念头。言思动静啊，成水力。仔细看来，无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呀，有没有？所以很多偈我们不是都在背吗？有没有？忘了啦。你等于我就害你啊。这个大家拢真不接欠。讲我无欠你哦，你等我谁害你？安尼就无猜我咧好，咧家人到家来。讲你呀，满眼这个想一还真满眼，还一大早从基隆然后坐车到那个台北车站去等，然后从台北车站再坐到这边来，然后回去呀，就又呢，一样的路线又回去，这个目的就是要大家都能明心见性，尽量成佛，所以这个花的愿蛮大，所以都讲，只要这个一口气在都会讲，一口气不在我会再来，我会再来的时候啊，可能各位也会有印象，有啦，这之前捌讲过啊。那么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如今者啊，曾听我法，在听我讲经说法，
此则因声而有分别。等于说我现在讲的这一些话，就是因为声音，你才能够了解里面是在讲什么。这个也是妄，这个不真，了解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完成这个真的，它不落入语言无字。那么众灭一切见闻皆知，我们呢，那个凡人打坐就是要灭掉一切的见闻皆知，然后呢，内守修行，也就是打坐以后，什么拢袂使修，什么拢无啊，伫咧修，迄个内底家己迄幽玄，幽呢幽暗，还无看，玄就是讲什么代志无。咱凡人打坐是不是这样？拢甲修甲安尼什么念头嘛拢袂使有对无？那个灭掉见皆知，然后内守幽玄，咧修，安尼修。我们知道说那成不了佛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从根源，没有从不生的佛性本体来修那个我就讲说有为法尘分别影视，就是法尘。法尘呢，就是我们色声香味触法，最后一个有没有？色声香味触六尘的最后一个，因为眼耳鼻舌身，它没有常意的地方。咱目睭看咧要教啥人？目睭看要教啥人？甲咱记的，是不是意念？意念就是第六个了。第六个六根的第六个就是意念。耳朵听了以后，说我听什么，嘛爱甲它记的迄就是我那教第六个意念。意念伊要修遮，你目睭看，鼻孔听，鼻孔闻到，嘴身体感觉，遐叫做华。所以这个第六层的第六个华，它就比较范围很小，只有我们那个五根肉屑的影子，伫意念的内底，叫做华，安尼知无？因为我们比较少接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唔知影。即摆咱就知影讲，目睭伊无常的地方，目睭看看伊随放了嘛，就爱咱的第六个意念甲伊记咧。即摆第六个意念记咧，迄变做影，一个影啦，有你有教我你看到你有教我你听到你有教我你闻到味你有教我迄什么味恁佫来中间我会甲伊翕出来你会当讲迄就是什么味那个华，它的华的范围就只有这样，就是影子的。所以我就讲法尘分别影视，就是我们交给那个意念去关系你给它顾咧。我看到，我听到，我闻到，我食到，我身躯感觉到，知觉，你拢甲我记的，叫做法，安尼知无？所以我们了解佛就讲，你若内守幽玄就变做法尘分别影视啦。敢若像咱的意念伫咧记讲，咱看到、听到、闻到、食到，身躯感觉到，敢若迄款代志安尼尔啦。安尼范围是不是真矮？对不对？所以我们假如说没有这个占道上天大开普渡没有遇到我们的波老师讲道盘，我就没有研究这么深入这么透彻。都唔知即摆咱就是爱了解爱研究。我非次女直为心。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我唔是讲命令你执着这唔是心啦，如意心但是你都爱伫迄个心微细揣摩，来微细真详细来甲伊揣摩，肉里前尘有分别性，即真如心，已经
离开，已经呢离开眼前凡尘的景象，它还有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性、分别性都是了了分明啦，了了分明知觉性，离开凡尘的那个景象，已经都没有景象啊，一个无即真如心，那个才是真正的你的真心呐。有讲到清楚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佛在讲，他也不会含混啦，因为那个妄的话，离尘就无体了啦，这个离尘有体就是真心，离开凡尘啊，它还有体，就是真心，这样知道吗？我们在凡尘啊，看到万象，看到万事，那离开万象，离开万事呢？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相，是不是还很清晰？对不对？那个就是真心啦。因为它不管你用，不管你不用，它都在，不会说离开凡尘就没有了。假如说离开凡尘就没有了，找不回来，那个叫妄心。不真。这个就不要，那个生灭的，生灭的我们不要，我们要呢，不生不灭。若分别性离尘无体。假如说我们了了分明的那个分别性，离开凡尘已经没有了，都无去。刚才像咱拄在讲迄个孤独，摔破，迄个要爱的心都无去啊，找过甲找嘛，袂转来。那个叫离尘无体啦，这样了解吗？所以佛就讲，师则前尘啊，分别影视，假如说离尘无体，离开凡尘它就没有了，那就是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我们呢从那个景象去分别，它里面那个影子的事情，影，干那一个影尔，过去就无去了，那么尘非常住啊，那个尘，凡尘的景象，它不是常住啦，咱凡是所有的看会到的物件，伊拢寿命真短，以今来讲呢，讲100年为准，100年。像水泥的寿命就是100年，经过100年，它就风化，就腐去啊。你个摸伊就腐去啊。迄个钢筋100年伊生鲜，就你个压，本来足硬你这么个压就变嫩嫩。之前不是有很多桥梁，那个钢筋都跑出来对不？咱去甲伊摸迄钢筋拢剥落。就是它有现象能够呈现多久，所以叫尘非常住，不是常住的。它呢都一直在变化。他说一直变化的东西都不真啦，所以都叫妄。这样了解吗？尤其我们身体呀，可以支撑多久？100年。到100年就不错了长寿了。到100年的时候各位姐姐，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都100岁的时候，这个耳朵听不太见，那个眼睛是茫茫，然后走路呢走得很慢，这样好不好？好，无要吃几回。所以活的时候就是要好好利用，对不对？听后迄句唔互咱用迄位要一嘴饭就安尼冒几步，很困难呢活的真是不知道是痛苦呢还是享受。人讲你好命食到100岁。伊咧想讲我咧拖命这个苦，所以我就讲这个尘非常住，
肉变灭时啊，它会变化，然后消灭。那么此心呢，则同龟毛兔角。咱的心就闭着骨摸，龟没有毛，兔也没有角，那个只有名称而已，没有实在的东西啦。所以我们的心呢变成不见了。那么则如法身呢，通断灭，断灭了。其谁修正无生法忍？那谁要来修呢？修到能够成道成佛。那因为要这个留半个小时大家都不踊跃发问，所以或许呢就说留10分钟就好。那现在剩下9分钟了，再不踊跃问以后我们就干脆讲到下课。剩下9分钟有没有要问的？好，请说。好，请说。亲的佛师动手术嘛，那其中我们都信心法程度来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以为说静我们现在这个身心不动说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不是1分1秒一直在行动？地球你看是不是一直在运转？有没有？可是我们跟随着天地我们跟随天地的动，我们呢不自己自己产生动，因为我们假如说的时候来动，就跟天地的动相反相违背，所以我们呢跟天地一样的动，就是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各位就可以了解说，我们是不是动辄即是机？了解意思了吗？地球会使转拢卖，地球若卖洗，那咱一桶水咧洗水拢袂落来，对无？你桶水卖甲叮当的时阵，伊安那都了对无？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动之中你全部的保持跟它一样的动，你就是静了。所以那个动者静之机，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万物一直在生长，我们人各位可以了解到，咱是安那会为囡仔就变大人，为大就变老，有没有在动？咱拢点对不？我们都静态可是它一直在变化，有没有？所以我们你看那个动就是我们静的不变化的话，小孩子不会长大；不变化的话，我们不会老；不变化的话，我们不会死。是不是一切都在动？那我们跟随着天地这样运转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静。静的时候才能够了解到天地整个都运作在动，所以动者静之机。你了解不？很不容易了解就拢我静悄悄，无咧叮当有叮当无？就是有，这样对吗？还有吗？还有5分去5分了。好，请说。就想请一下那个中医生跟四神它的关系是？四者中医生跟什么？四神对。好，请说。那个中阴身就是我们已经呢这个身体不给我们用了，然后我们一口气不来，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就走入中阴身了。就是还没有到阴间，也没有上天堂，也不在凡尘，那个叫中阴身。那我们要了解说中阴身跟我们在凡尘的那个修养很有关系。
中阴身大部分它能够支撑到49天。那49天呢，假如说我们在凡人有修道，然后有行善，49天的时候啊，还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志来指挥这个中阴身的行动。那假如说都不相信我们有信，他也不行善，那他的中阴身在他断气了以后，没有几个小时就马上没有办法来指挥他的中阴身。所以我们呢，就是假如说有我们的亲人已经呢过往了一口气不来的那个时候啊，我们要了解说他的那个第8阿赖耶识那个中阴身都还有离开身体，都还在只是他不能动了，可是他都能够了了分娩。那自身咧争财产就是咧搞啦咧讲什么话，伊拢知影，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反应。那到晚上的时候小孩子睡觉那个中阴身会去照顾小孩子，小孩子他会看到，看到长辈回来这个照顾他们。可是我们大人因为精神外放很厉害了。我们很少说都回光返照，照顾自己不是我们佛性，所以那个中阴身的活动，我们大部分都不知不觉。那假如说我们在修持方面比较用心努力，都能够回光返照，那中阴身的那个动态，我们会感应，会知道它的活动。可是呢，必是很短暂，它要归位，看它完成所作所为是要归哪里，它会归位，那个最久都是49天，那之后就看它所作所变化，那一直到它在比如说天堂享福，地狱受罪，到的时候它又要来投胎转世。那么要来投胎转世那一段也叫中阴身。那个一投胎来的时候就是要跟他有缘分有缘分呢就有亮光。那假如说没有缘分大地就好像那个黑墨水，黑漆漆的，它中阴身它就不会去依附。那看到亮光，就是跟他有因缘。有那个因果关系他就会从那个亮光里面就一直追那个亮光。那个时候是他的父母亲在做爱，所以他就投入以后就怀孕了，就是他已经进入了，借着他父亲的精子进入母亲的那个腹中，已经怀孕，那个也是中阴身。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断气了以后的中阴身，跟来投胎的中阴身它是一样的。可是投胎那个是已经他已经受完他应该受的罪过，或是享完享的福报，都已经完了，然后才来，又来完成又来示现，又来呈现来完成，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因都蛮多了，会结成一家人都有因缘所以一定呢我们都要去改变它，来有善缘有恶缘有的结是恶缘，有结是善缘。那怎么看呢？看他一出生了以后一直要我们用心，一直要我们用钱，他是来讨债。那他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业，我们做事都很顺，他是来还债，是不是很容易去体会？就是我们都没有去想到这样没安尼去体会，所以就不知不觉认为说我生出来的我囝，我的财产是吗？
薪水是不是咱的财产？不是哦，所以我要了解说，一定呢，来了，假如说是来讨债的，我们也要欢喜心啦。半暝啊，爱普利先关要紧抱。啊那咧哭会吵到别人了，紧家抱起来摇，然后去好食。不是时常遇到吗？有没有？那个你就是要欢喜心，还住在旧的那个记忆里面。可是啊，真正的外面的境已经都改变了。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一层，所以呢，我们就现象迷惑。那起惑就造业，因业就所苦，就这样没完没了了。所以六道轮回。刚才呢，我们唱那个歌或者就讲说，我们侯老师把凡尘所有的道理都浓缩在这一首歌里面。所以深信深深的相信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累劫就是也累世呢，就六道轮回。那各位有没有对缘会对六道轮回留下记忆都没有了。因为我们从第10殿出来的时候经过孟婆庄让我们喝了忘魂汤，都把以前的忘光光的啦，然后才来完成降世。降世了以后重新来重新呢再这个过一生，就让你分断了生死。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降生了以后就有它的那个因果牵续会有什么因就呈现什么果报。有的一出生了以后人家呵护的长大，有的一出生这个地下爬，乡下孩子的你给在的家，这个没有父母亲主导，没有父母亲没有时间照顾他。那有的那个人家呵护而且你生出来那几十个狗，有好命无？咱哪会办呢？我们就是没有种那个因那个福报的因我们没有种，所以就没有办法享受人家呵护的那一种环境。可是完全都是相对从小都一直呵护长大，到长大以后连穿个鞋子都不会，连穿个衣服也不会，这样好不好？变成什么木偶人，对不对？红家头的长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上天给我们在凡尘磨练的机会，所以遇到挫折，遇到不如意不要难过，要感谢。感谢上天成就，感谢呢上天让我们坚强，让独立，这个是最好的。那最重要呢，一定人生的方向要正确。像以我这一些圣贤，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呢聚绝学，为万事太平。我们现在哪一个众生有这样的心胸？都没有。照顾自己都没有还照顾别人，是不是这样？自私自利的结果就是一定丢到轮回之中。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是千千万万年，是亿万年的都存在不生不灭。那我们做到轮回太久了，就每况愈下，越久越不理想，也不想追求。就得过就且过，很快一转眼一生就过去了，对不对？要把握我们要把握所以我们这一段期间所讲的，就把我们在生活之中什么是生灭，什么是不生不灭，都讲清楚说明白。各位有没有在听有没有很这个详细的知道了？因为要做就是要知道知道真理了才知道怎么做。
怎么做啊不会造业，怎么做啊能够呢很快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没有三心啦，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当下圆满佛性都呈现，那整个都呈现了，我们没有一些杂思，那一些杂思啊是烦恼来源。我们为什么烦恼？就是因为念头太多。那为什么起心动念？因为我们没有回光返照，没有照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才起心动念。谢谢你里面不是那个心念的累积有没有？那个就是讲我们六道人的因种子。那假如说我们心念都不累积，没有心念，完全都是正念，就像释迦牟尼佛讲，十方如来同一道处理生死，皆以直心都是用直心，那个呢，全部都是真心，它没有起心动念，直心我们就是了解到当下那个呈现的那个灵智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刚开始或许没有把那个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呢详细加以解说，因为那个阶段还不适合一解说完了迷糊了。那到这个时间我们都研究2年多了，对不对？会很赞叹我们这边那个很不错，就是跟得上进度，大家都能够了解说在讲是讲什么，在真理方面是阐释哪个方向，都能够稍微了解。那我们一定呢要更深入，从直心，然后身心，然后大悲心，大悲心也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全部呢都是用心。所以以往我们有讲过即心即佛，那个即心即佛，那个心不是我们日常用的生灭心，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是直心。那直心呢，在西方第8代祖师马明菩萨有造一本《大圣起信论》他就详细解说，说直心就是我们正念真如。那正念就是没有念有念就叫邪念。为什么叫邪？因为念会变化，所以不正，叫邪念。那我们正念都没有念，没有念的念就是正念。那正念把它呢这个一延伸就是进入佛知那个佛见，佛的知见那我们每一位呢都是佛，我们都有佛的知见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所以知见都没有呈现，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呢，我们在日常生活起的念头都是私心、自私的心那都有企图。所以用呢我们就用心意，用心意识的结果就是勾心斗角，就是怕吃亏啦。那我们要了解，我们越怕吃亏越吃亏，害自己六道轮回。那我们都能够去接受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能够让我们恢复我们整个浩然正气。那浩然正气跟天地是一样的，相同的。那天地之气在我们这个身上，我们就可以发挥。那发挥出来呢，我们就了解力量无量无边，很大。那个发挥出来的力道非常大。我们就是要自己勉励这一种心性的修持都不是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要求我们自己那个脾气毛病都能够改掉。有没有脾气毛病我们都会知道自己有，因为都有情绪上的起伏。那我们了解说，修道不能落入情绪，一有情绪绝对不讲道理那不讲道理了我们就会胡作非为就已经都错了。它源头开始就错了，尾巴更错得厉害
他自己就不管3七21啊，要吃苦就来个。真正的在受时候啊，又怨天尤人，讲啊那是别人在吃苦，那是我，所以就这样子恶性循环。那我们依旧就是要透彻知道，知道说我们该努力的方向，就是明心见性。现在明了没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嘛，生灭的心跟不是不灭的心，那我们明心，因为心明啊，因果不灭，不迷灭因果，就不会造业。然后见性啊，就成佛无疑，不用怀疑，绝对成佛。因为呢，那个性啊，就是佛的那个种子因子，所以我们一定呢，在这个方向啊，一定要努力。剩下完成时就让它过就好了。完成不是污垢吗？对不对？那我们佛性假如沾满了污垢，可以成佛吗？成不了的。所以啊。我们就把凡尘事都放到背后，背尘，然后呢和觉。我们现在是什么啊？背觉合尘，对不对？觉性放到背后去了，把那个凡尘事啊，拿到胸前来，非常计较，所以颠倒。我说我们众生啊，颠倒，就是在这里，该注重的都不注重了。不要注重的后悔很在，有没有这样啊？不是咱的代志啊，你甲人钱啊，阿妈过紧大细条，有无？是不是这样讲？家己去讲教对不对？都不承认说自己很笨所以一定要知道说，你计较凡尘事，再怎么得意呀。那都是在凡尘啊，在苦海之中，你心能够明了，心能够见了，明心见性，就可以啊，脱离啊这个苦海，脱离六道人，真正的能够回归本位，都是佛，已经到佛的地位。所以或许这个看那个美国地理频道，它在播放2012。12月大概26，不是有那个行星啊，它会跟我们地球非常接近，因为那个接近的力很强，使我们地球啊失掉平衡，然后大楼啊都会倒，然后火山爆发，然后人类啊遭难，各位有没有看到啊？有的有，有的没有了，不过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啊。说离12月26号还多久？现在是民国100年的最后一天了，然后2012的12月26都要过12个月啦，过26天，各位先生加入，我们还有10月有26天可以活，我们要怎么生活啊？11个，只有11个月可以活，那我们要怎么活啊？花天酒地，才不枉费此生啊！不是很多人都抱这个态度吗？我们要了解那个找自己麻烦嘛。假如说我们已经能够这个所有风土归的风土，灵知呢归灵知。那我们就超出现象，应超越所有的现象，现象的灾难都达不到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地球这么的安稳，就是因为很多修正者都在护持，他说呢保护众生安居乐业，我们才这么平安。稍微到下你看。都7级8级，7、8级的地震厉不厉害？很厉害。可是那个在整个宇宙在整个行星来讲，那个7、8级的地震算什么？
很微细的微动，对不对？迄规条拢拖咧想哦，也个无算什么啦。过去咧讲啊呐，都无够看。可是咱众生未堪的啦，未堪的规条球摕来想，这个咱拢无了，对不？对不对？我们没有那个能耐哦，说超出想。可是我们修道的就有努力的把这个整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都能够抽离现象，就是去生灭所珍藏，现象都是生灭，所以我们去掉不重视它。那珍藏就是没有现象，可是了了分明，我们信就是了了分明，非常这个清楚的让我们都能够去感受，这感受的那个度在我们的修持来讲，越努力感受就越强。那强呢，起步的时候我们那个第六感特别敏锐，那个是佛性功能作用的显现，很敏锐。今天会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什么事事先都有一个知觉。当然我们不炫耀，也不去推广那个是自然从佛性里面呈现。那我们要了解说，整个天地现象整个天地的事情全部都是从我们佛性本生发出来。那既然是我们自己的佛性生发，我们怎么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注意的那个方向，注意力用错了。假如说我注意力全部都用在我们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发生什么事知不知道？一定知道。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个发生问题，自己知不知道？一定知道。一定会有征兆会知道。那我们为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没有回光返照，没有去照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才不知道。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已经找对方向，要努力走修道的道路，真正的明心见性，见性就可以成佛所以或许还发愿蛮大的，还许各位说，只要你努力的听，努力做一定的佛，有没有？所以想一想说，还是要带来所以保持说慢慢没关系，不用讲进弄破话。那我们呢了解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呢那个尘凡尘它都是会这个变化所以假如说变化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明心见性那我们的心性就像龟毛兔讲都拢去啦，无去想要来修想要修成佛都无所以其水修正了无生法忍。那么即使阿难这个时候呢，这个阿难已知大众默然自失因为平常所依赖的那个心已经被佛破斥说那不是那个是尘有则有尘灭就跟着灭那个不是我们的心，不是真心所以不要去执着它那我们在生活之中也是要这个样子那个不是不变的真心呢，我们随缘随着现象的缘，事来呢则应，去则见就像我们之前讲那个我们那个舌头出己那个不变之体，那么可以随缘之用，就是呢吃土豆有土豆味，吃梅梅味，吃甘蔗甘蔗味，吃米有米的味，吃饭有饭的味，对不？
但是当我们吃完了，又回到气机本体，又不变之体，这样就了解意思了。对，不变之体它常在常住啦。那个随缘用是不是暂时一时啊久的时间呢？对吧？当那个事情一过了以后，就无去啊，无去伊就搁恢复到那个本体回来。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就会常看到那个不变之体曰寂，寂静的寂，然后随缘之用曰照，那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有没有？那我们在文字不太容易去了解，用比喻就很快了，那个不变之体就喙寂，然后随缘之用就是你吃啥，闭什么味出来。那个叫随缘之用，随缘之用当我们吃了味就无去对不？无去是不是个归还到不变之体的喙齿倒转来，对不对？所以那个我们了解说寂而常照，常照就是没有把那个外面的所有一切季节啦，拢无拒绝，它都让它呈现。呈现的时候那个叫随缘之用，寂而常照，那个照就是随缘之用。然后呢，我们用了以后，照而寂，又回到不变之体回来，还有了解不？这个北部前些有在讲，那有讲过，又再讲，有讲过，又再讲。我讲就是因为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了解，所以会一讲再讲。真正的我们了解了，我们佛性呢，常住不迁，如如不动，都能够真正的体会记录了，是不是我们那个真心跟外境都无关，对，真心灵敏，灵知，然后外境变化无常，是不是它呢不会牵涉到我们。可是现在我们不研究的话，它会牵涉到我们。牵动到我们身体，我们会产生喜欢讨厌，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动作，有动作呢，造业就形成，那业因已经形成了，果报在后面，是不是自作自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因为我们都不太容易真正的去承认它，所以要一讲再讲。那而那呢，这个时候跟大众默然，就是心中已经了解说家己唔对自己错了，把那个生命当成真心，生心变化无常，不知道变化无常，都把它当成那个宝贝儿子在看待，是一个仔你给咱偷咱的宝贝，咱拢甲看这个宝贝囝，是不是这样？我们都认为那个心我们日常用的心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是不是把谁当成宝贝子？对不对？我们都不认为那是错了，不知道说这样不合真理，所以佛都一直在讲。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走入真理世界，走入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这个才是重要所以阿难呢跟大众默然自失已经失掉那个依赖，平常的依赖已经撤除了，已经没有依赖了。那么佛告阿难，佛呢就跟阿难讲。世间一切知修学，我们世间世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上下，叫做间，世间。那世间一切的诸修学的，诸呢就是很多修学，要修道学习这一些人，现虽成9次定。显在眼前，他虽然已经成就有9次的地定，也就是
我们那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个已经呢4个，然后再加上呢四空，那个色界的四禅，无色界的四空，就8个8定，那个定力啊，定力的修成，然后呢最后一个啊，昧受想定，那个完成能够修最高的程度，叫9次地定，已经呢一个阶一个阶啊，有9个阶，9个阶级呀，这个可能我们平常也没有接触啊。也不太容易了解，然后我们就知道说色界，我们开始就有这个4禅，到达4禅的时候，我们了解说不用呼吸，不用吃饭就可以活下来，程度啊高不高？已经很高了哈。然后呢，再上去啊，到第5定的时候，已经没有形象。只有我们留下来的那个识，认识的识，只有识，然后一直到第8，最高的第9昧受想，就是呢我们的受跟我们的想都昧了，那个定啊是完成能够修最高程度。那佛在讲，虽然已经啊成就了9次地定，可是呢还不能成道，还不成佛。所以不得啊落尽，成阿罗汉。为什么呢？因为还在生灭之中。虽然很高了，却是还在生灭之中，没有进入啊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进入不生不灭的重要性。那我们很容易做啊，就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已经进入啊不生不灭的本体，可有没有体会啊？现在我们要不要回答了？我们要知道说不容易啊，去领会说万年放下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就这个楞严经，那我们上个礼拜跟上个礼拜就有讲。那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唯心与目啊，今何所在？你都一样。那阿难有讲7个地方，对不对？那7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凡尘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啊，就包括在这7个地方里面。那只要我们7个地方啊，全部都能够去掉，能够放下，那就已经到达万年，已经都放下了，就是妄已经尽了。那妄尽啊，对啊，就是要回答真贤啦，惊，各位都不敢讲妄尽啊就真贤。我们因为在妄之中，所以真呢才没有显现。那假如说我们真妄都放下，真啊，放了真就显。真显现出来了，就一念不生了。那个一念不生，我们当下我们在当下就具备啊意念，这样子吗？我们的当下现前的一念啊，具备啊万年，所有古跟今跟往后全部具备在当下。所以佛性啊圆满具足。我们之前不是也时常讲吗？有没有还记不记得？现前啊，我们现前一念啊，那个啊就已经啊，全部啊，那个所有，那个十世古今啊，不离当念，有没有？因为啊，我们都有过去世，有现在世，有未来世。那过去世又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呢又有过去、现在、未来，未来呢又有过去、现在、未来。那9个
3世啊就已经形成9世了，再加上现前一念1世，就10世。那么10世古今时候跟现在啊，不离当念，不离开我们当下的一个念头。所以一个念头呢，具备万年。只要我们不要有过去，不要有未来心，不要有现心，3心都没有，就没有4相。3心4相没有，3世摄受我们不住。3世既然摄受我们不住啊，我们就不用见相来呈现我们的现象。这样了解意思吗？过去是摄受我们啦，摄受我们住啦，可能 keep 不掉那现在是也摄受我们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现在各位就可以想象，现在是不是已经够了？在现在是不是又够了？现在就够了，越掉没掉啦，所以我们了解说3世啊，都摄受我们不住，可能keep 不掉。那既然3世啊有我们没有未来世，也没有过去世，有6道轮回吗？就没有了啦。所以我们要脱离6道轮回，就是不要有3心。3心没有4相就没有。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从文字比较不容易或者都会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知道的那个能手，说我能看，我眼睛能够看，那个能够看就是我相，一定有手看，手看就是人相。你手看差别重生，又看一个景象，看很多就众生相了。那我们连续不断的看，那个叫寿者相，这样4相很容易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只要肉入能手，我能听，能听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手听。那手听的声音又都不一样，差别重生，那个叫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听，叫做寿者相。只要肉入能手，我能闻，我能吃，我能做，全部都4相，没有？这有个最高品质。那我们要了解说，怎么样才没有4相？就是当下实心，就没有我了，没有手，没有能手，4相都消失了。差别大不大？差别很小为什么？心念，我们的心假如说我们扫地是为了要给人家称赞，某某人会做过来的，那气扫去就压力的扫，这样的话4相就鲜明。你假如说这个是我生存的地方，把它打扫干净是我分内中的事，就没有4相差别大不大？就是在心念，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我们要走路那个直心是呢没有3心4相，没有3心4相就是直心直心就可以这个离开苦海，同一道处理生死同一个方法处理生死，皆以直心，就是用这个心，没有3心4相的心。你有更加了解无？做会到没？会不会很困难？不会因为在心念中一转念，甘愿做甲唔甘愿做啦，有没有？咱若唔甘愿做3心4相鲜明呈现啦，咱若甘愿做拢无3心4相，安尼了解无？甘愿做甲唔甘愿做，边仔拢咧做，对无？要甘愿做也唔甘愿做。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只要落入我们这个情绪里面那个就讲理了啦。
再怎么样舒服的环境啊，你都讨厌。他说我们已经就是在真理世界之中，再怎么苦的现象啊，吃苦拢在吃补，能体会吗？把那个吃苦都吃补你就会做得很愉快啊，所以就可以跟那个古时候这一些圣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起码我们也沾到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沾到一点？我们能够沾到圣贤的一点这一些所说的内容内心高不高兴？就会很高兴，因为毕竟不自私啦，不是自私自利，就是要利益所有众生。那么皆由执持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我们呢为什么已经到9次地顶的还不能成阿罗汉？就是因为我们执着这个生死妄想，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生身体的死把它误为真实，是实在的我们凡人是不是都这样？拢认为讲安尼身躯的生，身躯的死就是足实在不知道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所以我会问我们说，我们生从何来？咱生为何来？死的时候又去哪里？我们生从哪里来？所以那个答案就是无所从来，没有来的地方然后死也没有去的地方既然没有的地方，也没有去的地方，就是常住不迁，拢无搬来搬去既然常住不迁呢，就是在当下所以当下我们没有生也没有死有生有死是现象，是演技因缘际会显现生相，因缘消失显现昧相就有生昧。那假如说我们都已经走入真理世界，来没有来的地方，去也没有去的地方好像那个舍利弗跟释迦牟尼佛在对打，说我们这个千年的暗示千年的暗示已经有千年都住在黑暗之中了然后这个我们一灯能破一灯能破千年暗示我就问舍利弗说，那个暗他甘不甘愿离去？不甘愿，他住了万年了，甘愿安尼走开也唔甘。舍利弗说，唔甘嘛无法度爱走，先跟来然后我就问舍利弗说，那个暗他跑去哪里？各位先生，那个暗千年的暗示的暗他跑去哪里？那一灯的光明哪里来？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他来没有来的地方，去没有去的地方既然无来无去就是当下现成都是如如不动所以我们要体会说，我们的佛性也就是如如不动，常住不迁所以一大家记起来讲有来有去这个是相身躯来都生，去都死这种假，都是假象假生无真正生，死无真正死是
迄个水火风合作伙，做生，水火风分开啊，做死，生死。另外，跟佛性有关系无？无关系无？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佛性脱根呢，脱尘，离缘啊，独立，离开众缘，它独自存在。奥妙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透彻了解，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以佛就讲，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误会，误会讲迄是真实的，但是生啊，真是死啊，真实的。是故如今呢，虽得多闻啊，不成圣果。跟阿难讲，因为阿难他是好多闻，所有的这个修持法门啊，他都要会了，所以好多闻。他虽然呢，得到那多闻的那个名声啊，可是啊，不成圣果，就是没有办法成道，没有办法成佛。这个是佛呢跟阿难讲。那么阿难的闻语啊，从无悲。听到以后啊，他前面就哭过很多次了啦。这个地方呢，又重复啊，又哭了。所以我们大事未明啊，如上考譬。然后大事已明也一样如上考譬，就是好像死掉父母亲一样，那么伤心。那么五体投地呀，这个五体呀，就是我们两只手、两只脚一根额头，都呢都卡着头卡啦，也叫五体投地，那个就是最敬礼，礼呀，最敬的那个礼和五体投地，然后长跪啊合掌，而拜佛眼，就跪在了这个地上呢，然后手合起来，向佛呢表白。那么自我从佛啊，发心出家，是佛威神，常自思维，无扰我修。那个阿难呢，就是因为看到佛形象那么好，就呢这个出家修道了，所以发心呢这个出家。那藏士啊，克谁？克谁佛的威神？讲迄佛就是我的堂兄。是亲戚啦，加亲的亲家，所以藏士啊，佛的威神，他常自思维啊，时常呢在想，这就是起心动念啦，假如说前面加一个地，真谛的谛啊，谛思维，那个就正确的八道里面，那只有思维的话。那就是第六的意识心啦，就是我们根尘相对所产生的那个思维。那么这个思维啊，它是变化，是生灭，所以都不真。然后呢，常常都用这个心，常自思维，无扰我修啊，不用呢让我劳劳碌碌啊，去修道，将为如来会有三昧，因为如来就是他的堂兄，一定会给他正定，三昧就是正定啦，一定会给我，伊把正定给我。各位前人，这个正定要自己修，还可以给别人给啊？这个正定一定要自己修了。我们认识真理以后，从佛性本体产生的定啊，那个定啊，是最坚固的。那个容易定，行之作恶呢，都可以应用，应用到这个正定。那假如说我们是打坐来修的定，那个呢很难成啊，很快破坏，修了老半天，才能够没有心念。可是只要有一些嘈杂的声音。一出现以后它的定力差不多消失一半了。再嘈杂不差才会受气啊，对不对？所以难修，很难修，很容易破坏。
我们凡人的那个修的定呢，这个难修易坏。那我们佛性本身定了，就不会，本身所产的定了，纵然外面再怎么嘈杂，我们从佛性本身发挥，那个行智那个定力都有，不会受它影响，所以情绪不会变得很坏。我们曾不曾经那个发脾气，怎么发的？不如意发，对不对？那个外境我们看的不如意，然后就发脾气了，所以了解说那个就是我们没有从我们本性去修，那从本性去修的话，那一种脾气，它就无从发了，没脾气通发。所以有没有脾气呀？黑脾还真用了所以才有脾气。然后我们修的话呢，就把这一些都去掉，在真理之中呢，没有那个事，所以了解说，那个正定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然后我们从根源佛性本体发挥出来，行之作恶都在定中，全部都能够呢，自己了了分明，自己心的走向。现在有没有对自己心的走向了了分明？心在想啥，心想要做啥，家己拢真正做了解，有没有？有就很棒了因为我们时常都不知道自己的心在想什么都不知不觉。然后阿难就讲，不知身本不相待，这个身心不会相待，这个肚子饿了要自己吃自己去吃饭，对不对？不能说腹肚足枵你去大吃，加吃一碗，吃我的饭加吃一碗，等下才好我，没办法量较好，已经超越了装不下了，要一个永远的腰所以那个身心呢不相待。那么失我本心身虽出家，心不入道。失掉呢我的本心，也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那个慈心失掉呢我们本心的话，身体虽然已经出家，可是心没有进入道所以心进入道才是重要那个很重要那这个心呢就一定要认识说那个法龙讲的那个心法龙的心就是真心还记得吗？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那个都是真心因为凡尘的生灭心都已经没有了，讲的全部都是真心所以恰恰用心时，恰恰就是刚好我们要用心的时候恰恰无心用，刚好都生灭的心都已经没有了没有无心的时候那个真心就出来，就用真心了所以无心在用，无心的时候刚好没有我们用，当用的时候刚好没有生灭心。所以那个法龙那个讲的全部呢都是真心，那个心即心即佛那个心无心就道，这样连贯的起来呗，可不可以？又是最高品质我们这个工厂生产的产品最理想。譬如穷子舍父逃逝，好像那个孩子
本来父亲很富有啦，可是他舍父逃死啊，那个父亲要照顾他的他都没有得到。那么今日乃知呢，虽有多闻，若不修行，已不闻等。虽然知道很多的修持法门，假如说不实地去做的话，那么跟没有听到平等。那个等就平等啦，拢同款，甲无听到同款。所以有听到了，我们有听到上圣佛，一定要去实践，实行，实际的去做，这样呢才能够得到利益。那假如说听了都不做，只有光听，那跟没有听一样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就是要做，要做才是我们会改变。那么如人说食啊，终不能饱。这个食啊，就是要实讲。这个吃饭碗牙低杯对不？巴肚才会饱，用讲会饱的。我吃满汉全席吃几粒顿啊？会不会饱？不会还是肚子所以一定要实际的去做去行持。那么阿难呢又讲，世尊，佛今者二障手残。二障呢就是那个烦恼障跟手知障。烦恼障就是事情事情的障碍。那么手知障就是理，被理障碍了。所以两个，一个事障一个理障。所以呢二障手缠绕，去有绑条啦，去有这两个给它绑掉咧。良由不知极常心性。就是我唔知那个极常的心性啦。那个那个极，我们刚才讲不知体那个极，那个常就是常住不迁。不知道呢这个极常的心性，我们的心那个如如不动，常住不迁，不知道。不知道呢极常心性。那么唯愿如来哀悯穷辱，就是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能够呢哀悯，就是可怜，我都很穷，就是没有法财呀，不知道方法，没有法财都穷，辱就是讲无一块通看头听得懂吗？那有一块通看头就是可以遮风避雨辱就是拢无通遮风避雨，或者辱，听无？咱拢有一块通看头对不？就是有房子住有厝大拢会遮风避雨，对不对？所以就没有辱。有辱的话，就是拢无啦，拢无一块通掠，挨饿受冻，那个呢就是辱。那么花妙明心开我道眼，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阐发那个妙明心，开我道眼，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阿难这个要求就是能够明心见性。那么即使如来从胸万字永持宝光，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从胸膛胸的万字，那个是吉祥的意思的，这个字就是吉祥的意思。那么永持宝光就呢有这个光出现。那么其光呢广域就是非常亮，有百千色，有那么多的那个颜色。那么十方围城普佛世界一时周遍，这个十方围城，一粒围城有一个国家啦，一个国度，所以呢那个普佛世界普遍呢这个佛的世界一时都周遍，全部呢都有这个宝光，然后呢遍贯呢十方都有宝刹，遍贯这个十方
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所有的宝刹，就是所有的那个国土所在。那么知如来顶，这个所有的如来的顶，都有这个宝光。然后闲置阿难集之大众，就表示这个如来给我们这个众生呢都是平等，宝光呢如来顶有，我们的大众阿难的头顶也有一样，都一样。那告阿难，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五今未如见了大法床。现在呢，就是为你建一个呢，大法床，就是能够让所有众生都能够进入无生法忍，都能够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亦令十方一切众生呢，获妙微密性，净明心，所以不只有是阿难得到利益。也要令这个十方一切的众生能够获得妙微密性，妙净明心，所以那个妙是贯下来，两个呢都有，妙微密性跟妙净明心，然后得到呢清净眼，所以阿难那个所求佛都那个答应他，然后呢接着底下呢佛就讲说，阿难，汝先答我见光明权你要先回答我的问题。我所呈现这个光明权，此前光明因何所有，允何成全？所以这个问题叫阿难呢事先要回答。所以你看到我这个光明权。此前的光明是因何所有？为什么有光明？那么允何成全？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拳头？那么阿难就回答：有佛前提阎浮檀金续如宝山这个佛的这个身呢就是阎浮檀金色那么续就是大红色好像这个宝山。清净所生故有光明，就是它的来源非常清净才有呈现的这光明。我使眼观我实在呢是眼睛看到无论此端就是呢我去征讨安尼去恶治人故有全相。把伊安尼合起来，做拳头，为这个拳的形象伊就呈现。那么佛告阿难，佛呢就跟阿难就讲，如来呢今日实言告汝，知有智者要以比喻而得开悟。这个佛跟阿难讲。说如来今日实在的语言来告诉你知有智者呢就是很多有智慧的人要以比喻而得开悟，从比喻里面来了解到那个真理所在能够呢领悟。阿难，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所以现在把那个范围就讲到呢手上的拳头来，说比如我拳，我这个拳头，假如说我没有手的话，就不成我拳，我就没有拳头。若无汝眼不成汝见，以汝眼根呢立我千里其余金佛。假如说呢没有你的眼睛就不成汝见。你若无手就无看以你的眼根来跟我的拳头相比较，那么义理有没有平均？是不是一样的义理？那阿难就回答说：唯然世尊，
说对，就是这样。既无我言不成我见。我若无目睭，我就无看。以我的眼根立如来前，事跟义相类。就是这个义理跟事情它是一样的。那无我的目睭，我就无看。这个如来无这个手就无这个棍合起来手那拳头就不见。那么佛告阿难，佛呢跟阿难如因相类事义不然。你讲安尼同款，目睭呢甲手的拳头，迄个义理同款。真理是义就是在真理方面，不然不是这样。不是呢，跟你所讲的是一样。何以故？为什么呢？如无所能前必经昧。这个佛讲说，没有手的人他毕竟那个拳头没办法呈现，所以无所人拳就必见昧。比无眼者那个没有眼睛的挥剑前，讲伊无目睭毋是无看的。所以这个无目睭看的这个导致我们凡尘这个比较少接近的道理。所以就走路这十番显见的第一番就是显见是心这上面小字有写那个已经走路十番显见的，显示我们那个见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所以则何？说比无言者挥剑前讲那个原因说所以则何？如是一途行问盲人。所以你在这个道路，那个途就是道路，你伫个路然后行问盲人，你去问迄个妹妹如何所见？你甲问讲你看什么？你问青妹甲问讲你看到什么？必来答汝。迄青妹会来甲你回答，说我今眼前唯见黑暗，更无他主。我的眼前敢若看到安尼黑暗无看到别项啦。迄个青妹一定安尼甲你回答。那么以是义观释迦牟尼佛就讲，以这个真理我们来延伸道理，前尘之暗见何亏损？都是眼前显现在眼前完成的讲他自己暗相那我们的见性没有亏损见性就是完全能够见到暗，那个见到暗就是见性见到的所以见性没有亏损。这个时候阿难听到就讲话了，知盲眼前唯独黑暗，云何之见？谁哪有看？我们一般都这样，对不对？无目睭我们伊拢无看，对吧？都是这样。可是佛在这方面他就发挥了，发挥那个真理所在。那么佛告阿难，就跟他讲，知盲无眼唯睹黑暗。说那一些盲人没有眼睛唯有看见黑暗。以有缘人处于暗室，二黑有别为无有别。甲迄有目睭的人伊伫迄暗室内底伸手见五彩这两个乌有目睭的人看到的乌暗暗，甲青眉看到的乌暗暗有分别无？各位姐姐有没有分别？拢感觉黑暗暗对不？所以佛就从这个地方他发挥那个阿难回答说：如是是真，此暗中人以彼情盲二黑较量，真无有异这个阿难比喻他听得懂，说
咱目睭啦，好好的人伫暗色啊，甲迄个目睭青眉看到的乌吼，来比较拢共款，无迄个无共，所以我又讲，那若无眼人啊，前见前黑，迄青眉看到头前乌暗暗，那么忽得眼光啊，即马甲伊手术迄个眼角膜伊啊，伊都有目睭有看的，凡以前尘啊，见种种色，即马伊就看到咱边的迄个经验，拢看会到啊。这个名眼见者，安尼伊的名称称咧，做目睭看到。即马呢换过来讲，迄个暗中人啊，前见前黑，迄个有目睭的，入暗色。看到头前拢乌暗暗，然后现在呢开灯，忽后灯光啊，熠熠前尘啊，见种色。即马灯火一个开落，伊伫个眼前景色看甲真清楚，应明啊灯见，佛咧讲，迄是开灯伊才看到的，安尼做灯见。迄个青眉因为眼角膜互伊啊，做眼见，即马开灯做灯见。佛讲若灯见者啊，灯能有见啊，自不明灯。灯啊，就人看，伊的名毋是做灯啦。又则灯观啊，何关如是？如果迄灯咧看，甲你有啥物关系？是当知啊，灯啊能显色，开火的灯会当显现啊，影像出来。那么如是见者啊，是眼灰灯，安尼来看会当看到的是目睭啊，不是灯火。那么眼能显色，迄个